象山更不喜以学问夸人者，学问只用来治己，用来督促自己的德性修养。如果只知好发议论，泛于琐碎义理之争，则不但于人有害，于己更有害。因为读书小文艺皆只为实践力行，若不知内修其德，外王天下，而只以所知所学夸人，则学问之意尽失，终究只成了虚有其表的世人，而不能有真正的品格修养出现。更且强为说辞的议论，如果真用于修己治人，则必漏洞百出，而致贻害无穷矣。对于阅读典籍，应回到古人的真正意旨处去理会，因此古人的著书应细读，涵咏再三，亲切体会。至于后世儒者好发议论，所谈多有不实，则须以己心品味之，只要心中有所主，当可辨别是非高低。至于今人，却专以著书为务，以小文艺为主，以琐细的考据推敲为治学之大要，此象山深深不以为然者。务须要求学者以善体古人圣德教化之意，且于己身致力而行，非可以议论传著之为务也。时人作文，乃学者重要课业，然而作文亦如读书，重点皆在敬德修业，是故不小文艺，可有时行；不能下笔，亦可有时行。非以作文论高下，而以儒者行径为要务，不必因作文之不善而有错意，只要心中体会得实理，朴实行之，坦坦说出，即有实的，所为之文必为实文，否则专以文辞华饰为务，则又非学者之本分矣。12. 从象山教育理念谈觉知教育的宗旨与方法。陆象山以一介儒生带领学生既论学又生活，把握儒学学问的宗旨，即是在做一个儒者的目标上师生共学成道。做一个儒者是要在生活中显出气象的，是要对社会负得起责任的，是要能投入社会并且能发挥作用的，所以是一个实事之学，是能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学问，是在做事中修养功夫的学问，而不是在写论文研究儒学理论的学问。从这些重点来看华范大学的觉知教育的宗旨与方法，首先环境的差异急需辨明。华范大学是一所现代大学，学生即是现代的大学生，教师即是现代的学者，教育急需符合现代社会大学教育的责任功能。大学教育的责任首需完成专业的学科训练，在专业学科训练之中灌注人格教育于其中，觉知教育的发挥空间即在这些现代大学生4年授业期间的生活与人格教育的环节中，时间是很短暂的，学校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很局促的。因此觉知教育要有许多的政策配合在生活教育及课业教学中，而这份教育理想的推动者急需寄赖于学校中的现代化的学者教授群们，因此谈论觉知教育首需谈论学校与教授的关系。其次，现代学生来自社会各地，充满了各种成长中的问题，针对学生的问题应该有若干教育上的原则。1. 教授与觉知教育的关系。
觉知教育是教育的理想，是理想的东西就是具有理想性的，有理想性的东西就是有自觉性的，有自觉性的东西就是有人味性的，缺少了人味的因素，理想就成为只是制度，只是礼仪，只是学校中的一堂专业课程。这个人味的因素的关键就在华范大学校园中一种全面的人文气息。一个有人文气息的校园应该是教授间彼此熟识、彼此喜爱、彼此了解、彼此友好的气氛。如果教授与教授间彼此冷漠，如果学校与教授间彼此疏离，那么人师的环节就无法形成，那么觉知教育的大环境就没有产生。陆象山的儒学教育之所以传芳千古，就在于有陆象山其人。一所现代化大学的教育理想之所以能够落实，也在于有一群人品端正且能够热情投入的大学教授。教授群的自觉正是这一切理想的关键因素，然而教授群的自觉却正是教授与学校良好互动的产品。这一个理想推动的机制与理想推动的执行者间密和无间的环境，应是觉知教育理念得以落实的第一要素。现代校园中的学者教授群们本身是以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能力而成为学校的师资，他们的人格养成已经完成于来校服务之前。他们要成为现代大学校园中一个觉知教育理想的推动者，首先就必须要和学校有真诚的互动。真诚的互动就来自于充分的沟通，有了充分的沟通而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后才能全力的推动，并且充满了热情的推动，并且能够对准教育的宗旨而充分的带领学生学习觉知的人生。教授对学生的带领是觉知教育的活动的带领，不是推动觉知教育的理论的研究。如果要做理论的研究，那便是教授间的研究，那应该是对于觉知教育的教育方法的技术性讨论与沟通，然后以具体的教育经验作为研究讨论的素材。在教授对学生的觉知教育的活动的带领中，应该要让所有教师能够发挥自己个性中的良好特质，个人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来实施教育，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理念。教授必须自己是人师才可能带领学生。教授既然是人师，当然就应该尊重教授自己的带领方式。学校也应该在这方面对教授有充分的信任与责任的付托，这样学校才可能建立起觉知教育的完整机制，学生也才可能沉浸在觉知教育的全面的氛围中。2. 教师带领学生活动的原则，启发学生的善良本性，并且愿意积极努力地面对人生，更进而立志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觉知教育的目标，在面对现在的华范大学的学生时，教师应该把握哪些重点呢？向山师们日日亲近，这就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教师首先应该时常与学生接近，并有生活上的互动。现在的学生心灵空虚者众，生活上需找伴侣，伴侣可以是同班同学，可以是社团同学，可以是异性朋友，
但是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与师长亲近，才是学校可以给学生良好教育机会的重要环节。师长对学生的人格启发，只有在生活中的轻松谈话里才容易收效，甚至是一种生活信赖感的建立即可。学生对师长产生生命上的信赖感，是比任何的课堂讲课都有效果的事情。学生能够亲近师长，就表示他时时生活在健康正常的成长环境中。学生如果害怕和师长接触，就表示他的生活及学习出了问题。为把握时常与学生接触的原则，教师应该妥善利用专业课程的点名工作及课前课后的随时叮咛，能够随时掌握学生动态及能随时给予好的影响。此时如果学生有品行上的问题时，急需严正指导，勿在学生品格出现瑕疵时仍然放任不管，让学生可以扩大恶习。此时教师的承担力急需讲求。教师的承担力，一方面是教师自己的择善固执的心力，另一方面则是教师得以贯彻理念的教学环境。前者靠自己的坚持，后者靠教师之间的彼此支援。授课师长们对于学生在品格上的问题要有共同的立场，切不可有松紧不一的情状，如此学生即有逃避的去处，而坚持立场的教师则有使不上力的漏洞。现在的学生另有一大毛病，即其企图心缺乏的情况。学生自己一旦缺乏企图心，则凡事苟且，做事就没有责任感。此时教师急需采取较为强迫性的带领方式，首先要在专业课程上严格要求，勿使学生于课业上仍能轻易过关，让学生学习至少必须对自己的课业负责，并且在专业上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不足以踏入社会成为有用的人。而一个在社会上没有什么作为能力的人，10日久后自己都会讨厌自己的。只是大学生是缺乏这样的危机意识的，如何灌输学生这种积极成长的心态，就需教师灵活运用生活互动的机制。要让教师运用灵活的教育机制，必须要有学校的集体共识，共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学生一定就是要来学习来受教育的，而教师就是提供教育的执行者，因此教师应有完整的教育权利，这样才能实施人格教育。人格教育一定是对机教学的，所以方式一定是灵活的，灵活的就一定是有远近的目标的差异的。教师对于不同的学生一定就会有一个成长进度的规划，这个进度拿捏在教师的心中，因此并不适用太多的教学政策。在这一点上，教师应有最多的自主性，如此才可在注重学生差异的基础上产生各有特色的教学成效出来。此外，现在的学生也是社会的共同产品，学生在学校受学校的人格教育的熏陶，但是学生也在时代的巨轮中受社会风气的感染。教师在面对社会风气变化急速的今日，对于社会风气的价值观要有明确的态度，以便随时切入学生的生活问题中。什么是今日社会风气的价值观问题呢？
婚前性行为、两性同居、同性恋、学生与家长家庭的关系、学生对金钱的态度、同寝室室友的相处伦理、学生社团活动中的领导关系、学生的社会行为的法律常识等等，许许多多与社会风气有关的事件日日侵入校园学生的生活之中。作为带领学生人格教育的教师，在生活上与学生谈论观念时，对于各种问题要有明确的价值态度，可以明确表达态度的就要及时表达，需要专业知识辅导的就要寻求教育机制的协助，务必把握第一时间发挥影响，否则学生偏差行为已然造成，再要导正必然更为辛苦。教师在与学生生活互动时，就像在作战一样，常常要一鼓作气，并要当机立断。教师自己的价值观在与社会风气碰撞时，就像在拔河一样，永远要坚持理想，并要看准目标。教师平日就要有清楚的价值态度，否则常常会丧失第一时机而帮不上忙。3. 觉志与人生课程的实施。华范大学推动觉知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是觉知与人生的课程，这是一门2学分的必修课，通常安排在大学2年级上学期或下学期实施。历年来，学校中有不少教师皆投入该必修课程的教学工作中。虽然授课教师不同，并且使用教材及教学方式各异，但教师们皆能本乎爱心悉心授课，并安排各种活动带领学生学习。为觉知与人生的课程毕竟仅是觉知教育的一个环节，学生的导师及各系的专任教师平日与学生的互动才是觉知教育的人格教育之真正实施的重点。所以各科系中的专任教师及学生班级导师的角色扮演才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因此，觉知与人生课程的安排应该由授课教师与系内师长及该班级导师共同规划、共同经营，如此才能发挥知识学习与生活学习结合，以及专业伦理与一般伦理结合的多元目标。因为觉知的启发毕竟是一个实践的活动，而不是另一门知识的学习而已。最后，作为实施觉知教育的华范大学教授群们，固然责任重大，但是收获也是最丰硕的，而且这种认真投入的生活过程本身也是教师自己的觉知的启发的过程。华范大学是一所佛教人士创办的大学，佛教的世界观必然深入教授心中，这世界必然是一个无限缘起互为因果的历程，本乎良心带领他人的子女，将来自己的子女也会有成长上的善因缘，仁者好人，智者利人，人智双美亦可意义。同时，在学生身上的付出常常是会有立即的收获的。学生固然专业知能需要教师指导，但是学生的智慧与理解力却是天生本有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看到学生的成长历程有自己的因素在其中，这种喜悦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同时，在长远的人生历程中，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收获更是一般社会职业中无法获得的珍宝。
仅以此为本文小结。I. 小云法师对于觉知教育理念之倡导，参见其着觉知教育讲话，小云法师着源泉出版社。2. 华范大学于通识课程中开设觉知与人生必修课，要求大二同学修习一学期。各教师教学大纲参见华范大学人文教育中心网站。3. 参见拙著《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基本哲学问题，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4. 象山先生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4月台译版，卷36，页502。以下象山引文皆同此书。V. 痛前注，卷35，页442。6. 卷3，页34。7. 卷35，页441。8. 卷1，页5。9. 卷3，页38。X. 卷14，页179。11. 卷15，页190。12. 卷34，页393。13. 卷34，页429。14. 卷34，页429。15. 卷36，页502。16. 卷1，页1。17. 卷1，页5。18. 卷11，页137。19. 卷11，页137。XX. 卷1，页3、4。XXI. 穆宗三，从陆象山到流吉山，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8月出版，第4页。XXII. 卷1，页3。XXIII. 卷1，页4。XXIV. 卷6，页73。XXV. 卷6，页74。XXVI. 卷32，页371。XXVII. 卷34，页399。XXVII. 卷36，页510。XXIX. 卷1，页1。Triple X. 卷6，页75。XXXI. 卷6，页75。XXXII. 卷6，页80。XXXIII. 卷14，页179。XXXIV. 卷23，页272。XXXV. 卷32，页373。XXXVI. 卷36，页502。XXXVII. 卷15，页193。XXXVII. 卷35，页442。XXXIX. 卷34，页494。XL. 卷10，页134。SLI. 卷15，页192。SLI. 卷34，页410。SLI. 卷35，页440。Slave. 卷3，页34。XLV. 卷4，页57。SV. 卷6，页82。SLAI. 卷6，页84。
Slay 卷6页85 Slix 卷10页134 L 卷11页138 Li 卷34页396 Li 卷34页406 Liin 卷34页408 Live 卷35页434 LV 卷4页56 LVI 卷6页81 Lei 卷7页94 Leiin 卷7页95 Lex 卷10页132 LX 卷12页154 LXI 卷4页56 CI 卷6页77 CF 卷10页135 CF 卷35页433 LXV 卷35页434 XC 卷35页441 XCI 卷35页444 3206 202 119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01时5点50分30秒 GMT 28203328-31587年4月95 114 CCB 7580 003 Heights 6 202 119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宝柱瑞器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程颢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颐形上学功夫论与易学进入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th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宏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宏心性哲学胡宏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宏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朱熹理义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着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着辩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士公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新统性情与新集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
承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易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档案下载。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2006年10月7日。摘要。本文讨论象山心学的知识意义以及象山一般学术意见。首先说明象山学向为学界熟知的心学系统的知识意义，指出象山不做新理论的开发创作，而着重传统义理的实践落实，其论于心学诸说者皆是原有义理的继承，唯有新义者即是转为实践的要求，因而显现为象山学的特色。因此象山学即是一功夫实践要求之学。因为象山要求实作功夫，因此象山论为学方法诸说便实具重要性，这便是象山更具体的功夫理论，如立乎大者说、立志说、自立说、实的说等等。这些为学方法的意见时更能彰显象山学思的风格，因此本文以功夫论进入为象山论学的形态定位。象山虽非系统性理论家，但仍有若干具有学术知识意义，但向来不为学界熟知的象山一般学术意见，亦值得介绍，包括对无极概念使用的否定，对持境概念使用的否定，对容心与平心概念使用的否定，对小人观念的新解，对异端观念的新解，对气柄概念的使用，对知行问题的意见，对大学格物致知观念的解读，对诸子为学之道的批评意见，对曾子传道统的观点，对如佛之辩的观点等等。其中有些意见显现象山自己固执的为学态度，有些显现象山与朱熹有惊人的一致性说法。至于辩佛意见，则显示象山巩固儒学的严正态度。另象山指导后学有禅门之风而受颇学界批评，本文则为象山辩解。关键词：陆象山、朱熹、心即理、性即理、本心、知行、格物致知、曾子、道统、如佛之辩。大纲。1. 前言。2. 象山学术性格。3. 象山心学进入的儒学建构。1. 象山论理。2. 心即理说。3. 本心说。4. 无心即宇宙说。5. 天理人欲不分说。6. 反对动静二分说。7. 反对性财心情概念区分说。4. 象山心学进入的为学方法。1. 先立乎其大者说。2. 立志说。3. 自立说。4. 实的说。5. 亲师友说。5. 象山一般学术意见。1. 对无极概念使用的否定。2. 对持境概念使用的否定。3. 对容心与平心概念使用的否定。4. 圣贤之间意见可以不同。
5. 对器柄概念的直接使用。6. 对小人观念的新解。7. 对异端观念的新解。8. 对知行问题的意见。9. 对大学格物致知观念的解读。10. 对诸子为学之道的批评意见。11. 对曾子传道统的观点。12. 对如佛之辩的观点。13. 指导后学的禅门风格。6. 结论。1. 前言。陆象山因鹅湖之会与朱熹交流并形成意见的差异而在儒学史上影响深远，造成儒学内部义理形态的分歧。作为一位在历史上有实践经历、有理论创作、有学术影响力的儒者，象山在学术义理上的创建为何？象山的巨大形象在他自己的论著中能呈现的景象为何？这是本文写作的根本关切及进行主轴。本文之作企图进入象山著作之中，从他自己的学术意见发言来呈现他的思想内涵，不欲以诸说陆，也不欲以六说诸，而是企图给象山的学术风格以明确的定位。本文之论述将首先对象山学术性格做介绍讨论，说明他的学术性格的基本形态，以便初步定位象山学思。其次将介绍象山向为学界传送的重要儒学命题，说明这些言说的理论意义，此即一般称为象山心学的部分。接着将说明象山真正展开论述的众多为学方法的意见，这一部分的材料当然是寇和著直接要求实践的象山学思所必须展开的理论建构，这一部分的讨论，笔者认为才是象山最具贡献的儒学创作，因此将借此适度修正传统上对象山的定位或批评的观点，还原他作为一位儒学理论建构者的真正面貌。此外，对于象山在一般学术问题上的意见，包括概念使用的定义、经典诠释的意见、道统观的意见、儒释辩证的意义，以及象山接引后学的若干极具禅风的事迹等等，向来亦为学界所重视及讨论，却是颇能彰显象山学术实力的真正形象。本文亦将一并讨论。对于诸陆之争的重要议题，如诸陆、辩太极图说书，应另为专文讨论，本文暂不深入处理。至于鹅湖之会，实际上是三首诗文往来的结构，重点在一简之离的争执。本文将针对一简之离之争做讨论，不再处理该诗文，而将焦点放在象山本身的义理建构之解明上，是为本文写作的规划。2. 象山学术性格。象山的学术性格是十分特殊的，他同时代的朱熹对他有赤卫进禅的批评，明代朱夫子罗清顺更是条举例证的攻击他就是入禅了。当代学人如劳思光先生则是力为象山辨析其绝非禅门学思疑。这些现象显示，象山儒学的性格是类似禅宗在佛教内的性格，是一套谈直接做功夫的学思形态，是一套直接要求功夫实践的儒学系统。
也因此可以说明，象山全集中所有他与友朋往来的书信里，充满着他指导别人如何调理心性、直接实践的严厉话语。也因为这样的发言性格使然，使得象山具有自己特殊的对传统儒学概念的使用方式，即是以使用概念以做功夫实践要求的系统，而较不是讨论概念以做系统建构的理论。因此说到哲学理论的创作，象山的贡献却需谨慎的定位，因为以道理要求人们实践与以观念论说道理是两回事。笔者并不是说象山对儒学义理没有认识或创造，而是说他的重要儒学义理的发言是在实的基础上对他人做实践的要求，而非在创作的方向上做系统性命题的建构，如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等基本哲学问题的创造性发言者。另一个事实是，象山有众多在儒学史上被引用、发挥、传颂的形上学及功夫论的命题，然而这些命题在象山的使用及诠释中并非有充分的论证叙述，对这些义理的论述多赖后人的发挥才形成重要的儒学命题。笔者亦非为象山对这些命题的认识不明晰，而是体系性的建构并非他的首要关切，他关切的就是直接实践，从而有若干深刻的洞见以为简洁的命题而陈述，而被传颂并发挥引申者，而这些观念命题当然也是象山哲理的创作。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创作就是站在功夫实践要求脉络上的理论创作，是以功夫论中心的问题意识的理论建构。象山这个直接实践儒家价值理想的论学性格，使得象山一方面有大量的文字在要求他人认识自己，进而见履，甚或指责他人对自己私心认识不清，用词极为严厉。另一方面，象山更有相当的文字在指责他人在叙事用词上多有混同道佛语言，而不能坚守纯儒立场者，此即象山辩证三教、捍卫儒家价值系统的具体行为。抽离了这些象山对他人及他教的批评、指责、攻击的话语之后，真正可以作为象山学术意见的代表者，一方面即是他被后人传颂的要求实作功夫的新学命题，另一方面即是他对为学方法的许多具体操作意见。这两部分的合观才可以说是象山在儒学史上有命题建立及理论说明的个人学术观点。本文因此定位象山学思风格即是以直接要求做功夫之学，从而有若干功夫论指的新学命题及众多为学方法的具体实作观点。这就是他的儒学创造的重点。以此为定位，则形上学问题并非他的理论重点。向来学界亦以形上学问题意识的进入定位象山学思，扩大地解释了象山的立论项目。笔者即要指出，象山是使用了传统儒学价值命题的形上学立场，转出为功夫实践要求的种种创说，两分功夫论问题与形上学问题，这样能更有见出象山理论面貌的重心。当然，两分功夫论与形上学的讨论方式，
却为一方法论上的议题，但未有别诸路之分，此时为解决争议的方法论关键问题。3. 象山心学进路的儒学建构。象山有若干特殊哲学命题向为后人传颂，甚至成为儒学史上定位象山的核心观念以及分判系统的理论名称，包括象山论理以及著名的心即理说、不分天理与人欲说、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说等等。这些命题也是象山在儒学史上被定位为心学之诸说者，向来学界对此大力发挥，认为象山是创建了儒学的重大新命题。笔者却以为，这些命题都必须是在功夫论的脉络中才能见其意义，并且都是继承儒学本体论价值立场后而转化的功夫语言，而非形上语言。从功夫论脉络诠释这些命题，正是本文的主旨。本文定位象山心学系统的意旨，其实就是功夫理论向下的发挥，预设着形上学问题中性善本体的立场，而从功夫实践脉络上建立说法，并就具体实践上提出若干做法的意见，总收为心学进路的功夫理论。此即本文第3、4两节所论者。所谓心学的儒学，其实是一个有其意的概念。儒学史上论心概念的系统多以朱熹的心统性情之说意为新概念的讨论，但它是在做概念思辨的存有学讨论。说心学而排斥心统性情的存有学讨论也是费唇舌的事，而以功夫论说一般所谓之心学，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进入定位儒学形态之另一种做法。因此朱熹心统性情之学即是讨论概念的存有学，都是新概念的讨论，但是是两种不同哲学基本问题的进入。心学亦非唯心论，唯心论是形上学的一种主张，说心学亦容易与此混淆，因此说陆象山之学是功夫论进入之学，而不以心学称说，即是可以避免这些诠释上的出入。1. 象山论理。象山功夫论预设着形上学本体论的性善说价值立场，这个预设在象山的论著中是直接当作实有事实而无需多为申辩、演绎、论理的。当然，这个强势的直接认定也是象山转出心学意旨的形上依据，只是他们不是作为主张的申说来论证，而是作为真理的内涵来要求奉行的。参见其言。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3. 本文确定宇宙间有理，天地人皆禀受此理，人即应置身处己于整体天地中的角色而不能私己。这正是传统儒学形上立场的直接认定、接受及使用。象山并未有心说于此，不似朱熹之论与理存有的存有论定位问题。象山只强调人之必顺此理，不能私己，此即象山更为功夫论意旨的思考进路。又见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未能明此理耳。4. 肯定实有此理，
但强调学者应明此理，此即一实践之要求，这才是象山论理的目的，不在那形上实理的存有论思辨，而在肯定此实理下的实践要求，此即是一功夫论的问题意识。又见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为意，况于人乎？诚知此理，当无比己之私，善之在人，犹在己也。5. 人能体贴此理，则知人我一体，不能思己，而宜善于众人。显然象山直接以此理之价值立场即是善而认定之，而这当然早已是孟子、中庸、以降的传统儒学立场，象山仍未有新说于此。又见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其蒙蔽则谓昏愚，通彻则谓明智。昏愚者不见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见是理，故能顺以致吉。6. 象山明确说明宇宙中实有此理，既未变在，则人不能逃之，顺吉逆凶生焉。此中之吉凶尚不是个人世俗命运的贫富贵贱寿夭美丑意下的吉凶，而是德性生活意指的至于贤不孝意下的吉凶，也正是象山坚持为人宗旨的目标所在。由以上象山说理的话语来看，象山于形上学问题的发言皆为预设着传统儒学价值命题的立场而未有新说，理概念的申论已是象山着墨最多的了。论于理者是如此，论于道者天者亦然。象山预设性地使用了性善说宗旨的形上学本体论意见，对于此理之为本体存在的存有论特征的种种讨论，亦如程朱之论于心性理气概念间之关系以及理的抽象特征种种诸说者一概不论，却着重于强调应知理明理顺理，此即笔者以象山学为一功夫论进入的哲学体系性格之意。2. 心即理说。传统上以象山说心即理，而朱熹说性即理，而为诸路理学二分之意见，此意实应在与申论之。究言之，存有论说人皆具理，功夫论说人皆应实现此理，境界论说圣人即是完全彰显此理者，亦即圣人全在一心即理的状态中，但一般人的存在状态却多不在心即理的状态中，因此应予要求实为心即理。至于存有论说人具此理，则是儒学一般通论，而当人以心概念说之时，即应言于心具理。存有论言于心具理与心具性是相同的一件事，因此朱熹以存有论进入而说性即理，只是一套逻辑。只是当此理以善说之时，说性即理，即是要说性善说之意，因此要再位强调。因此，从哲学基本问题分解上说，不应该发生存有论问题中之论于理者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的理论冲突的问题，而只有是论于功夫境界论中要求心即理的功夫以及追求心即理的境界的陈述意旨，以有别于存有论的人存有者主体的人性及天理的性即理说者。而此两说问题不同，不须冲突。
以下引述象山文集中说及心与理问题的语句：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7. 本文明言心具理，倒不是心即理，但问题不在心之为具理还是即理，心可言于具理，也可言于即理。说具理可以是存有论的说人心主体有一性善理体之本，然而说为具理，也可以是功夫境界论的说主体之心之实作功夫而未已能完全呈现为一具理之境界者。说即理者亦然。问题从来不是在是即、是具、是理、是性、是心上，而是在谈论什么哲学基本问题上。另见下文。古圣贤之言，大抵若合符节，盖心亦心也，理亦理也，至当归一经亦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人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谓仁，反是则谓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8. 本文说心亦理，以此心此理不容有二，即是主体心行人道而不思己。这大约是最接近心即理说的一段文字了。说心亦心也，就是要求主体心行必守住人道一心而已，不能落入思己之欲。说理亦理也，是说就是仁义之理一义而已，不能有思己之理。于是主体的心全守住仁义之理，心的状态与理的内涵不二，心之求、知之、知觉皆以仁义之理为价值标的。此说明显的是一功夫论的命题，所以笔者说象山的心即理说，就是在一个功夫论脉络下的命题发言，而不是存有论形上学脉络的发言，因此绝不存在心即理的功夫论说与性即理的存有论说有可争辩之事。至于哲学史上的争辩，或为象山、朱子自己不解，或为后人不解，遂以之为二路之别义，此本文即欲彰明之重点。象山说心即理的话语就在下文。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大。洪范曰：思曰锐锐作甚。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独魔所痛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除患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谓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9. 本文说心即理，但却是在心具理的脉络下说的。心具理原可以是一存有论的陈述，存有论的心具理说即是性善论说，理即是仁义理之理，义即是性善之性，
但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此实际上是会有呈现或不呈现的状态差异的。因此心必须在实作功夫且全服呈现之时，才得说谓心即理。心即理须是穷此理，尽此心之后才能有之状态，故而象山屡屡要求存本心、求放心、尽心穷理等之功夫实践。因此存有论上的心据理说及的转入功夫境界论上的心即理义。因此象山本文所说的心皆具是理之实义，是义功夫论脉络上的心实具显此理义，因此即是等同于说心即理之意。问题仍然不是使用句自即自心自性自理自的问题，而是象山的思路是义功夫论问题，而非存有论问题。此二路分说之后，变得义理明晰。3. 本心说。说象山有心即理之主张，但此说之意实为要求主体心要实下功夫以如理而即理。此心之必应如理即理，是因为此心是指本心而言，主体心以本心定位之，只有本心是主体心之本意，心之在思己状态者皆非本意，而心之必有本心时即性善说。象山说本心之话语极多，参见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皆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故有之，非由外说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意，反生而成，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10. 此即象山即以孟子之良知、良能说此人人本具之本心。孟子之良知、良能说以为孟子发为性善说，因此本心说实即性善说。本心即性，心具本心即是心具本性之意。心指主体心言，本心指主体心本具之本性言。象山喜用心概念说话，实际上与程朱强调性善说之意指全同一事。笔者说本心及性善说见于下文即更为明显。道赛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我故有之，非由外说我也。于不孝者不及焉，则必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必于意见，而失其本心。11. 本心以仁义为内涵，即是以善为内涵，即是说性善。性善即是性中自有仁义礼之之德者，故而主体必以此仁义礼之之德为心之全守方向，而为心义礼义之要求。文中又谓必于物欲，而失其本心，其实本心是无从失去的，只是必于物欲而不能呈现，因此主体不在本心应在的状态，故应复其本心，应求放心。如下文：人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一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12. 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故说为本心，故而不可放失而不求之，故应极力要求守此本心，故发为功夫实践之要求。此即象山心学系统的重要脉络，亦即说性善论指的本心说一说就要说到功夫论指的实践要求上。
此意即本文主旨一再深言的象山式功夫论思路的意思。4. 无心即宇宙说。象山有一极为有名的无心即宇宙说者，此说究为何意？参见下文。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无心，无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13. 此说宇宙与无心可有两层意义，其一为存有论脉络的仁义之理的便在于天地人而使无人之本心与宇宙之存在意义皆通于此。其二为功夫论脉络的主体心之执作功夫而使主体的价值意识灌注便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者。此文后断言于古今四方圣人之同心同理者，较倾向于第一层的存有论脉络的言说，但这不是象山的立论重点。象山的重点是在要求人人用功成圣，而使主体同此便在宇宙的仁义之理，即如下文所言。宇宙内事，乃几分内事？几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4. 无心之理同于宇宙变在之理，即是无心应关注遍及整体存在界所有的仁德事业，因此以宇宙内事与几分内事同为一事，这就是篆出明确的做功夫之要求的命题了。这也再次说明存有论的理解是象山学说的预设，但是功夫实践要求的主张才是象山言说的重心。5. 天理人欲不分说。象山反对天理人欲二分说，但是天理纯善人欲为恶，象山又何从反对呢？究其实，象山说的是功夫论，在主体心之实作功夫下，主体只能是即心即理即善即仁义，且无分于动静状态皆应即是，故而反对主体有在天理状态或在人欲状态之分别之情况，所以象山是就功夫论说的反对二分天理人欲，亦即是反对主体可有在人欲的状态，亦即是反对主体不做功夫，而不是说主体没有天理或人欲的状态差异。此说象山自《礼记·乐记》篇之反对而来，参见其言。天理人欲之分，论即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习之，既曰人生而敬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若是则动亦是静亦是，岂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则静亦不是，岂有动静之间哉？15. 本文明指反对天理人欲二分之意，并直指《礼记》之言以为否定。其实《礼记》是存有论思路，说人性本有一纯粹的状态而以静以天说之，并说人性另有一在活动中的状态而以动以欲说之。象山即是此说为两分天理人欲，并反对之。象山说的若是即指的主体做了全守本心的功夫之事时，此时主体或动或静皆在价值意识上只是仁义义理而已，分不得天理人欲，而皆是天理，反之即全不是。象山注意到另有人将人心
道心之全是说谓天理人欲之二分之一者，象山亦行文反对其言。谓人心人伪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说，大凡人之心，为是经为，才粗便不经为。谓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日月时恶心之类，岂可以善皆归天，恶皆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此说不是圣人之言。16. 象山以为有人矣，人心为道心为经为依允直觉中来确定。礼记乐记中的动静天理人欲说，故而重解上句，以人心有粗有微之差异，却无天理人欲之二分。这还是象山谨守功夫要求，不理会存有论的存在状态差别的说法，只关心终极价值义理应在人心全服实现之纯指天理一义之事。因此既反对人心道心之天理人欲之解释，也否定乐记之说之为圣人之言。至于说到天亦有恶之说，实是象山之粗糙用语，应舍此说。象山反对礼记乐记之存有论思路之说，下文说之更明。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治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源，盖出于老氏。乐记曰：人生而敬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致知之，而后好物行焉，不能反攻，天理灭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此。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且如专言尽是天性，则动读不是天性耶？书云：人心为道心为，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义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为；自道而言，则曰为。妄念作狂，克念作圣，非为乎？无声无嗅无形无体，非为乎？因言庄子云：渺乎小哉，以属诸人；敖乎大哉，独游于天。又曰：天道之与人道也，相远矣，是分名列天人而为二也。17. 礼记乐记偏是在存有论脉络下说主体状态之差异。本文明确见出象山却是在主体功夫实作之要求上发言，故而反对天理人欲二分之说，并称乐记之说出于老氏。说其出于老氏时，是因其中有言于动静者，老氏自是有言于动静，但是礼记此说一时与是否老氏无关。象山捍卫道统，对于老氏之言不及简则一昧否定，对于儒学作品中与功夫论问题亦是不类之言及只为一端而攻击之。事实上象山就是在说做功夫的要求，心义也，人安有二心，就是在要求必须实做功夫守住本心于天理之义理之境界中。人心就是要做功夫的主体，就是要全其天理的道心，因此道心人心不二，自然天理人欲亦不得二分。其实不是人心没有在人欲为恶或在天理为善状态之二分，而是对主体做功夫必须急求天理而不能停留于人欲状态之要求。6. 反对动静二分说。
前结论及象山反对天理人欲二分说时即以述及象山亦反对动静二分，实言之，象山之意十分单纯，主体在有价值觉醒的本心状态时，不论是于静于动皆是主体价值掌握的时段，静中能守，动中不能守，或动中能守，静中不能守，都不是真正的能守，此说确实入理。但是《礼记》原文中的说动说静其实不是主体在情绪之能的动静时段之别，而是即静概念说存有论的本性天理之本具实存，以及即动概念说主体发为情绪之能活动时的种种入理不入理的状态，以及《礼记》在说存有论，象山在说功夫论。参见其言。来书举陈明道先生，静亦定动亦定之语，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于动静非有二也。来书自为静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处静处动不同矣。子之亦岂不自谓静时上或能定，独难于动而定耶？凡子之所谓定者，非果定也。岂有定于静而不能定于动邪？至又谓静虽未能不动，而于动中之定，颇数积焉，此正是单板处。18. 象山之意就是说主体并未真正入理及理时才有在或动或静的自处之差异，若真做功夫，真心即理了，则主体于动于静中皆是一致于天理的。又见本心若未发明，终然无益，若自谓以得静中功夫，又别作动中功夫，恐只增扰耳，何事而非此心？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若动静一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实朋友不可。19. 象山向来反对二心说，动静不一即是二心。不过别人的二心说是说的主体的状态，不是说主体的价值方向及入理其象。象山喜说心意也，即是说的主体价值方向，即是说的主体应全守本心，即理入理，以成圣境一事。7. 反对性财心情概念区分说。象山不重视存有论思路，发言皆在实作功夫上立言，但是学界对存有论问题的讨论人士不少，象山弟子自然也受到影响。一旦象山被问及存有论进路的概念定义之时，他可是千万个不愿意回答。然而一旦回答，象山的答案亦不能外于程朱之说法，亦即存有论的思路自是哲学基本问题之一，只要进入这种思维，则意见极的一致，而功夫论的思路当然也是基本哲学问题之一，但是不能以功夫论的思路来否定存有论的命题，只可以功夫实作来要求暂停存有论思维，这就是正在实作的活动，但这仍不等于存有论命题的知识意义被否定了。参见其文。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无有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
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理会此，成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无有此言，又是之也。虽然，此非无有之过，盖举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的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的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实，则在天者谓性，在人者谓心。此盖随无有而言，其实不须如此。20. 象山要求实处，即是将所学实用于己身来实践之，这才是为学的根本。此话真正入理，并无不是之处。然而，若有学人究心于哲学形上学存有论问题，而为三教义理辩证之需而作思维，此事亦入理，亦不须否定。然而象山却斥之为今之学者，只用心于之业，不求实处，其实无需言于此。论于性情心才的概念定义及关系问题者，即是存有论思路，亦即陈诸屡屡言之者，目的在建立主体的存有论架构，而为去恶向善说明其可能性及必要性的义理根据。此种活动本为义理创作中事，象山却不重视，以为是盖举世之弊。他大约以为儒门义理在先秦时代已臻完备，事实上以他的才智亦确实已能纯熟运用，不有旁落，因此他更重视学者为学之实作其事的道理，故而要求学者实尽此心，自成自道即是道理。若究心概念解析，则是腾口说话，不是正在做功夫之实事，所以反对进行此种活动。然而，这些问题仍是义理相关的，自有其重要功能，故而学人多讨论于此。象山求血脉，要求理会自家实处，就是要求直接做功夫，因此一旦被寻及，吉雅不愿顺其思路以答其问，不得不回答时即曰：若必欲说实，则在天者谓性，在人者谓心。此说确当，此即直就存有论概念解析而言，亦得以性以理说普遍原理的天道，以及以心以人说实践主体的人道。再解析下去，则成诸理气论之种种诸说集的出笼，这就是存有论思路亦为一哲学基本问题之必有之地位，象山实无权反对之。然而象山仍是不重视，仍是不喜，因为这种讨论并非直下主体做心行功夫的活动，因而说其为外之，是别派其言。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先以才说与人，如何逆得？若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的好话的，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使得，凡读书皆如此。又问氧气一段，先生云：此犹当求血脉，只要理会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当无有事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是极意所生者，非一习而取之也。盖孟子当时与告子说，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务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者，故曰是极意所生者。21. 象山以为讨论性情财心的活动是无关乎主体实践事业，并以孟告之辩为孟子要求立起主体本心，而告子仍在心气言三概念间之关系做文章，因此说告子仍于主体实践外分解概念，并非孔学传承，故是别派。象山此处以别派说告子，当代大儒穆宗三先生也以别子为宗说朱熹。22. 穆先生这种分派方式，显见论理侧重主体自立之意，实有鉴于主体当下实作之功夫之重要性，却对儒门主体之如此实作之理据的思维，有其为辩证三教之形上学命题建构之功用，不甚肯定，对诸子学思未必公平。4. 象山新学进路的为学方法。象山这种直接要求做功夫的儒学思路，转出来的较有意义的是若干对为学方法的意见。为学方法当然也就是功夫理论，只是更为具体，虽然更为具体亦仍是有义理深度。更重要的是，这些为学方法最能见出象山自己的内心状态，从而形成明显的教学风格，是以应语讨论，一方面说其文艺本质，另一方面说其于新学系统中之意义，以下分述之。1. 先立乎其大者说。孟子讲的先立乎大者一句在象山的教学中时时提出，这就是要求主体自觉地撑起天地人三极一共的道德价值意识，此意识一旦建立，则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刻刻就都能自作主宰，知所进退，处置得宜。其言。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为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判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臣能立乎其大者，则区区诗文之习，何足以弭眉尊兄乎？23. 能立主体之大者，即是立主体之价值自觉而能坚守意志自作决定者，因此不会被私欲淹没，而若是学习诗文义理，亦不至于单溺在词章考据及华丽辞藻中，而不能落实其道德实践。此说是象山对于学者读书而不能落实主体实践的缺失的批评，就是要主体立其大者才能挽救此失。至于大者何者，参见其言。此天之所以与我者，非由外说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积义者，积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尽德者，尽此者也。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24. 文中见出，此大者与积善、积义、知德、尽德皆同此天所与我之意。立此大者当然就是道德价值意识的建立，
而道德亦是即是天所予我的，见立之并实践之而落实之。有实践即是孔门儒学的谓学之道，没有实践即是异端。象山另有对异端的疏解，他文在述，重点在通义之辩，乃在于实践与否，而非仅只是异理异同。既然重点在直接实践，象山就认为自己的谓学就是真实实践一事，讲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讲的跟做的不一致，因此讲的都是实的，都不是杜撰的。参见吾之学问与诸处异者，只在我全无杜撰，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竟有一无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25. 象山对自己的实践之落实极为自信，也认为这是谓学之道之唯一要务，因此有人讥评他除了讲先立乎大者一句，其他的道理都不会讲。面对这个讥讽，象山居然坦荡荡地承认自己就是只会这一句。其实象山之意就是这一句做下去就是全体的事业了。又见或有基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无亦只有此一路。26. 象山之只有一路者，即是直接实践一路。立乎大者，提其本心，都是要求直接做功夫一意。做功夫而全守道德意识，四应一切生活事业，就是象山的根本关切。2. 立志说，先立乎其大者，其实也就是立志。立志也正是象山教学时常为学人提点的重要话语。参见明之于道，系乎上之教；视之于道，由乎己之学。然无志则不能学，不学则不知道。故所以治道者，在乎学；所以谓学者，在乎智。27. 象山说百姓的生活决定于官员的教化，但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却决定于自己的谓学，因为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是维系社会风气、创造百姓福祉、建立国家政事的重大角色，价值意识及政策方向都要靠自己决断。因此自己建立自己是首要之务，亦即要自己谓学。谓学就是一个意志贯彻下的实作之学，且是无止境之学，因此要意志坚定地做去，才能终有所成，这就要靠立志了。又见其言，学问故无穷矣，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决。28. 学问的重点还是在实践，实践就要立志实践，立志其实还是立的要实践道德价值，以为君子圣贤之志，以此为志，才能一路善学并切实实践，如此才能在行为的抉择中知所是非，为善去恶。又见父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辩智。正己复问曰：何辩？对曰：义利之辩。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29. 象山教学人立志，立志须辩智，辩智即义利之辩，因此立志即是志于义，即是志于实践道德。
成圣成贤一事而已。此外，学者为学故当读书，但是读书即为实践，读书不会实践即是白读了，即是未曾立志。参见。学者须是有志，读书只理会文义，便是无志。30. 显然，立志与先立乎其大者，其实就是二事一事而已，而这就是象山要求实践的为学方法的功夫论的根本宗旨。下文言于自立亦是同一件事。3. 自立说。象山讲自立处意极多，自立就是自己决断，自己实践，自己意志坚定地落实其言。先生居象山，多告学者云：女耳自聪，目自明，是父自能孝，是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学者于此亦多兴起。31. 学人为学，本心已具，义理皆知，只在自己是否确然笃实落实实践，自己知道如何做人做事，并且能圆满落实完成，就是自立。自立可成，是因为义理本然，每个人本来就是一定可以自我完成的，只在自己立不立，做不做而已。当然，自立还须是立在道德意识上。其言：兹知高者，义之所在，顺而行之，出无留难。其次，义力交战，而力终不胜义，故自立。32. 道德意识清醒的，即是资禀高者，当行则行，没有隔膜。其次，对于行止进退还有得失心者，即便其得失而以义力断之，能断之以义不以力者，即是主体价值能坚定笃实者，亦即是于此事上能自立者。自立就是自己立得住于该行和事上。又参见。伯敏云：先生常语以求放心，立志皆历历可记。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吾有分明是先曾知此理来，后更异端坏了。异端非佛老之谓，异乎此理，如记忆之徒，便是异端。孔门为言曾传道，他未有闻，盖言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张子夏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吾有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33. 自立是任何为学者自己立自己的事业，象山教学人自立，这就是要求直接实践了，就是去做就对了。如果还要问别人自己应如何自立，这就是主体心行尚未立志的显示。尚未立志，尚未自立，就是尚未实践，尚未实践就是异端，这正是象山说异端的疏解。文中说子张、子夏之学士，外之学即是其学尚未尽至直接要求实践，还是只理会文义而不直接实践的层次。只有曾子、孟子之学才是直接实践之学，故而的传道统而非异端。4. 实的说。象山说实即真实实践，
这就是象山为学要求于直接实践之意。此意在二程诸悉处亦皆是为学方法的共同重要意见。实言之，儒学为学之道就是要见履的。象山固然多用心于说辞，然而此说必是诸儒共议，没有哪一位儒者不强调要真实实践，只有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创作面向的发挥而已。而强调实作就是功夫论脉络的命题，即便不是主要在做功夫论创作的儒学系统，依然是主张要实际实践的，只是会以不同的文字词语陈述而已。然而，实的一说却亦是在二程及诸悉中皆时时出现的话语，象山亦然，其言吾自幼时听人议论似好，而其实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实而后已。34. 象山自述自幼对于好的道理都是听闻之后就实实在在要求自己做到。象山的这种态度就是切实笃行的态度，也就是儒者追求成圣成贤的应有态度。象山对此事的自信是极为充足的，其言谦虚不博一时，无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时。35. 此言一时，即是真实信笃且真实实践之时。象山对自己有此要求与自信，也认为古人为学皆是如此。其实，其言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36. 真实笃行才是为学之真道，古今皆然，但是学人不能尽实于己，即是谓虚。象山批评道：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___为人不为己，若理会的自家实处，他日自明。37. 说实德之意，其实就是与说自利、说立志、说立大者共同一意之事，这就是象山说为学之道的一个总体共同特色重点，那就是要求直接实践，而不是还在做理论研究，那就是只停留在枝叶，不论是谈价值意识的本体论问题，还是概念定义的存有论问题。5. 亲师有说。象山为学方法之诸说皆共同一意于要求直接实践上，此外，却另有一助缘之意义为象山不断强调者，即亲师有说。象山言，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育名师。38. 立志是主体自觉的事业，全在于己，但是所立之志以及立志后之觉行之智慧与知识能力，却需靠名师之协助，需亲师有意及人是主体立志实践的环节，人是为主体切实践履之目的所含者。其言古人学儒不及，尊德乐道，亲师求有之心，不斥饥渴，岂虚也哉？是必务实之事，真知不足者，然后能如此也。39. 本文以古人为学态度为典范，指务实之事必积极亲师求有。当然，主体志向确立之后，该做何事即做何事，包括亲师求有以助成己事，亦是积极求之，
因此该求而不求是学者之过。但是如果师友教导无方，则即是师友之责。其言人生而不知学，学而不求师，其可乎哉？___虽然，学者不求师，与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听，此故学者之罪。学者之求师矣，能退听矣，所以导之者乃非其道，此则师之罪也。40象山固然要求学者应亲师友，但是也对师友之道有所要求。其实为学者既是学者，亦是他人之师友者，或为师或为学，是时常角色互换的。为师亦是为学的角色功能之一，亦应善为人师。此外，学者周围未能有名师相助之时，则如何？象山也关切到这个问题，其言道广大，学之无穷，古人亲师求友之心亦无有穷矣。以夫子之圣，犹曰学不厌，况在常人？其求师友之心，岂可不及己也？然师友汇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汇聚，则随己智识，随己力量，亲书册，就事物，岂皆猛然，略无毫发开明处。___学者未得亲师友时，当要随分用力，随力考察，使与积极求师友之心不相妨害，乃为善也。41前言本心已具，则人人心中自有一是非善恶的判断准则，即便未遇名师，一人应直接实践本来已经知道的道理，亦不得以未遇名师为不直接实践的借口。象山论亲师友之道的话语可谓圆融完备矣。以上论于象山为学方法的许多具体观念，却是诸义共同一义，即是要求直接做功夫一义，立大者、立志、自立、实的、亲师友等等皆然。象山心学系统的儒学建构的最具体落实，就是本节所述的这几个重要观念。5. 象山一般学术意见。象山学思以直接要求做功夫为唯一重心，许多话语被学界以心学一概念总括之，实能准确掌握其直接要求心行的话语特色。在儒学史上，象山以鹅湖之会及辩太极图说书与朱熹正面冲突。依象山的话，其为意见，朱熹谓之理，医学界的综合，象山谓心即理，朱熹谓性即理。这些形象定位的标目其实都还有许多义理的歧义，本文以是为数解于如前。然而，除却这项众所周知的诸路之别的象山意见与立场之外，象山对一般学术问题亦有他的明确发言，意见亦是不少，但却是不成系统。这并不是他的意见不成章法，而是象山并不是针对什么特定基本哲学问题做义理创作，或特定经典诠释的问题而发表学术意见的，因此各观点之间各自独立。然因这些观点或与实如不同而颇具特色，或与他如相同却从未被提起，皆未能在象山心学意旨之外受到传统及当代学界的同等重视。由于这些一般性学术问题的意见都是象山言之凿凿的话语命题，
相当值得重视及讨论，应予揭露并视作平息，以由此见出象山学术实力的另一真实面貌。此即本文写作之另一重要主题。这些一般性学术问题包括：首先，象山有他自己的特殊文字使用观点，一昧依据传统而不许后儒发味新说，创造新词，因此形成象山论学的一大特色。其次，象山又认为古圣人在价值意识及政策意见上却能与时俱进发味创说，因此十分肯定古人的创造精神。这当然就与象山否定后儒创作的立场十分不类，这就反映了象山是谨守古学直接实践的功夫论进路的学思精神。第三，有若干词汇的使用在程朱之间是作为创造新义理的关键字眼，象山亦予使用，但是象山完全没有认知到这个概念在形上学义理上是大有作用的概念，并正为程朱尽力发挥的概念。由此亦可见得象山是只关心直接做功夫，不关心形上学普遍原理的学思形态，却也未必完全无知，因此有和他人主张相同的现象。第四，象山捍卫儒学立场，因此之故，对于辨异端及君子、小人之辩特别用心，但是却有出乎常人的见解，值得讨论。第五，象山与朱熹辩异简之离，以为两造之差异，而朱熹则是以大学、格致功夫的全解形成功夫次第论的特色。然而象山议论之行关系，意见却几乎与朱熹完全相同，却不曾被重视及讨论。学界宗在意简之离上不断折磨两人之别异，不知两人尚有根本相同之意见，因此象山论之行之说，以及论大学、格致功夫次第的意见就特别珍贵，本文将予详细讨论。第六，象山与朱熹之异同早已是儒学界一大公案，笔者亦另有他文处理，主要即是辩太极图说书以及鹅湖之会的两项。然而在象山自己的文集语录中，对朱熹的一般指控之说法亦颇值得介绍并讨论。第七，象山自认继承道统，并以曾子、孟子一贯之道自成，此说之意见与程朱皆同，但是象山对曾子在孔门中的角色却有发人之所未发之言，颇具特色。第八，象山辩儒佛亦极具特色，重点不在象山对佛学的了解或误解，而是在象山站在儒学世界观及儒学价值立场上所提出的儒佛之辩的意见。一、对无极概念使用的否定。象山的学术性格就是直接要求实践，要求对于儒学价值立场在身心上实下功夫而直接实践。除此之外的理论创作不是他的关切，而他同时代人的理论创作则总是被他攻击为知理琐碎，不涉及实践，甚且入道入佛，因此就产生若干对待学术活动的特殊态度与做法，包括总是直接从是否实践去回答各种知识问题，从而要求实践，以及不许后人创立新概念，却同意古圣人是有创作的，并且对弟子有朋言说时总是口气直接而且严厉等等。
其中不许后儒创立新概念的做法即是此处要讨论的，因为这是涉及理论知识的问题的。象山不许后人创作新概念的做法有几处明显例子，首先当然是他与朱熹辩论《太极图说》中的无极概念一事，其次就是对于持静以及容心与平心概念的使用。关于无极概念的辩论是朱陆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首句之无极而太极之不同意见。朱熹以无形说无极，以太极是无形诠释无极而太极。陆象山以太极本来就是无形的，众所周知，无需加一无极字，加无极字就是入老了，因为这是老子文章中的概念42。因此象山是在做儒老之争的春秋时弊，而不是在做哲学概念的意义定位。依朱熹的无极是无形之意而言，其实就是说的太极是为义理存有的概念，理是无形而实存的，至于阴阳则是气存在的概念，气聚成形，气散亦为无形，但是无论气之有形无形，却都仍是形而下之实物，至于理存有者就始终都是无形的，因为它是理，非观存在。因此朱熹认为周敦颐所说之无极，就是说太极是无形之理的意指，这是朱熹因着存有论的义理创作而有的新的概念使用做法。由于象山只关心实践，因此不许后儒有新的义理创作及概念发明。整篇朱陆辩太极图说书扣着无极概念的争议而展开。43。总结而言，不管朱熹如何借由理气说建立存有论哲学而说明无极概念的使用意义，象山都以无极是老学词汇而说未入道，而反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此一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述之更详，此处简要说明如上。2. 对持静概念使用的否定。静概念在程朱之间多是极为强调的，两人皆述之多矣，主要就是对于周敦颐言于主静立人集之话语的多虑，担心此静字意流入老佛，因此以静替之，此即程颐名言，涵养须用静，静学在致之之意。程朱之对于静字的使用不一一例，然而象山独对于持静之使用大加攻击，却又认同古人言静之义理。笔者以为古人即便未有持静连用之词汇，但是静概念作为主体主一专注程笃之意涵，加一持字只是从功夫实作方面予以提起而已，其意义当无有差别。象山无需如此用力批评其言。存诚持静二语字不同，其可何说？存诚字于古有考，持静字乃后来杜撰。44。象山说持静是杜撰，至于所谓杜撰，不过就是加一持字，以此而说为杜撰，实是象山自己的过度要求，又见其言。吾有能弃去谬习，复其本心，使此一阳为主于内，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无终日之间而为于世，此乃所谓有事焉。
乃所谓勿忘，乃所谓静。果能不替不习，乃是积善，乃是积义，乃是养浩然之气。真能如此，则不愧古人。其引用经语，乃是圣人先的我心之所同然，则不谓吾圣人言矣。_____ 终日拨弄经语，以自复议，真所谓吾圣言者矣。书言日言止尽六德，又言文王之禁忌，又曰往不克禁典。诗言敬天之余，又言敬之敬之，又言圣敬日积。论语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尝有言持敬者。观此二字，可见其不明道矣。45。本文对敬字下定义，一直不差，然后引用古代经书以标出其敬字之使用，亦确实未有持敬之词汇。然而以此即说持敬为杜撰，为不明道却是毫无道理的。象山要求对于古人言说宗旨之认识，应直接实践其学，是十分正确且可贵的。但是其他学者对传统概念命题作在为全解、在为发展之作为，亦非就是背离实践之事。对敬概念加一持，自以为持敬之说，绝不至于会使敬概念一指滑落。笔者提出此事来讨论，就是要对象山强调实践之事加以注脚。其强调实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为要对古儒文艺之实践之落实，就不许后人有在为义理构作及概念创造之行为，这却是一过度之态度。过度的结果就使得敬与持敬两概念被象山如此强与区隔，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了。此时象山却有义气过人之失。3. 对容心与平心概念使用的否定。象山不许后儒创发新义及新词，往往以古人谓及言说之命题及概念是非先圣之言，或即为道佛之言。前节言持敬，即指其非先圣之词。此处言容心与平心，即指为道佛之词。其实关于持敬、容心、平心诸概念，都谈不上是哲学史上重要的核心概念，或是那位哲学家的系统里的最关键词汇。事实上都只是师弟子间书信往来的一般平常使用语，而象山皆反应激烈，绝不容许学者有非圣贤及入道佛之词汇使用。实际上容心与平心也谈不上是道佛的核心概念。象山动不动就发起说人异端之攻击，既不能澄清三教辩证的宗旨，也不能澄清概念使用的准确意义，实只显现出其个人义气的蛮憨而已。参见其言：来教为容心立义，不若平心认理，其说故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经见，读列子有无贺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经见，其源出于庄子。平者水庭之圣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当也。其说虽托之孔子，实非夫子之言也。____ 无贺容心之说，即无心之说也，故无心二字亦不经见。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大。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又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独魔所痛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礼义之悦我心，犹除患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谓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以为无心，此即邪说矣。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谓故有，易而易之，简而易从，除非甚高难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学，以克其思，而后可言也。此心谓正，此理谓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46. 象山回函他人来书，他人来书中使用到容心、平心字眼，象山不喜而指责用词入道。文中以容心出于列子，平心出于庄子，皆非古儒之用词，又认定容心即指无心，又以儒者必谓有心，并有心观，岂能无心？而批判容心说，并展开一大段关于本心的讨论。最后又指责礼记未明，如何能平心？象山一昧的反对曾在道佛文本中出现的词汇之使用，以为儒者在义理上皆应与之对反，然而论说的义理凌乱，只见其辩证异端的敌我意识，不见有概念使用的准确认识。以人说容心即是无心，亦无根据，其言于心即理，说者故义理宽大，却为儒门基本宗旨无误，但转出的对容心与无心的概念执着与斤斤计较之做法，实不能是学问之道矣。象山反对平心概念的使用，但是自己却也用了这个词汇，证据确凿。某方土胸中愚见，欲求定正其词，不得不自答，愿尊兄平心观之。47. 显然，容心与平心都是一般用词，学人自可在各自的语义脉络中使用，象山自己也会有这种一般性的使用，因此又何能阻止他人的使用呢？新概念的使用实在是与实践的落实无甚关系的。象山如果为了要求弟子直接实践，就直接指出对方的缺失即可，并不需要发出文字战争，控制概念。此举是象山学思中最为偏激的作为，从无极概念之争起，至持境、容心、平心等概念之争，都是这种心态下提出的过度固执的意见。这样的做法，恐怕对其弟子的实践没有正面的注意，甚至有羁绊个人成长的缺失。4. 圣贤之间意见可以不同。象山不许后人有哲理创造及概念新说，但却是认同古圣人是有创作的，
并且声明儒门义理不断创新，儒学词汇不断增加之事实，并都以为这就是圣人之功绩。其言：自古圣贤发明此理，不必尽同，如箕子所言，有高陶之所谓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谓言；孟子所言，有吴夫子之所谓言，理之无穷如此。48. 此说明指古儒之间虽皆是圣贤，但言传之义理却可有不同，虽有不同，却并非不相容、不一致，而是新问题的解答及新概念的使用之不同。因此虽有创新而皆可接受并共成一大儒学系统，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对的。然而象山对待后儒的态度就不是如此了。象山在《辩太极图说书》中辩论于朱熹之凿凿言语者，其中最为强势的立场，就是对其文意以为是古儒所谓有故不应新说，或以蕴含而不必在谓深说，亦即后儒不应创发文字义理而只应直接实践。然而儒门义理的整体形象本就是经过一股圣先贤代代演绎、更迭创发而来的历程，并不是一次一时一人一文的定位，此事象山却甚未明白，因此人人必须多为学习，并且必须学习深入。其言：人情物理之变，何可胜穷？若其标末，虽古圣人不能尽之也。夫子之圣，自以少见而多能，然驾不如老农，仆不如老仆。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起注之意，须于后学。伏羲之时，未有尧之文章；唐虞之时，未有陈周之礼乐。非伏羲之治不如尧，而尧舜之治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序，积羲之际，尚可考也。学谓之治，自用其思者，乃至于乱元尾之伦，颠蒙孽之序，穷年促岁，弥所砥砺，犹骄骄然思以益天下，岂不谬哉？49. 本文即是明白理解义理是有意开发创新的历程，并非后人否定前人，而是有意相继承续的传统在面对不同局面时的创作。然而象山自己并未把握这个精神，否则象山又如何能不许他同时代的其他儒者在位创作呢？这就是笔者要指出来的。象山固然于道德意识上之自我要求甚高，要实作实行，但也在苛责于人上过甚，且不能分辨种种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只许古人创作儒学哲理，不许后人接续创造，态度偏执，应予批判。5. 对器柄概念的直接使用。象山对持敬、容心、平心等不甚重要的概念态度激烈，但是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极为重视的器柄概念却毫无敏感性。象山大方地使用这个概念来陈说人性善恶状态之别异，却未见深入详实的理论讨论，这也显见象山不是存有论进路的哲学关怀。器柄问题是程朱哲学中讨论人性论问题的大宗课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有鉴于经验上人与人之间确实有个性才情智能上的真实差异，总称之为器柄问题。
那么在道德实践的自我要求上，天生气柄的差异会不会根本性影响众人成圣成贤的可能？程朱皆认真处理了这个问题，且处理得十分细腻深入，其学说还被象山批评谓之离。然而气柄善恶问题关系到儒学要求人人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关系到孟子性善论的能否立足的问题，这当然是儒学内部一大重要义理课题。对于这个问题，象山并没有系统性深入讨论，更没有建立详实的理论以为运用，但却是一副理所当然地使用着气柄的观念，直接道来，似乎问题早已被厘清，他就是直接使用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参见其言：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至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途总之，则宜贤者心必至，气必清；不孝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50. 气柄义下，其功亦劳，此圣人贤人众人之辩也。51. 由此二文可见，象山完全认同气柄差异的说法。圣贤渔夫之所以不同，就是气柄差异之故。然而，不仅圣愚有别，即便圣人之间亦有差异，如其言：圣人者，并时而生，同堂而学，同朝而用，其气柄德性，所造所养，亦岂能尽同？52. 气柄存在是儒学系统中很严重的理论问题，因为有气柄的存在，所以学人如果不能立乎大者，立志自立的话，则流于为恶是可能的。如其言：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气质偏弱，则耳目之观不思，而避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由是象之所谓中性者，流而放屁挟持，而不能以自反矣。53. 面对气柄存在在人性论问题上的深刻影响，象山虽未深入检讨，不如程朱之深入处理。不过，就功夫实践要求上，象山则是守住了性善论的立场，而为人人皆有可至成圣之能。虽然有气弱、气浊之缺失，却并不能造成主体实践的根本性的限制。其言：学者之病，随其气质千种万态，何可胜穷？至于各能自知有用力处，其智则一。54. 其智则一之可能性保证当在于性善论。依象山，则可以是其本心说、心及理说来保证的，但是象山没有致力于建构理论系统以护卫此说，但理论上即必是蕴含此意了。笔者提出象山这些论于气柄的话语来讨论，主要的用意就在于要明确声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象山不论则已，一旦论之，则其意见不能与程朱论于人存有者的存在结构的存有论思想有异。由此亦见出程朱所论之存有论问题，亦确实是儒学发展所必应蕴含的义理，绝不能以之离讥讽之。象山自己的儒学思路主要都在功夫实践脉络上，对于形上学存有论问题并不特别着意，
但不能因此就批评着意于形上学存有论问题的体系建构者就是支离而不议简，亦即不实做功夫者，这根本就是问题意识的错置。象山自己用力揪心于直接实践，对存有论问题不经意的谈论都与程朱一致，却仍转出对于用力揪心于存有论系统者的攻击，显然是有过度自信之失。6. 对小人观念的新解。象山分辨小人概念，以小人如并非真小人，为智夫邪恶才是真小人解之，此亦一直一提。其言：当时夫子告之曰：汝谓君子如，吾谓小人如。夫所谓小人者，其显贼不正之谓哉？果显贼不正，则又安得谓之如？虽曰如矣，然而有所谓小人如，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虽曰小人，然不可不谓之是。55. 本文分析小人如者，并非奸险邪恶之人者，只是说其不能通权达变，个性谨小慎微，气象拘谨不开者而已。这当然不是君子如的理想形态，但仍算是有所择善固执的世人，只是小人如而不是小人，因此象山尚未肯定之语，其目的就是要论述真小人的形态。其言：必扭于习俗，避于文见，以陷于恶，而失于本心者，不可惧谓之小人。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见善行，而狼狈自若，摩所忌惮，会狭奸特，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智夫邪恶之小人。56. 小人并不是一般习于旧俗，闻见不广，而为善不足者，因为当其闻善而慕，知过而惧，则即入于君子之列矣。那怎样的人才是小人呢？那就是知善不畏，知恶不去，并恶意伤害善人善行者，这种人就是一意为恶的真小人、真恶人。象山此说也并不是要为假小人开脱，而应视为对大多数人皆仍有机会成为君子圣贤的勉励。要为真小人未必容易，要为是君子只要向上一提即入正道。象山此说见理与用心都极可嘉。7. 对异端观念的新解。象山捍卫儒学价值，但是他的矛头却总是指向自家人，盖自家人中不能切实践履者就是异端，因此展开对异端概念的新解。异端概念出于《论语》，后儒以之辟道佛，指非无儒之学，然象山以为孔子之时未有佛家，《论语》中亦未见批老氏之说，则《论语》中异端之词究指何人？象山以为就是不能如实践履之人。其言：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义？况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鲁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故未见佛老，虽有老字，其说亦未甚张者。夫子之恶相原，论梦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名矣。异字与同字谓对，有痛而后有异。孟子曰：耳有同听，有目同美，口有同视，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节，
又曰其魁异也，此理所在，其容不同，不同此理，则异端矣。57. 古人所谓异端者，不专指佛老。异端二字出《论语》，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佛，虽有老士，其说未赤。孔子亦不曾辟老士，异端岂专指老士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斯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58. 由上二文可见，乡愿者才是《论语》中所批评之异端，是行为异乎儒门之理者，就是异端。尚非只有主张非儒信念者。象山之异当然不是说现在的老佛不是异端，而是说即便是现在的儒门中人亦有是异端者，且不是说他有提出违反儒家价值信念的立场者，而是说他不能如其实理实事的切实见履。这也正是显示象山于儒学一门中特重切实见履的思维特色。然而象山以朱熹谓之离之病之说众所周知，下文却见象山以尽意以易简或繁难辨异端者，其意岂不只指朱熹为异端了？其言先生因谨学者攻异端曰：天下之理，将从其简且易者而学之乎？将欲其繁且难者而学之乎？若繁且难者，果足以为道，劳苦而为之可也。其实本不足以为道，学者何苦于繁难之说？简且易者，又易之易从，又信足以为道，学者何但而不为简易之从乎？59. 文中言天下之理本从易简，为学即应为此学，而不应入于繁杂之路，此说即近乎以朱熹之离为异端矣。其实象山论于朱熹之离之说者，当是指其为学方法之从格物穷理入手一事，而不能只为朱熹建立繁琐的存有论理气说系统者。说易简与之离是指功夫方法说，不能是形上学系统。如果象山是批评朱熹的辩著群经又建立形上学系统者谓之离，这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错置，则朱熹也就没有什么需要争辩的了，因为这就是象山以做理论者不是在做功夫者因而以之为之离的胡乱批评了。然而就算是象山真以朱熹的格物穷理为功夫入手理论而为之离之批评，则这也是功夫理论错置。朱熹讲格物致知穷理是就大学公自必说的入手之意，格致穷理中即是为成立正心切实理行两事。小等咧，免着惊，紧着一来坐。看老咧来吃，有好康的笑亏，山珍海味嘛真多。一事，实未尝割裂知识学习与行动见履为二事。此意甚至连象山自己都用心提倡，后文即将指出。因此，以朱熹严格至次第谓之离者为异端，实为象山自信过高之失之又一例。象山以异端为不直接实践之诠释，此意甚佳，
然按以他如谓之理，为异端之指控，却是不辩义理，十分不当。8. 对知行问题的意见。因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次第问题，朱熹极力发挥之，却引发知行先后的问题。朱熹深入剖析，终于圆融的和会知行问题。然而，此一问题究竟是有诸多面向的。象山义面对此一问题，却明确主张知先行后，言语凿凿，参见其文。前以易知，坤以简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干；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干之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60. 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有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当为是不当为？61. 仅就知行的表面意义而言，陆象山主张先知后行，且以易传、文本集、中庸、文本正说之。强调学之未博，则不能确知所行之当否，因此必须先知先学。又见博学审问谨思明辨始条理也，如今深而高下龙沙，及徐书数，自有许多节奏。到力行处，则无说矣，如欲正然，纯一而已。知至之中，皆必由学，然后能治之中之，所以孔子学不厌，发愤忘食。62. 象山以中庸之说法为知行两段之分，始条理者今生之节，中条理者欲正之纯，此中有次第。然而为学一事却是关键，并以孔子学不厌，发愤忘食之事以说知至之中之重要性，且认为知之一事若未究明，即亦转为各以己私自蔽其见而为近似之言之行者，此时即同于前说为异端之儒者了。此亦参见下文。中庸故言力行，而在学问思辨之后人智性直勇刚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知而不好学，则各有所避，以于一说一行而玩之，熟无其味，不考诸其正，则人各以其私说，而复于近似之言者，其有穷矣哉！63. 当然，强调知先行后之说，并不表示有一位即知之时即有亦可以不行之时，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有一尽知天下事的时段，也不可能处在什么都不知的状态，只是说学人必须自知自明，知道自己此时的未学缺失，便即刻改正。而对于知识上尚需究明之事，则认真逐一究明，究明之后则随所当行应行而即行之，绝非一套空言之先行后的空理。此亦与朱熹论于知行之说亦是一致的，如其言。而所大患者，犹在于不明，必欲天下之理魔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顺之年而后可言，然学而不厌，发愤忘食，回非助我，岂与者伤？则虽夫子之圣，亦非有天下之理皆以尽明而无复有可明之理。今谓立之不明者，非故则其不能尽明天下之理，盖谓其有不自知之处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
若能谓能，不能谓不能，名谓名，不名谓不名，乃所谓名也。64. 象山强调必先知而后能行，对于以明之事则才能行之正确。学人如果刻意坚持，则象山此说岂不正与其立志说、自立说、立乎大者说者似有汉格？其实不然。前三说皆是主体意识确断之价值自觉之事，主体既立，即当切实见履。然而见履中仍有次第，此即先知在行之次第。此亦即知行问题是次第问题之意。至于立志诸说，即是本体功夫之事，做功夫即是主体以本体为心行主宰之事业。此事业无论就哪一个具体的目说时，皆是本体功夫，知与行亦皆是本体功夫。大学八目一条条皆是本体功夫，指其中尚有次第，然虽有次第，却同条一贯，首尾相合，诸事一事。因此象山以为自己与朱熹多有不合之种种言辞，实是自信过度之言辞。一旦论于次第，象山之说何曾有与朱熹别异之处？此事学界多未注意及。论于调和两方者，甚且不知象山之有如此朱熹式的命题主张。此上就知行关系而论，若就大学文本八目次第之诠释而言，则象山之说及朱子之说，朱陆二人机以难辨雌雄矣。下节见之。9. 对大学格物致知观念的解读。仅就大学文本诠释而言，象山亦如朱熹之忠于大学言说之义理而未全解，反而并非阳明之发为新义之创说形态，参见其言。故这15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处。中庸言博学审问谨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亲师有事学，思则在己，问与辩皆须在人。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尽。况非圣人，岂有自任思之而能尽学者？65.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烦，如何尽研究的？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龙师亲友。66. 此二文皆规规矩矩依于大学。原文一指而未陈说，并明确指说格物致知是下手处之意，而象山言中的格物致知即是朱熹发挥的穷理之意，因此也以中庸的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解说之，具体就是读书亲师友，依往圣先者与师友之言而奋勉求之，以免行动时流于自任思之，以致行为错误。且所需求之之理，其实早已具备于我，只要明理。明理即究明本心以具知天理，此时亦宜求于师友。象山对大学
八木公府次第本末先后之权解时事权和文本本意，未曾更为创发新意，亦即象山完全认同公府次第中的格致位先以弃成正修其治平之序，其中格致位先即是之先行后之次第要求，此说象山甚且引中庸。引孟子诸说以证其指之为真义，其言大学言明德之序，先于治之。孟子言成身之道，在于明善，今善之谓明，知之谓治。__是悦而北远，悦奴而越远，不知开端发足，大指之非。__必没生于大则，穷老于幽兜而已。67。此处象山以孟子言于明善以为成身之道，以说知之不明必没于行之意，确实就是知先行后之说。象山此说为何不见有以本体公府之离之批判？其实当然无需为此批判，知与行皆是本体公府，次第问题另是次第问题，与之离与否无关。可是象山却仍有多闻以此批判他，如真是自信过度。象山之先行后之意又见为学有讲明，有见履，大学治之格物，中庸博学审问谨思明辨，孟子使条理者，治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中条理者，慎之事，此见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自大学言之，故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无为笃行之而已，是明行者也。68。象山自己提出讲明见履之意，分谓之行先后之别，以孟子、中庸之说佐证讲明为先之重要，落实于强调大学，确实先乎讲明。此说明白恳切，立场鲜明严正，维护大学公府次第问题之本意，且与朱熹之说法完全相同。象山此段文字几乎不曾为学界所申引，殊谓可惜。此说虽与象山在儒学史上的形象有异，笔者亦不会因此将之打入象山少作之初稿，亦如象山说周敦颐之无极，为其少作之批评。笔者也不会以之为之离，为不知本心，为不知心即理，为不直节意简之批判。此说本就是诠释大学文本，此说本就是言于公府次第问题，先知后行绝不与直下本心的本体公府说互相矛盾，问题不同，层次不同，无需搞混。由以上之行关系及格致文义的讨论，明确见到象山论于知行次第问题权和大学文本意见，亦即全同朱熹所思所述，如不是象山年轻气盛，意气过人，何须发谓之离之攻击？此正象山之病，非谓儒者必有此病。10. 对诸子为学之道的批评意见。象山对朱熹的批评向来十分严厉，
从学术研究脉络言，则是以变太极图说书为主题，两造几乎便至破口大骂。至于一般腾口说的话语，则亦不少见，两造皆然。是有为调和两造理论者，其言皆的成立，但说到调和两造义气者，恐极难入手。原因是两造都在平日言语间不断有攻击挑之话语，朱熹有此，象山亦然。这些话语有义气者，也有论理者，但其实皆是一指不清。笔者当然仍持两造就义理根本言须得汇通一致，但是也同时深切认识到两造的义气冲突时是难以调和。以下就象山话语陈说之。朱元惠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敬专以尊德性诲人，故由其门者多见履之事，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由某之门者见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惠欲去两短和两长，然无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69. 朱熹所说应为两造之实际功力之长处及短处，并不能说两造之为学意见之有或尊德性或道问学的主张之差异。而象山说朱熹不知尊德性，则其道问学便亦无从道问矣。此说究竟何意？查于前文，象山对知行格致之说之诠释立场时与朱熹相同之事实，则朱熹说象山专以尊德性诲人，以及象山说朱熹不知尊德性，都是不能成立的话语，实不暇多辩。象山对朱熹的批评话语上有十分露骨者，见下文。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惠翁之学，是明悟度数，形而下者。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以说惠翁，惠翁未服，惠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常以惠翁书云：揣量摹写之功，依放假借之肆，其调化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惠翁之高荒。其实言惠翁见道不明，以模仿假借说朱熹之高荒，这都是置人于绝巷的堵死的话。任何人听到这样的批评，则人际之间只能断绝矣。所以笔者说两人的理论性意见仅可调和，但义气之争的部分实难弥合。象山斥责朱熹之言语如此严厉，但当弟子问到两人关系时，象山却采取故作清高的姿态，一副自己根本没有跟朱熹计较的态度。参见先生与惠翁辩论，或见其不必辩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无朱惠翁，青田亦无陆子敬。71. 此话之意即是辩与不辩都不爱道理，因此可以与辩，也可以不与辩。道理凿凿确实，因此我虽辩之而无辩也。此说可见儒者对所信仰的义理之高度自信，但也显示儒者对他人话语甚不看重的轻视态度。下文态度更为轻蔑。一系不悦，谓然而叹。包敏道士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惠泰山桥月，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耽搁奈何？
褒曰：事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责。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嫩的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个诸元会，陆子敬、变天的蝎子，无了后变简的蝎子。72。象山月下散步，本可兴发诗人观月情意，或忧患天下黎民，或深思哲学理论，却只是感叹诸子不见道，显见象山念兹在兹于朱熹泰山乔岳的学术地位。然而说一位儒学理论家不见道，这等于是完全否定了他的学问人格，这当然是一种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象山却伪是以惋惜的姿态来表现，而说可惜说自单个。旁边陪伴的心思单纯的弟子请求象山无需惋惜，只著书以待后世之自慰则选即可。不料象山却恼羞成怒，疾言厉色地指责弟子没长进。其实弟子是要象山放宽心，不要再管朱熹的形象地位及学问人格的事了，这怎么会是没长进？究其实，这正是因为弟子之说正中象山过于好真之师，才引来象山的动怒。象山虽说几句高明漂亮的话，以为诸路之说对于天道昭彰皆是不增不减，因此也无需留给后人选择。笔者以为，象山若真有不增不减的体认，则即应静默之，而未有修养之明证，为何还要攻击朱熹呢？显见这几句高明漂亮的话，正是为掩饰其内心必欲强出他人的遮掩语。笔者见之十分感慨，有意于此彰显象山的修养程度。11. 对曾子传道统的观点。象山论于道统之传在曾子，此说正与一般宋儒所言皆同，只有士公学派的叶氏反对之。73. 然象山之所论却有新意，即其以切实践履直接实践的心学精神肯定曾子，更以曾子为孔子亲则为是孙子思之师之事说曾子之真得其道统之传，此意却是象山之创说，颇有新意。其言：夫子寂寞，其传故在曾子，盖可观矣。74. 若子贡之明达，故居游下之右，见礼之正文乐之德之时，觉凡民远矣。从夫子游，如比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比其志。夫子寂寞，其传乃不在子贡，故在曾子。思见之故人，难于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75. 为曾子得之以鲁，是曾子切实践履不上多言之称赞语。此说当与象山强调实作时的自立笃行之意扣合。此说中明白批评子贡之有私见顾己而不自知，反不如曾子之真切笃实，以为对照。象山又以孔子亲为子思则师之事说曾子，见其文。学于夫子者多以___最后出如高子高、曾子，虽有于鲁之好，其实皆夫子所喜。于二人中，有属益于子高，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见其所成就，促之传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于死，子思乃夫子世孙，夫子之门人，
光耀于当世者甚多，而子思读诗是曾子，则平日夫子谓子思，则诗可知矣。载我子贡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张右下一等，然游下以善文学之长，而堂堂乎子张子游有以为难能，其言论足以动人，光华足以耀俗，诚非以于鲁的好者所可比拟，至其传道授业，不谬于圣人。载我子贡有若，犹不在此位，况犹下乎？故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76。此说中不仅指曾子为孔子亲责，更说明孔门其他弟子之所以不在圣人道统之位之原因，即便其言论足以动人，光华足以耀俗，却不如于鲁之曾参，因其切实笃行于传道授业之圣学事业者，象山因此得以曾子、子思而孟子之统序以为道统之传。象山此项意见，实际上还是象山最重视直接实践的为学立场的反映。象山对于载我子贡子游子夏子张诸人的评价是否即为历史上的事实，实亦难以为断。孔子是否亲为子思，则失亦难以为断。笔者亦无需在此断言是非，只指出这是象山特有的观点，反映他重视切实笃行的为学立场即是。12. 对如佛之辩的观点。象山亦作如是之辩，向来儒者之辩佛，笔者皆以为儒者不明佛理，因而辩之无力，主要即是不能于世界观、宇宙论问题上看清楚佛教不同的知识立场。象山之辩亦然。唯象山之说法中亦有心意，此心是心于儒者辩佛之心。此心有四义：其一，以出世入世说公私；其二，以佛家之明道者亦不认同轮回说；其三，说世事之虚无如不虚，而无如之虚是虚之；其四，以中篇说如是，先见下文。某常以义利二字判如是，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临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____ 是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谓菩萨发心者，亦只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为义为公故经世，为利为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嗅、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世事尽未来既普度之，皆主于出世。____ 世事之所怜悯者，无如之圣贤无之；无如之所病者，世事之圣贤则有之。是使世事之圣贤，而神之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从其教之所由起者观之，则如是之辩，公私义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77。象山以出世入世说，以为公私之辩，实基于象山自己的儒学本位的经验，现实世界的世界观范喻，
中国大乘佛教世界观中之世界，不止儒者所见之天地人三极之世界。象山言之出世者，即出此天地人三极之世界者。然此天地人之世界，仍是此经验现实世界，并非佛教徒讲的真正整体的世界。因此佛教徒尚有天地之外之世界之众生之皆须普度之而使成佛之说者，正人是为公而不为私，只是儒者不接受此他世之说，遂以成佛于他世为逃离于此世而为私己之学批判之。象山以佛教徒中之有道者之见中，亦不以为有轮回之说者。象山之能有此说，必是有见于禅宗或金刚经之言于般若精神之不执着于此世、他世、轮回、涅槃之诸说者。象山以为其在知识上即不主张有此世、他世及轮回之观念者。此说正见象山不知佛教世界观，且不知佛教般若智慧之真谛，行般若智故不执，不执才有真超越，此为行般若智之功夫心法。象山不知，故以为佛教中真有实者，亦不执涅槃轮回等说。此一误解，正使其更坚定佛教出世之为私己之说者。象山以世事关切之他世轮回问题，儒者毫不关切，因其非真世界。但是儒者关切的现世礼教德目诸事者，却为春秋大义，世事不能不关切，因此儒高于佛。此说仍是在儒学世界观及价值立场上的发言，说法有新意。但是知识的基础仍是不平等的，此说仍只是辩论口实层次的事情。除上三义之外，象山却知佛教立场之用心在出世，遂指其为私己，虽非为恶之教，却以失大中至正之旨，此即以中篇说如佛之心意。其言彼其事无失礼春秋，何赤以为序于土居，为其教之所从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及亦如此。故某常谓如谓大中，是谓大篇，以是与其他百家论，则百家谓不及，是为过之。原其始要其中，则思与利而已。来教为佛说出世，非舍此世，而于天地外别有乐处。某本非为其如此，独为其不主于今世，非三极之道耳。又谓若众圣所以今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今世，亦于出世而别有妙道。吾儒之道，乃天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典常，谓之仪伦，盖天下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义而已矣，不可改头换面。78。本文有儒佛两路的来往辩论，有主佛教观者之儒佛辩证意见及象山的反驳两路。首先，主佛教观者说佛教之出世非舍此世，象山说自己也没有说佛教是能够舍弃此世的，只是批评佛教不主张经营此世，这就是说其私己的缘故。此说正好符合象山根本不认同他是存在之世界观，因此诸出世说皆只为逃离此世，故为私己，因此以不经营此世说佛教之为私不为公。主佛教观者又说儒学之经营此世之真能成功，须是不执着于今世而别有妙道才能落实。象山反驳说今世就是今世，
大中至正之教不可改头换面。此说中之主佛教观者，是以般若精神之不执着于经营者，才是为真经营之智慧诠释儒者圣人之事业。象山不从般若思想理解其意，认为儒学价值立场就是仁义礼智，则善固执，直来直往，岂须为不执着之经营之智者？故儒者为大中之教，是为大偏之教。象山此一批评一人是儒学立场之基本反映。以上四义是象山辩佛说中之教有特色之意见者，理论上的价值就在反映儒学世界观及价值立场，并巩固之，然对于辩佛上无重要理论效果。13. 指导后学的禅门风格。象山教学风范确实是有禅门风格的，教学风范指的是象山接引后学的过程记录中所显示的特殊风味，而这正是他被批评为禁禅的原因。批评象山禁禅是没错的，但说象山是禅，则当然是错的。一个学术系统是禅是儒当以价值意识及世界观认识为标准，象山既是儒门价值立场，又完全不接受佛教世界观，因此作为理论家的象山当然是儒学而非禅佛教。然而，教学风范是没有定法的，说禁禅或不禁禅都不必定于一义。象山以下的教学活动记录就有这种禁禅的特色。先生举公兜子问：君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职，某因此事，便收此心，然唯有照物而已。他日是作先生，摩所问。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一家，某因此无事，则安坐名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成营中立，窃忆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亦显也。某问先生：何以知之？曰：战之谋子而已。79. 明儒罗清顺即以此说为象山是禅之证，其言或犹不以为然，请复实之以是。有杨简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常发本心之问，遂于象山言下，忽审此心之清明，忽审此心之无始末，忽审此心之魔所不通。有瞻复明者，从游象山，安坐名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成营。象山目逆而视之，曰：此理亦显也。盖为禅家有此机轴，是观孔曾思梦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80. 罗清顺攻击象山为禅之说法有二，其一为象山论心性之学即为禅学，其二为象山教学风格即为禅学。说心性之学是说本体功夫之学，禅佛教有心性之学，儒门亦有心性之学，此一攻击是罗清顺自失义理，不待多辩。至于象山教育儒门弟子何以有此即似禅门风格，此亦须辩。象山约束门人之作风，向来严厉，象山约束自己的心性更是日日下实功，故有自立时的诸说，就为学以成圣贤人格而言，本来就是实下本心的事业，
时下本心则境界必上扬，境界上扬必有真显。不论是儒释道三教，皆能有师弟子互相印证的实感。象山律己有德，更有实感于弟子的境界上扬，故而直视之及知之，此事三教皆可发生。象山所处时代正为禅门风格早已大行天下之际，技术之间以此风格著录，亦非即此入禅，只是风格之相似而已。罗清顺以功夫操作的风格说象山是禅，如此才是混乱三教之说。儒者读经禅门读经，儒者尊师禅门尊师，儒者礼仪威严禅门礼仪威严，儒者洒扫进退禅门挑水担柴，则儒禅之际岂不尽皆消泯？论于三教当在世界观及价值意识，而非行仪风格。6. 结论。本文对象山学的研究，立基于南诸陆之争及当代新儒学的象山形象定位的认识基础上，以及中国哲学解释架构的方法论讨论之平台上，企图做若干象山学术性格的再定位。首先借由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分辨，定位象山学为功夫论哲学主轴之思路，相较于既有形上学存有论思路及功夫次第思路的朱熹学思而言，自是一大差异。然而虽有差异，却不宜以为正相对反，以为是不同哲学问题的创作则可，以为是同一哲学问题而有对立意见则不可。本文即以此一态度诠释象山学，以象山新学时为一功夫论哲学系统的儒学建构，对于确定概念定义、建立理论系统的形上学，存有论问题，并非其理论关切方向。因此在涉及若干普遍原理的概念讨论时，象山立即转入功夫实践的要求中，要求实践的功夫论主张即是象山立论的特色重点。本文对于象山谈修养活动的诸多意见，总说为象山新学进路的为学方法，仍以此为新学进路的功夫理论，只是更为具体。这一部分的意见非常能见出象山对实践功夫的具体想法，因为它们都是象山实际受学及自我受用的意见，因此是最能彰显象山学的主要精神的理论部分。本文讨论象山一般学术意见，其中讨论象山对特定概念的否定，是要彰显象山某些偏执的学术意见。至于小人及异端之说，则是表述象山若干颇有意义的特殊观点。对于知行问题及对大学格物致知说的诠释，以及对朱熹的批评三节，则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为改变象山在理论主张上有别异于朱熹的传统理解，指出回到大学诠释的学术研究本位时，象山意见不能与朱熹有别。既然理论上不能有别，意见上确实有争执，则只能视为象山与朱熹确实进入意气之争了。最后论及对曾子即辩如佛的说法，则是为介绍象山对道统即辩佛的若干新解，意的见象山人为一立言深思并极有主见的思想人物。Titl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nfucian through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discussion of some scholastic opinions in Liu Xianshan.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Liu Xianshan was famous as his theory of the min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introduce his philosophy of mind as a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Liu Xianshan did pay attention toward the metaphysical problems. His discussions about the universal concepts were turned to the asking of practice. What his most noticed words, "the mind is the principle," was actually a request for people to follow the moral principle. Under such kind of thinking he proposed some other statements like, "Mind is univers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desire and universal principle," which were all based on the request of practice. His such ideas was always being compared with the philosophy of Chu Shi, who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ontological problems and was criticized by Liu Xianshan as lost his mind. The author wants to point out the criticism was of course a mistake of Liu Xianshan, due to his taking Chu Shi as theory of being as theory of practice. Liu Xianshan had some other scholastic opinions which were seldom been noticed, such as he sometimes stubbornly insisted on some Taoism and Buddhism concepts should not be used to propose the Confucian ideas. This reflected his fixed will to defend Confucianism but lost the objectivity of words usage.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procedure in the Book of the Great Learning, his understanding was so much the same as was Chu Shi. This reflected Liu Xianshan disliked Chu Ci by person but ignored their theoretical opinions were the same. Liu Xianshan agreed with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was succeeded by Zisi Mencius, and proposed that Confucius had personally chosen Zisi to be the teacher of his grandson Zisi, owing to Zisi as was the one who could honestly practice the Confucian doctrine. This reflected Liu Xianshan care about the practical problem as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issues. Liu Xianshan also criticized the theory of Buddha and suggested some new points. All the discussions above help to figure out some new pictures of Liu Xianshan as a great Neo-Confucians, which is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o go for. 宜劳思光先生言，人之意向山径禅或属于世事之学者，大致皆因不知心性论非世事所专有之故。向山成孟子而肯定主体性，其精神方向人事化成世界，而非舍离世界，则与佛教根本不同。佛教以离苦及解脱为最初宗旨，其后虽衍生大乘教义，然终一度为立教之方向，渡即登彼岸，非成就此岸也。此所以佛教之主体乃一超离之主体。
所显现之主体自由，亦只是净敛意义之超离自由。儒学在孟子学说中即已建立主体之肯定，但儒学以建立文化秩序，在当前世界中实现理为宗旨。其后虽以变而为汉儒之宇宙论，在变而为宋儒之形上学及混合系统，其以教化为主之精神方向仍始终未变。儒学心性论所肯定之主体，乃超验而能决定对象秩序之主体，故显现为渐动之主体自由。其精神方向是肯定世界，非否定世界。如佛之辩即在此，并非必须讲一天道，立一客体实有之肯定，建立一形上学理论，方是儒学也。倘学者据此了解，则陆氏之学虽以心或主体性为大本，未可及未与佛教相类。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3上，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11月6版，页394_395。2. 参见杜宝瑞。3. 陆象山全集，卷11，书与诸记道，页90。台北世界书局1962，据名家进江西刊本校印。以下陆象山全集引文同此版本。4. 陆象山全集，卷14，书与包祥道，页116。5. 陆象山全集，卷11，书与五子48，页93。6. 陆象山全集，卷21，杂者一说，页163。7. 陆象山全集，卷22，杂者杂说，页173。8.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岑宅之，页3。9. 陆象山全集，卷11，书与李载2，页95。10.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岑宅之，页3。11.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赵坚，页6。12. 陆象山全集，卷32，时宜，学问求放心，页237。13. 陆象山全集，卷22，杂者杂说，页173。14. 陆象山全集，卷22，杂者杂说，页173。15.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311。16.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302。17.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2。18. 陆象山全集，卷3，书与张辅之，页24。19. 陆象山全集，卷4，书与潘文书，页37。20.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8。21.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8。22. 参见穆宗三先生言，伊川诸子不是儒家的正宗，我称之为别子为宗。什么叫别子呢？这是根据《礼记》而来的。譬如说有弟兄2人，老大是嫡系，是正宗，继承其父；老二不在本国，迁到他处，另开一宗，
而成另一个系统，这就叫做别子位宗。中国哲学19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10月出版，页415。23. 陆象山全集，卷11，书与诸记道，页90。24.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少书义，页1。25.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5。26.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63。27. 陆象山全集，卷21，杂者，学说，页167。28.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少书义，页1。29.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4。30.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79。31.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61。32.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63。33.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7。34.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63。35.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4。36.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岑宅之，页3，附4。37. 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8。38. 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6。39.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邓文范，页7。40. 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李沈干2，页10。41. 陆象山全集，卷3，书与黄元吉，页29。42. 参见象山言，诸子发未联系的太极图，于木伯常，伯常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无圣人之书所谓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促痛之，此老氏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典校，中华书局版，页1898。43. 穆宗三先生向来肯定象山超过诸子，但在无极概念使用问题上，穆先生亦持平地说象山是不对的。其言此种不弃之酝酿后来爆发，而为太极图说之辩。时象山年已50，而诸子已59岁矣。但此问题之辩，严格讲已不是客观义理之论辩，只是不相弃之借题发挥耳。若只就太极图说之真伪问题，以及对于无极而太极一语之体会问题说，可说象山是失败者。而象山在此虽失败，亦不影响其学路之正大与健康，因象山对此形上学中之义理本无多大兴趣，此故其不足，
然亦无碍于其根源方向之正确。新体与性体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10月第5版，页354。44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少书议，页2。台北世界书局1962，据名家境江西刊本校印。以下陆象山全集引文同此版本。45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曾宅之，页4。46陆象山全集，卷11，书与李载二，页95。47陆象山全集，卷2，书与王顺伯二，页14。48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3，附254。49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少书议，页2。50陆象山全集，卷6，书与包祥道，页52。51陆象山全集，卷13，书与郭邦义，页110。52陆象山全集，卷22，杂者杂说，页172。53陆象山全集，卷32，时宜主中信，页237_238。54陆象山全集，卷5，书与吕子曰，页40。55陆象山全集，卷3，书与曹立之二，页28。56陆象山全集，卷3，书与黄日新，页28。57陆象山全集，卷13，书与薛象先，页113。58陆象山全集，卷15，书与陶赞仲二，页124。59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72。60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6。61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7。62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313。63陆象山全集，卷4，与刘纯叟二，页35。64陆象山全集，卷3，书与曹立之二，页27。65陆象山全集，卷21，杂者学说，页166。66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285。67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胡继随，页5。68陆象山全集，卷12，书与赵永道二，页102。69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5。70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70。71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54。72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页266。73参见叶世言，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进士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按曾子末后，
与不及证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的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异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宋元学按水心学按上水心习学记言。74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曾宅之页4。75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胡记随2页6。76陆象山全集卷1书与李沈干2页10。77陆象山全集卷2书与王顺伯页11。78陆象山全集卷2书与王顺伯2页13。79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页308。80罗清顺困之记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8月北京第1版页36。2321 9C 67092 B 168 Bed 312 SPF 35733075823216112 C 7 CC 30 FC 0878 D 56 B 713 B 4 CC 371 122 32 A 1 B 37 B 818 FF 355 A 8 B 819 681 BA 9 F1 1192 2326 61 FF 9 9521 7818 B 6 B 44 A 1 F 79 C 09 B 0 F 73205 404 5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01 15:50 31秒 GMT 27 20332 F-9 13年4月95 114 KDAF 7 C 0003 Heights 5404 51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宝柱锐器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诚来有无之境书评。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程颢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颐形上学功夫论与易学进入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e Shape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宏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宏心性哲学，胡
胡鸿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鸿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朱熹礼义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着，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着，辩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世公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新统性情与新集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义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档案下载。档案下载。书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陈来。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年3月第1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先生静坐是近年来讨论阳明学的力作，亦如他个人在一书的成就一样，两书之问世，都堪称中国人世界中处理同一主题里的第一流作品之一。我们有幸即刻拜读该书，获益良多，不仅对阳明学若干特殊议题获得清晰的观察视野，也对中国哲学理论讨论的方法有着极大的收益。能提出新颖的处理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及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清晰剖析能力，这两者也一直是陈来教授学术作品中的特色。近年来，由于资讯的开放，使得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愈易熟悉，亦愈加肯定。我辈有志发扬中国哲学之海内外哲学工作者，以预见未来共同工作的契机浮现，着实令人快慰不已。从考据的严谨与资料的扎实来看，本书章节的编排，陈教授写作的方式是透过卡片的编列之后，把相关的主题并于一章中做细节的讨论，随顺着阅读的心得所并发的理解逐条写来，既清晰又细腻。至于不同族群的阳明学资料之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则是依其理解的切入点与本书对儒学发展上的主轴主张而做的编排。陈教授以其朱子学的奠基学养而找到切入宋明诸儒体系关键的问题作为起点，即功夫与本体问题的核心，心与理问题。然后再带出对于心与物、心与性以及知与行问题的处理，而为了最终归于有无之境的讨论，故必须先处理能将有无问题的讨论带入焦点的四句教问题及良知与治良知一章，在良知章后才进入有无问题、境界问题、功夫问题等全书最重要的归结处。而在进入治良知问题之前，当然要先处理大学八目中在治知之前的诚意与格物的问题。从这样的章节编排看来，我们可以发现陈来教授的阳明学研究，
一方面是以他的思路主轴，即从有至无之境界的阳明学发展为表达重点，也是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主题。另一方面，他也仍需顾及阳明学其他重要的讨论主题，故而研究性的写作特质极明显，所有立论都是扣紧资料说话，确实或至极可观的成果。陈教授本书主要成果有两方面，一方面全面地解读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诸多重要主题，做了详细且精确的书解工作；一方面以有无之辩作为诠释阳明学成就的主要分析轴心，提出阳明学之成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我们对于陈教授的第一意义之工作表示多方面的肯定，但对于处理阳明学在宋明儒内部理论系统中的发展意义而言，尤其是将之放在儒释道三家中的哲学史上的意义部分，则有若干意见愿提出讨论。本文即将对此一问题提出若干观点，企图指出陈教授对阳明学在吸取佛道智慧的成果之判定上，固然完全掌握住阳明自身之本意，但对道佛两家而言仍是不公。我们并不是认为陈教授对阳明学的大体上的理解有问题，而是认为阳明自身对道佛的吸收与消化是有隔阂的，而陈教授并未予以指出，并且在这一点上，陈教授却也完全站在阳明的立场上做出结论，故而我们的意见其实是同时对阳明与陈教授提出的。此外，陈教授于书末附上的另一篇文章小于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大于，主要是处理宋明儒学家在静坐功夫上的体验与理论问题。由于文中所论与本文中的道佛之境的题目极有关联，在讨论完阳明学哲学成就的意义判定之后，应该可以对此文中若干问题有所心解，故而亦将一并讨论于后。以下我们将先说明陈教授在《有无之境》书中的理论铺陈，随后提出我们的讨论观点，再进行关于静坐问题的讨论。依陈教授于《有无之境》书中所完成的论点及其理论之进程，陈教授研究阳明学的成果，归根结底要指出阳明学是在宋明儒的理学发展的内在线索中独能融汇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精华，根本的为儒学建构出在本体论与境界论上最融通的理论结合的儒学家。陈教授在理论进行的架构中，给出了儒释道三家的基本形态定位。他认为儒家是本体论上的有的哲学体系，功夫论与境界论上是有我的思想内涵，而道佛两家则是境界论上无的哲学体系。这有与无的结合是宋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争辩核心问题，而阳明却独能在谨守住儒家有的本体论的基础上，还能在境界问题上吸取道佛两家的无的智慧，而完成以有为体、以无为用的理论的融汇，成为处理儒学内部争议的一套兴起的哲学体系。为处理此一主轴问题，陈教授也明讲了他是主要从功夫论与境界论的角度来处理有无之辩证问题，
而主要的不是本体论的进入。因此他也没有追究到佛两家本体理论的问题，而直接对三家的境界论进行是否合会的讨论。陈教授在进行理论的细部推演时，则包括下列诸项：一、宋明儒学从朱熹到阳明的发展，是理学向心学的转向，这是类似于西洋哲学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发展。意义在于儒学至此将更注重作为存在感受主体的实践功夫。二、阳明心学中的核心观念是心体的，心体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情感情绪的主体，在面对人类的生存情境中，深刻地找出一条扬弃负面感受之道，而激发一种积极奋发的情境，这是本心的真意。三、阳明学的本体观念仍是儒家本位的本体是有的思想，这是自周敦颐至张载所提出的儒学的大方向，而阳明治良知说则是在功夫理论中守着这个大方向。良知是人人本有的实存之本心，但阳明在功夫理论的义理开阔中，则逐步地吸收到佛的无我的境界，最终的表现即为其四句教义理的提出。因此良知说的最终境界也要在无善无恶心之体中的有无合一的境界中才算完成，亦即良知一方面体现为积极的道德意志，于所有人生情境中谨守德性原则以随机应对，一方面又显现出应对时的当体无心之自在无执的洒落感。四、其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中的心体即指向心的本然状态，在阳明接受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命题中，心体的本然状态亦应亦如太虚之无形，而有着洒落、自在、不着意、不执着的境界。这就是阳明向道佛的无的境界的吸收后，为儒家哲学所提出的新观点。五、佛道的境界之高明处，即在对生命的感受主体的功夫，能做到这种无执无爱的境界，这种境界相当地吸引了阳明及若干儒者的向往，因此值得儒家的吸收与消化。六、但是儒家所接受的无我之境，只是指心体本然状态的无，是心体在作为最深的情绪情感之感受主体时的本然心境。此一境界自有其理论上的可构成处，以及自我存在感受上的真实可感处，且高明于相对性的善恶执着之意。然而作为儒家的本心主体，一旦心体发用，则当善即善，当恶即恶，仍是理之所在当下承当的绝对积极的态度。七、而佛道两家固然掌握了心境上的自在无执，却在面对社会人伦的当是当非之处贯彻不下来，因此也示范了折香之弊，真正的洒落无心是能在日用常行人伦百德中一样应付自如的境界的。虽然如此，在从人的存在感受中做出超越的无执的功夫这一点上，仍然可以说禅宗的若干智慧是阳明晚年所归结的四句教义理之直接来源。八、然而仅就境界论言，阳明的无我的境界与释道两家是共通的，甚至阳明的良知即是佛家的妙智，
而阳明所有关于无善无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的应魔所著而生其心，以及的无念、无相、无住，又应物而无类于物，即佛家之应魔所著而生其心，亦即成明道之情顺万物而无情。也就在这样的观点下，陈教授提出所谓禅宗的中国化，在一个意义上实即道家化。因此对阳明学的成就而言，阳明除保留了儒家本体是有的基本立场外，还成功的在功夫理论上吸纳了道佛的无的境界，而为儒学义理开创了新境，且解决了儒学内部功夫理论之争，实质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合会之势，其实正是儒道之间与儒佛之间在义理上的彼此互补的哲学史发展上的主题。以上是我们对陈教授处理阳明学此书中的重要论点之整理，以这些观点为对象，我们将展开自己的论述。我们对上述有无之境一书中陈教授观点的若干意见。首先，我们要讨论其理论脉络的进行方式，对于这样的理论推演，我们是有意见的。我们认为，陈教授提出理学向道佛智慧的吸收是理学发展的内在线索，此一观点是对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发明。关于宋明理学史的理解脉络问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课题。哲学史研究与单一哲学家或哲学问题的研究有着更多的主观性在，例如黑格尔就以自己的哲学观点创造了哲学史，使得他的哲学史的著作更像一部哲学著作而非仅为介绍性的著作。这显示越是有哲学创造力的哲学家越不能仅守忠于原作的精神以处理他人的哲学体系，当然这不是通则，理论上也不必要为这一种现象建立通则。至于陈教授对阳明学中的诸多主题，仍是站在问题研究的态度上提出诠释性的观点，并非创造性的天马行空的进行。然而关于发展脉络的内在线索的提出可就见仁见智，对于成为陈纪的哲学史上之种种经过，诠释它的发展脉络的观点各有不同。面对这样的不同，与其让不同的诠释意见彼此争辩，不如认清这是理论上不可能完成定于一的诠释成果的事件。当然，我们的这一项看法应该也会受到争议，我们不欲在此多做讨论，仅愿指出，陈教授提出理解宋明儒学脉络的观点值得参考与反思，但它仍不可能成为定于一尊的定见。这不是该观点本身的深度不足，不能说服众人，而是任何观点都不可能占领解释权的理论世界真相的缘故。至于我们对于该观点的说服性如何的问题，是有意见的，以下即为所论。陈教授此书之论点进行中，是以阳明论良知与心体之内含有着与道佛对存在感受主体之自我情境之贴合为基础，而透过理论之铺陈，导出阳明在儒学内部理论发生意义上是使儒学在本身基础之上吸收且融合了道佛无我之境的内涵，
作为陈教授所认为的儒学自宋明以来的重要理论发展意义之主题脉络，主张应从儒学吸收消化到佛智慧的方向去认识儒学义理发生发展的内在线索。而此一线索是在于从对作为情绪感受主体的自我实践功夫中进行起家的阳明儒学性格的认识上，才是认识宋明儒学发展的起点。因此认出儒学从宋明以来的发展意义是理学到心学的转向，也就是哲学从本体论到功夫论与境界论的转向。这个转向还只指出了儒学理论发展的形态之转向，当其转向此一注重自我内心深沉情感的情境时，其处理此一深沉存在情境的内容充填者，即是的自道佛对此问题长期以来所获得的高明成果。此一成果即在对自我情感主体的能做到绝对的应物而无类于物，以及无念、无相、无住的无我的境界。由此一理论脉络下来，使得陈教授明确地表明，他将从境界论而非本体论的径路来讨论此一主题，以及他不自觉地将道佛之知识理论体系划归在自我感受问题上来理解与诠释，并且将阳明学中的无的境界之内涵视为与道佛之心法相同的理论，从而给了宋明儒学家所认为的道佛之精华皆已在儒学之中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因为仅仅是一种自在无碍的境界的智慧，在先秦儒之典籍中也是可以找到相同意境的文义的。因此，以下我们将集中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从境界论作为诠释阳明学及宋明儒学的主轴是否得当的问题。第二，以在处理心体的本然状态能达到超越自在无碍境界的角度，将道佛之精彩定位于此，以作为儒学采摘对象的理解道佛方式之当否的问题。第三，在陈教授处理之后的阳明学最高度成就的有无合一之若干命题是否即为道佛之共同境界的问题。第一，从境界论作为诠释阳明学及宋明儒学的主轴是否得当的问题。此处我们将就境界论作为一种理解中国哲学的方式之意义，以及在陈教授的理解中的境界意义进行一些讨论。我们将指出必须区分境界作为一种径路与境界作为一种内容的不同，而作为一种内容的境界观是绝对不能割离于存有论的讨论，否则即易致生理解上的偏离。境界作为一种径路是东方哲学体系中因处理人生问题而起家的哲学理论体系之必有之面向，即东方人生哲学之思想体系皆可由境界之径路以切入体系之核心，进而铺陈出整体之面貌。因为有着伦理学主张的知识体系必可规划出理想的人的情状，此处境界的内涵就出现了。但境界作为一种径路与境界作为一种内容者不同，作为径路之境界论与功夫论、存有论等并列，是哲学家们分别由不同的工作形态中一路进发，深入全面而完成有预设、有建构、有主张的理论体系，
而得由后学者为此一哲学家勾勒其理论体系之表达形态，而说出其为境界论或功夫论或存有论甚或知识论等的进入形态。例如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朱熹、传山、易传、老子、天台、华严等为主要是存有论进入的哲学家或哲学作品或哲学体系，而阳明、象山、参同契、悟真篇、禅宗等为主要是功夫论进入的哲学，而庄子、王弼、论语、王龙溪等为主要是境界论进入的哲学，而境界作为一种内容者，则为蕴含在一套全面的理论体系中所拥有的人存有着人格形意风貌之标的。例如是道三家皆各自有其不同的人格风貌之境界观，甚至各家内之不同哲学家又会有风格之不同，如同魏儒门之诸王之间就有着敬畏与洒落之差异，其内涵本就应该直指核心，而能有各家之明确之差异，但因语言表述样相之故，若未深入不同境界背后之整体体系之中，则极易陷入因语言表象之雷同而误以为本貌异同的情况。陈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多为境界论的理论建构而少有西方哲学意下的哲学形态，这点我们可以同意，但是所谓境界论形态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不表示体系中没有存有论的观点，更进言之，作为一套有体系的理论而言，存有论、伦理学等都应该是必然涵摄的内容。在中哲史中，易传、老子、董仲舒、淮南子、杜顺、周濂溪、张载、邵雍、朱熹、刘吉山等皆是宗旨鲜明的存有论者。仅就阳明而言，他也论气、论宇宙、论星体，故而也有存有论思想的表达。如果不处理存有论角度的阳明学讨论，是不完全的。此外，从论境界的角度谈阳明学中的境界思想是阳明学的一个题目，但以阳明学为一个境界形态的哲学家则是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我们可以接受，但更进一步言之，直就形态而分别中国哲学理论系统而言，我们愿尝试提出存有论形态、功夫论形态、境界论形态等的分别项来诠释中国哲学。就此而言，阳明可以说是更多为功夫论的形态，因为他的哲学作品多为直接处理功夫之操作的理论问题，而境界便只在功夫完成后出现而已。但作为一种形态中的特色的意义，只是说明了哲学论点的进行进入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内容只是谈境界。一种世界观中的境界的出现是基于世界观的预设，一种功夫论中的境界的出现是基于伦理学的宗旨。境界观之出现必在整体哲学体系观点中才能定位得住。陈教授文中虽然清晰地处理了阳明学宗旨，提出了良知说与无善无恶心之体，是一种无的境界，并且等同于道佛的境界，但却缺乏说明这种无的境界是基于三家如何的世界观与伦理学的宗旨下的合法提出者。若仅指出阳明或近于阳明的无的形态的儒学功夫理论，
是因为儒者更倾现道佛实修者心境风范的无的境界之引人向往，因而做出了理论上的贴近，这是不够的。即便证出了此一情境之内含义已出现于孔子的无与典也的咏叹之中，仍是不足。阳明的功夫理论充满了无的旨趣，只说明了它属于从功夫论进入为基本形态的整体理论思维中，特别生气于无的境界的旨趣，并不等于说明了阳明整体理论思维主张的本貌。这个本貌在于他仍然是个道道地的儒学家，而在儒门系统中对于功夫的问题提出了相应于孟子、象山的简易直接直指良知本心的谓儒之道，只是此一本貌中的特征确实有着在道佛功夫思维方式洗礼之后的重无之境界的特征而已。陈教授此书之重点中之重点者，在于其书名有无之境中所提示的，及其文中所明指的阳明学中重无之境界的特色，是在其为宋明新儒学家在吸收消化魏晋隋唐近千年的哲学文化洗礼之后，作为统摄道佛无之境界的思维形态的最后完成者，是儒门中转向吸取道佛智慧最成功的第一人。然而，我们不得不坦白地指出，陈教授是基于对道佛的存有论未做解析之下而做出对阳明学思体系的一个关键方向的发挥，因而有着重要核心问题上的倾下结论之现象。简言之，道佛之无之境并非如陈教授以儒门进入方向所理解者之一般，而阳明之无之境的样态又未必是儒门义理的要紧地。因此找出阳明有此无之境之成就，以作为正其为儒门吸收道佛智慧的第一人之整个思维方向，并不能彻底地彰显阳明的高明，亦不足作为儒道佛在宋明时期哲学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痛义之别的总注脚。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陈教授并未在解读阳明学时同时深入儒道佛存有论的本貌之中。各家因存有学之不同而决定了伦理学宗旨之不同及功夫论门径之不同及最高人格境界风貌之不同，不能在存有论之宗的上做最终之同义判定，是无从为不同理论做统一的诠释。仅凭志在境界之中做学问是无法询问到最核心的问题的。第二，以在处理心体的本然状态能达到超越自在无碍境界的角度，将道佛之精彩定位于此，以作为儒学采摘对象的理解道佛方式之当否的问题。儒学向道佛吸取智慧，是因道佛知识体系对儒学产生了挑战。关于佛老对儒家的挑战问题，一方面是形上学的挑战，一方面是社会哲学的挑战，又一方面是人格景象的挑战。景象是境界的问题，境界在功夫理论中最直接呈现。因此也可以归结为形上学、存有论、本体论、宇宙论与社会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和功夫论、境界论的三层挑战。在形上学的挑战方面，儒学发展至阳明时，以有秦汉的易庸学回应了道家、阴阳家的挑战，
也有北宋的濂溪、邵雍、张载回应了道家、道教、佛教的挑战，其成果姑且不论，但形上学的争辩确实是重要回应与挑战的课题，不可忽视，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出的。其次，关于社会哲学的挑战，则本就是道佛对儒家最沉痛的打击。儒学之不满于道佛者，便即在其社会伦理情境之破坏理法上头，但理论的战场是在形上学部分，而谨守儒门阵营的哲学家，则都以为在形上学义理方面已可破斥道佛的社会哲学，否则岂能安身立命于儒门阵营之中？因此似乎都以为形上学与社会哲学的部分是毋庸多论的。关于此一问题，陈教授曾讨论如下：而佛老对儒家的挑战，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如何对待伦理关系，而在于面对人的生存情境及深度感受方面的问题，提供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答案。而这就给北宋以来的新儒家一个两难：如果不深入到人的生存结构，就无法真正回应佛道的挑战，而回应这一挑战，就必然要对佛老有所吸收，以致冒着被攻击为佛教化的危险。有与无的这种紧张，直到阳明学才得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化解。P 242。根本的说，我们以为儒释道三家绝无简单的合会的理论空间。理由在于各自的形上学系统有着极大的差异，其宇宙理论与本体理论所共构而成的世界观各不相同，因此三家理论所提供的社会理想也不相同，由此也导致其完人形态的不同，完人的境界内涵不同，追求此一完人境界的功夫理论更是不同。因此，说阳明学中对道佛的智慧有所吸收是合理的，但毕竟阳明仍是儒家，此处三家的根本差异仍在，因此这个消化与吸收的工作所获得的只有形式上的、表面上的成就，而没有本质上的过渡或合流。因此不可以轻易说理学在阳明理论中已完成了对道佛智慧的吸收，而应做更谨慎的分析与鉴别之后，才能在有限度的范围内提出说明。我们以为陈教授与阳明及传统的儒学家一样，都是先根本地接受了儒家的社会哲学，以儒家学者所提供的社会理想为人类共同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并且没有深刻分辨三家形上学义理的差异，尤其是没有深入各家形上义理所提出的命题，及其为各自的社会哲学与功夫理论内涵所提出的理论根据。在陈教授已经采取了一种标准的社会哲学理论之后，又忽略三家形上学的根本差异所能带来的重大辩论义理，便一下跳过形上学的问题，以为由儒家社会哲学所含蕴的形上义理已是形上学问题的最终解决。所剩下的理论问题，是道佛中人高明的人格形意必须有所肯定与吸收，因而直接将三家在功夫理论上所展现的境界风貌之或同或异及或分或合的现象，当成是中国哲学内部义理的真正主轴，
因此轻易地选取了阳明向无的境界的进发这个脉络的理论发展，作为解决儒学内部线索的主题，并提出儒学向世道进发的命题。这是陈教授本书中整个思路的最大问题，也是我们要表示不能同意的最终重点所在。既然我们以为境界观不足以分辨儒释道三家的真正意蕴，那么陈教授直接从境界论的角度切入，以论断阳明对道佛境界的吸收之说法，便需打个折扣，尤其是从境界论中说出三家若干命题的相同之观点，更应该提出细究。第三，在陈教授处理之后的阳明学最高度成就的有无合一之若干命题是否即为道佛之共同境界的问题。陈教授以为阳明学思后期真智化境的无我之说的提出是源自道佛的智慧，尤其是禅宗的思想，此说若仅守住只是一种启发或影响，则我们完全同意，但若是以其为同一于禅门语录中的若干命题，则显然不恰当。陈教授说，很明显应物而无类于物，即佛家之应魔所著而生其心，亦即成明道情顺万物而无情。所谓禅宗的中国化，在一个意义上实即道家化。P 241。陈教授以为，众多儒释道三家中最高妙的人生境界的命题，都是归结为无我之境的意涵中，而阳明所达至的也是这一类的境界，但他认为阳明的思路来源是禅宗，然而细究此一境界之内涵，却又是道家的意境。在这里显示出陈教授是以在中国道家哲学的人生境界观的内容来理解所谓的无我之境的意涵的。至于他所明言的良知与妙智的共同性，其实不是从佛门义理中去解读妙智之意，而是不自觉地都将之定置于道家风格中去理解它们的。这样的思路现况是极可能发生的。其实，如果把形上义理一起考虑进来时，阳明学所真正相应契入的吸收到的佛道智慧，就是道家哲学的境界观而已。因为先秦道家哲学的形上思想其实多已为秦汉以来的儒者所吸收了，随后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从形上学到功夫论、境界观与社会哲学方面，北宋的周绍二人时可谓为儒道不分的新儒学体系。阳明对此之熟悉与贴近是自然之事，为陈教授所强调的阳明学成就，不过就是将周绍二人和儒道的形上学内涵，从功夫论、境界观的进路，说出了良知教与四句教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要提出的观点在于，阳明无我之境之说是在通同于儒家与道家二家形上观点基础下的功夫理论与境界观的哲学，但是对道教与佛教的形上学及功夫境界论而言，其境界不同，功夫的内在心法也不同，而形上学体系更是从未合流，故而社会哲学的差异也不可能消弭。二教的境界内涵既不是阳明也不是陈教授所理解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因为理论讨论的更趋细腻，
故而必须提出另一项相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观点。我们以为，向来以中哲大家为儒释道三家的基本区分中，应该将道家与道教做个区别。道家多似儒家，基本上为人文性的哲学体系；道教似佛教，基本上为宗教的哲学体系。儒道二家追求的是此世的社会理想，但方向不同；而道佛二教追求的世界虽不离此世，但也包括超离此世之他在世界，一个完成在此一人文世界中的人文境界，与一个完成着包含此世及他世的宗教境界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道家哲学与儒家思想常有互补的现象，其社会哲学的互补是最明显的，事出为儒，退隐为道，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写照。在同时能够处理这两种存在处境于一身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理解到阳明所提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意境的，也易于训练出能当下承担又即刻放下的大丈夫气概，却又自在无碍的修养境界出来。所以陈教授发挥全书的努力所正入的阳明学标的意义应该在此定位，而不应蔓延至所谓道佛的无我之境的吸收的说法中。对于道教与佛教的境界确实需要不同的处理。就禅宗思想而言，禅宗本是中国大乘佛教的一支，并不尽全的能涵盖佛教义理之全部，但阳明时期正是禅宗昌盛的时候，阳明以禅为佛之代表，是当时的实况，陈教授亦以禅代佛，似乎也是理所当然，只是此一区别仍需提出于先。从作为存在主体的情绪感受主体之自在无碍的本然状态来体贴其功夫的内涵，此一径路虽有其可取，但更有遗漏，因此可取之处在于从西方哲学的词汇观念系统中找到对其运作的心法形式的描写方式。遗漏之处在于缺乏对其采此心法的形上学、存有论、背境的说明，因此仅能知其有无执的心境，而不能知其心境所对悦的形上情境。其禅修功夫有依其禅力深浅而逐至的境界，此境界是和主体心法与客体存有为一的世界实相。简言之，禅定功夫所将成就的是他在世界的情境，而非此世的感受境界，因此只抓住其与人文世界之存有者活动形态之雷同，此亦并未达至其活动的真相。进而言之，若由此论断儒门无执、洒落、自在功夫的形态，因与之有着活动的类似性，故未意义的相同点时，则其论证上的落差将更严重。道教的境界论是成仙的境界，仙人是天上人间来往的人物，仙人的社会性显然不同于凡人，仙人的功夫或为外丹或为内丹，都不是陈教授书中所举之自在无碍说可以尽全以及掌握要理的，即便是为以成仙为目标的一般道教徒众，亦自有其自成一局的社会哲学与人生目标的追求，都不是陈教授论说中所举之事。阳明年轻时曾学仙法，然未尽其功及判为小道，至于陈教授则几乎未提道教理论，
我们于此处提出，仅是要说明所谓理学向道佛吸取无的智慧之说，必须更谨慎地提出，至少要对道教的体系先做处理之后，才可做意见的表达。作为宗教领域的佛道两教之理论体系中的境界论形态，都因其世界观的并含此世及他世的现实而无法与作为人文哲学领域中的儒道两家有着简单的通义之辩。因此为陈教授所举出的无我之境在儒道两家的基本义理下的意义，自是理论上无法同一于道佛两教的境界，无论其描述境界风貌的语言文字有任何的类似性，都不是真正的相同。以上为对陈教授书中本文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从静坐功夫的角度再次讨论中哲史上不同哲学体系的不同形态问题。3. 我们对于小于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大于译文中关于静坐问题的看法。陈教授于本书篇末附上其小于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大于译文，认为宋明儒者的心学一路，在其静坐中的神秘体验是其获得重要论点的功夫上的根据。但又表示，此种进路并非建立理论的必然条件。心学之路以外的儒学思想体系就不需要此种进路。金仁雄实力先生就自行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而没有用到丝毫静坐功夫的传统。就儒学家之理论体系不需要静坐功夫之实证而言，我们是同意的。但对于心学家的理论有静坐经验之实证而言，我们却不完全肯定。我们认为宋明儒者的静坐功夫固然不能作为其提出存有论点的必要条件，即便是作为关系性的条件亦不成熟。儒学家与静坐功夫的关系远远不如道佛两教。以下将讨论之。阳明终究是儒者。青年阳明曾被一位道人说其中不忘官，又曾指责一位和尚不能忘怀双亲之事，又反省自己的静坐导引之学为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他对待道佛中视觉与道佛者不同。陈教授于篇末所附之小于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大于译文中，认真地收录了宋明两代儒者静坐的诸多资料。由资料中见出，宋明诸儒对静坐的功夫有不低的成就，但对静坐中的身体现象所做的理论解释则有特定之意。关于静坐活动中对于身心所生之诸种反应的理论充满在道佛两教的作品之中，似乎极遭所谓儒者之忽视。其对静坐中所得之心理感受，较无体系化知识的反省，其偶有渗入于儒学宇宙论观念之中者，多为所谓万物备于我的命题而已。而陈教授则以之论证宋明心学传统中之诸多命题是与静坐功夫中之所得有关者，但又表示这不是必然的条件。对于此一说法，我们以为就孟子象山而言，其心学传统之命题之获得，是否有关于静坐之修持持保留态度。至于其后之儒者以静坐之体验得到心学命题之心理经验之可能性，则可同意。
但所同意者仅在于理解为何其人在静坐之中时能有此感受。至于此一感受是否即为孟子象山心学命题之实义，则仍保留。因此我们对于其人之经验可否即用为建立此类命题之事亦保留，就如同世界各文明体系中的静坐功夫操作者皆有各自不同的存有论建构一事亦然，其有静坐经验是一回事，但其对于所得之经验之解释是否即如所言则为另一回事。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其可能性，只是要指出这里头有真功夫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假境界的获得，所以我们不必把宋明诸如在静坐上的所得与反应太当一回事，因为相较于道佛两教于静坐之理论与实际上所得之成果实为小巫见大巫，我们对宋明儒者于静坐功夫上的客观知识未能吸收到佛前人之经验一事感到惋惜，也因此理解到陈教授经由此类资料之整理之后，并不能借其契入道佛两教经修持功夫之操作而有所购入于其存有论知识系统之内涵一事感到惋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静坐经验不能为儒者找到契入佛道之路径，经由静坐功夫之修持不即表示儒学家已同时掌握了道佛两家对人存有者之修持功夫，且亦能由之而超越其人文境界的内涵，其实不然。静坐作为一种活动，不是道佛之独有。首先，对道而言，静坐是处理气的功夫，其与有动作的气的修炼功夫，甚至服食药品的修炼法门同为道教理论中追求最高生存境界的功夫门径。但是作为儒者的功夫门径之特色者，与其附带的说有些儒者也打坐以培养心法，不如直接的讲出儒者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才是儒门事业的完成。格致成正是心法，特为宋明儒所发挥，但绝不是静坐功夫能为其修养论的标的，更不能只成其静坐功夫以合法的为儒者证成其存有论的若干心学家所表述之内涵。就道教者之静坐功夫而言，其得力于佛教徒修行法门之会通之者多矣，但其仍能于此一法门中回归中国传统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主体的气的宇宙论观点来建立其极静静坐功夫下的修炼论，而佛教徒之静坐功夫在六度万行理论说法中亦仅为禅修之一项而已，更且在印度佛教发展中，静坐功夫更是印度传统的各家宗教哲学理论中关于修持法门中的共法，差别乃在心法，道佛之差别亦在心法。虽然元代以后的道教教团逐渐有会通道佛心法的趋势，从传承上言，两者心法路数仍是不同。因此静坐作为一种活动而言，是任何人皆可以进行的活动，但静坐功夫之中所反省到的存有界真相则人人互异，而由此以建立的存有论知识体系则更为不同。论者当然不能忽略静坐功夫与存有论的关系，但也必须理解静坐活动可以是在没有指定任何存有论系统中之所为之活动。宋明儒者绝非由静坐中得其存有论之命题，这是道佛之门径，
宋明儒者于静坐中之所得者，并不能作为证成其存有论的发现脉络。我们在宋明儒对于佛道之吸收与受影响的问题上来回讨论，或以若干文具有佛道未言之，但宗旨仍是儒家，或以若干理学家之行径有佛道风格言之，但自我定为仍是儒家，或以若干理论形式上受佛道影响，但内容仍是儒家等等讨论不胜枚举。但我以为宋明儒所认识之道是中国本土学问，佛是中国大乘佛学，二世之学都不是在我们文化、哲学、心灵范围之外的知识体系。有心作为儒家学者的我们，何不深入其内，做一体贴的了解之后，再来详究宋明儒家之是儒是佛是道的问题呢？在文化史的了解上，我们大致可以说，一传的形上思想体系是先秦儒受到道家、阴阳家等的形上思想之挑战后而重新自己建构起来的儒家本位的知识体系。我们也都同意，宋明儒是在玄学与佛学的洗礼之后再次自发建构的新儒学知识体系。我们既能知道义雍与老庄之不同，为何不能知道程朱陆王与魏伯阳、吕纯阳、王重阳及智者、杜顺、慧能之不同？论究理论体系之异同与论究人格风范甚至行文风格技巧与遣词用字是两回事。体系之异同必在其体系之基源问题意识及立论基设及针对全面宇宙人生问题的主张之异同上讨论，才是相应也才深入。我们不是从事文化、文学、历史之研究者，而是哲学、理论之研究者，必须在此深入立足，才有不愧对先哲之汉。对于陈来教授于此书中对阳明学的多方阐述之论点，我们是肯定多于存疑，但对于理论主轴中的重大问题，因为涉及到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理解路向，因此我们对其采取慎重甚至严格的批评是不得已的。就世界哲学的眼光而言，中国哲学是正在等待着被做出来的出生阶段中。我们一方面为先驱者叫好，一方面更要在他们的肩膀上调整方向，这应该还是一个健康的态度的。本文完。发展性思考。对于转向的诠释是为理学至心学部，若是为形上学至功夫论的改变。例如西洋哲学从形上学转向认识论，再转向实践哲学的发展。金刚经的语言使用不是理论的直接铺陈，而是在言说的表达中就直接的进行着心性的功夫。佛陀教化众生，自然是要众生求成佛道的，但是境界论不能独立的作为一套或几套哲学体系的理解面向，必须合观其形上学与功夫论。例如笛卡尔的认识论进路却完成了实体哲学的形上学体系。境界可以作为进路来理解，也可以从内容来理解。3205 128 OK9 text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01时5点50分32秒 GMT 27 20333 1-3203 495 114 C 1980003 Heights 5128 03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宝柱瑞器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王夫之易学书评。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程颢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颐形上学功夫论与易学进入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e Shape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宏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宏心性哲学、胡宏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宏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朱熹理义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者，辩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士公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新统性情与新集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易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书评，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出学术为视角，疑。杜宝瑞。华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作者汪学群，书名王夫之易学以清出学术为视角，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年5月第一版，页数497。本期易学专好主编曾春海教授，主笔者为汪学群教授所著。王夫之易学一书撰写书评，曾教授本身即为当代易学大家，同时是王夫之学说的专家。笔者亦曾以王夫之为博士论文题材，故而十分乐见王夫之研究又有新作，并为之评文。本书在北京出版发行，台湾的读者应该还是可以买到。
传山之学博大宏深，对于学习者而言甚且十分艰难。一方面因其文字紧凑收敛，难于阅读；另一方面因其立论广博绵延，不易理解。历来研究传山著作者众，然多为疏解其意，整理其旨，引介其说。要谈到超越传山而进行总体评价，甚而进行传山与众学派专家之对比评价，则甚困难，亦少见此作。传山学矗立于儒学史及易学史之一大理论体系之形象，其面目尚未被剥清而认识，其意旨尚未被吸收而消化，其心灵尚未被理解而接受，传山学研究的进程上有广大空间。本书以传山易学为研究主题，讨论其易学思想之主旨，即由易而说之整体哲学思想。全书对传山的介绍分为7章，其中导论及第1、2两章介绍传山易学特色及要点，基本上将传山对于《周易》一书之基本立场予以明白解说。第3章主要讨论宇宙论，第4章主要讨论本体论及宇宙论，第5章讨论本体论及人性论，第6章讨论功夫修养论及生死观，第7章讨论政治思想。基本上本书作者上企图全面性介绍传山哲学思想。本书之副标题指明以清初学术为视角，这一个写作重点其实是反映在本书导论之叙述中，对于传山之时代背景以及易学史的线索都有说明。传山学由易入学，由史入学，由经入学，共构一灿然庞大的学术总体，单从任何一个路向进入都不易厘清全貌。其中，传山易学则是传山学中的核心部分，特别是它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中心创造力起点即在此处。传山易学既是易学体例重新总体评价之学，亦是中华易学史全体批判之学，更是儒学价值立场巩固磐石之学，还是传山哲学体系架构挺立之学。因此研究传山易学又不应仅止于易学体例、史观、经义之诠释而已，必旁及叙述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而后已。这就是本书之作从易学史观到宇宙论之学、本体论之学、人性论之学、功夫论之学、政治思想之学皆有所叙述之故。要讨论甚而评价传山哲学实非易事，除非学者自己已经有一整体中国儒学甚至中国哲学的广博理解及根本立场，以传山学为入门之中国哲学研究者多半在最初数年之间会被传山深邃庞大的思辨体系所禁锢深锁，因为传山并非仅表现为对若干哲学问题有个人意见的哲学家，而是建立了一个认识易学、认识儒学、认识哲学的整个思想模型。初学者要不辛勤罢书其文意而久久不能自出，要不为其绵密思绪所笼罩而以传山思维为思维，然欲研究传山学者却又非经过此一阶段历程不可，否则不能谈论更难评价。本书作者可谓如实深入其内，为读者整理归纳了传山易学思想的整体哲学面貌，
其中导论及前2章的写作确实掌握传山易学基本意旨，是读者最能有直接收获的部分。第3章以后对传山整体哲学思想的介绍部分，实际上是传山易学进入的儒学建构的讨论。本书作者以小于务实求真的自然观大于小于和谐发展的变异论大于小于天道与人性一同论大于小于人生修养与道德伦理观大于小于经世致用思想大于为章名标题，笔者以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功夫论、政治思想转译其主题，或许较能掌握传山哲学思想整体彼此关联扣合的进路。读者阅读此书时，必然会产生传山学思上下穷所、永无止境之赞叹。然而本书作者在写作撰文时，对于所涉众多主题及材料的取舍，不忍舍弃任何一部分。因此一般读者若非有高度耐心，定难持续坚持对传山的研读兴趣。然而任何一位传山学的研究者，实应耐住性子，慢慢阅读，先入乎其内，再慢慢整理自己对传山哲学问题的关注角度，然后再从某一个特定进路寻绎上来，建立对于传山易学与哲学思想的某一个特定问题的意见及理论的认识，以之为基础，再进行下一个主题的研究。此时本书中对于传山众多哲学主题的引介性讨论文字就会发挥助力，成为研究传山学的良好参考书籍。传山著书者了一辈子，学者研究传山也可以研究一辈子。传山学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的专家学研究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汪学群教授此书是传山学术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本书已是卷页浩瀚，却仍只是传山学中的一小部分。传山学上欢迎广大研究队伍的深入探索。一杜宝瑞2004年10月，小于书评，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汪学群者，大于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65期页175至178。3205。865 36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01 15点50分36秒 GMT 28203334-15 2008年4月95 114 D270 300003 Heights 5865 36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宝柱锐器，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程颢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陈宜行上学功夫论与易学进路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路，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路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rue Shape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宏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宏心性哲学、胡宏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宏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朱熹理义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者，辩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士公进路的儒学建构批判，新统性情与新集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路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陈白沙境界功夫进路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路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路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易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档案下载。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1. 前言。2. 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3. 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进路。4. 王阳明哲学形态的心理因素。5. 王阳明的重要哲学命题。6. 本体功夫论的格物致知说。7. 阳明论心意之物的关系。8. 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9. 阳明穷理说。10. 阳明知行合一说。11. 阳明讲心即理说。12. 阳明对朱熹之批评。13. 结论。1. 前言。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有对比于朱熹哲学的哲学史意义，有开创儒家哲学理论意境的哲学史意义，在当代新儒家的讨论中，有超越一切儒学与中国哲学的登峰造极意义。关键就在王阳明论知行关系的意见融会贯通，透彻骨髓，以其一生的学问与事功，将儒者的典范及身实现，显现出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故而在哲学史上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从哲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王阳明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开创了儒学？对比了朱熹，又为何会受到当代新儒家的如此肯定？当然，这必然是阳明哲学有其独特的思路所致，因此对于阳明哲学的研究，即必然有开创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功效。本文之作将从阳明哲学论知行关系相关的思路之本分析入手，说明他的问题意识的核心，以及他的哲学思想的脉络，以其将他的思想特色示与展示，目的在借由阳明哲学的特殊性，
建立阳明哲学的特殊形态，并有意推进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2、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一般而言，以一个传统哲学家的理论为对象，进行理论意涵的铺陈展示之研究，这是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畴。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史上的某学派、某系统之某著作或某理论为研究对象，而良好的研究途径，即是从哲学基本问题以切入文本分析，从而提炼思想意志。至于哲学史作品本身的叙述脉络，常会是从对其他哲学著作的理解、诠释，从而创发新说，作为论述之途径，当然也会直接就所设想的问题发表新说。因此，研究哲学史作品的方式便成为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为方法论架构，以哲学作品本身的经典诠释意见或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意见为讨论对象所展开的文本分析。基于文本分析的成果，在对于一项哲学史课题了解清楚之后，则可依据其所提出之理论或表达理论的方式进行哲学专题的研究。此时，哲学史研究便跳出了历史的范畴，而进入了哲学研究的本身。以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分析文本的研究方式，还是企图说清楚原点的意涵，还有丰富的哲学史研究意义在。但以哲学史理解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就不再受限于原来的问题及原来的主张，而是以更新的哲学问题，就原来的哲学史的讨论成果，而提出创造性发言，因此问题更为广泛，意见更有创造力。就中西哲学比较而言，哲学史研究尚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活动，至于哲学研究，就是中西共通的哲学研究的本身，只是它还具有中国材料的意涵而已。在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架构的讨论中，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它本身是哲学研究的课题，以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深入哲学史原点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提炼研究方法的工具性知识，则又是哲学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之作既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也有哲学研究的意义。前者是对王阳明哲学文本进行哲学意涵之哲学史解析，后者是借由解析而推进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工具性知识。后者是有知识论研究的意义的。此外，以阳明知行关系为问题对象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但以知行关系的阳明意见参与到知行关系的中西哲学比较的讨论，则是哲学研究。依本文之讨论企图，还是停留在哲学史上的阳明知行关系为主，至于纯属知行关系的哲学讨论，将另待他文。3、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进路。以下将以王阳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王阳明的经典诠释意见、王阳明对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3项进路，说明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进路。首先，从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角度说阳明学时，
必须将阳明哲学定位为功夫论哲学，以及它的哲学思想的特色重点在于功夫论哲学的意见创造上，而不是形上学的意见创造。这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形上学的立场，而是形上学立场是他的理论预设，是他发为功夫论指的理论依据，并不是他展开思辨推演讨论的焦点。因此他的主要哲学创建的定位就是在功夫论上的，这就是他以大学文本诠释所创作的本体功夫观点，如格物致知及致良知等。当然，王阳明还是有一些形上学意见的表述，只是不成大宗，这就主要集中在对良知学的理论预设之良知概念之本体论意涵或存有论意涵的说明中。就功夫论指的两种形态而言，首先它的功夫论是儒家传统的本体功夫之基本形态，本体功夫的词汇甚至就是出现在王阳明的著作中，而并不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术语。阳明功夫论是本体功夫，因此也就不是宇宙论进入的身体修炼功夫，他有不少对仙家炼气的发言都偷渡概念，转换意志为本体功夫。3. 而他自己的身体修炼经验也似乎都没有以理论陈述的形式被他表达出来。4. 因此可以说在他的知识世界中的功夫论观念就是心理修养进入的本体功夫为关键，这就与他的后学强调静坐调息甚至发弄神通光景的进入并不相同，可谓这些后学并非阳明这位儒者的善述者。5. 对本体功夫的各项次级功夫论问题而言，功夫入手、功夫次第、境界功夫的问题都被他收摄到本体功夫论的意旨中以为真定。其次，从经典诠释及哲学意见表述的角度来看阳明哲学的发言时，阳明哲学的功夫论只可以说主要就是在经典诠释的进入中言说的，而且就是以大学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的。其他有易传及孟子文本的诠释意见，都仍与大学诠释意见一致。他的格物致知说、致良知说、四句教说都是大学文本的经典诠释意见，至于来自易传的穷理说，也并不是主要为了讨论易传而提出的，而是扣合大学格致宗旨而并痛提出的。还有来自孟子的良知必有是焉说，这也是与格致说意旨直接扣连的意见。此外，去人欲存天理说及知行合一说，可以说是他的哲学主张，但前者以事前如使用不断的概念，后者则是陈颐及朱熹一大学先知后行的功夫次第说之在下一转语而来。可以说，阳明哲学的所有重要命题在哲学史上都不是创新的概念，而是对于传统经典的概念从功夫论问题意识下手，以提出它的本体功夫论指的，并且这些在传统经典中讨论使用到的重要概念，更可以说都是在朱熹哲学作品中就已经是最重要的概念了，只因后人对朱熹宗旨之掌握有所滑失，
阳明则重新诠释而有以纠正。因此哲学史上有阳明是否定朱熹还是继承朱熹的争议。笔者认为，王阳明是继承朱熹所讨论的最重要的哲学文本《大学》一书之观点，但提出自己的从本体功夫进入的诠释意见，而有别于朱熹从功夫次第以强调《大学》的进入。但是本体功夫与功夫次第不能冲突，因此朱熹与王阳明亦不能有对立冲突的诠释意见，只是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因而有不同的诠释意见而已。至于当有相同的问题意识时，则阳明便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言其同。事实上此书是将朱熹书信中一些谈及自己做功夫的心得及反省的文句摘录为朱子晚年定论，以与阳明自己所最关心的实践问题并未同路。阳明这样的做法十分合理，哲学史上一些从朱子晚年是否晚年，以及朱子有更多与阳明不类，甚至阳明自己有众多批评朱熹的言论来反对阳明的倡议之说，都是没有认识清楚阳明的言说进路的无谓批评。阳明关心自我修养功夫，发现朱熹也有同样话语，就急着引谓同道，如此而已。朱子当然可以与阳明有相同的对于功夫实践的反省观点，至于阳明批评朱熹一些哲学命题的观点，则尽可发为经典诠释的讨论，但绝不会因此影响到两位儒者对于实践儒家价值宗旨的功夫论意见，这就是是否能准确理解文本，而从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为进入，以分析问题的做法，能掌握正确的问题，则能理解阳明从何种进入说朱子晚年同于己意。至于朱熹一生主要的哲学意见，则可以说阳明多以发为文字，用力批评了，成不成立，后文将述。4. 王阳明哲学形态的心理因素。本节说明王阳明形成功夫论哲学的背后历史背景及心理因素，目的并非以此正说其说之事，而是为说明其学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形态的特殊心理关怀。阳明生于明代以朱熹四书集注为科举取士的理学昌盛之时代，此亦一数诸，彼亦一数诸，但人人口说心不行，儒学之士成为只是求取功名之工具，并非自己心行实践的理想。至于阳明本人，则自幼天资聪颖，充满强烈的知识探求的兴趣，以及生命实践的冲动，立志以成圣人，风云际会，折龙场，物格物质之说，后见世功，并讲学不辍，世功越大，威逼更大，动心忍性之际，更加体会良知学的意涵，可谓一生都在道德实践中体悟儒学，因此他的儒学就是以戮力实践为宗旨，从实践的体会中，借由大学文本概念的重新界定，提出有别于朱熹以先知后行的功夫次第之大学诠释说，而为知行合一之本体功夫的大学诠释说。阳明之学，体悟与实践之学，并非系统性哲学建构，
并非为解决儒学作为一体系性哲学须有与道佛辩论之理论系统建构之需的问题，亦非为解决儒学作为吸收先秦两宋以来所有观念系统的如何及大成之体系建构之问题，而是由立志实践之实际操作观念，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穷理等文本概念以及义解释，创谓新说，应有实际实践之体证效验，故而感人深远；应有实际事功之显赫于天下，故而弟子蜂拥汇聚。阳明以及身即是圣人的气象，证明了他的儒学观点，形成一套直接实践的本体功夫的说法系统。不能说阳明展开了全面性的儒学文本解读，而是就重要儒学典籍的实践意涵予以厘定澄清。不能说阳明建构了儒学的新的形上学系统，而是借由他的本体功夫论的发扬而使其系统中预设的儒家形上学观点有了实证的进入，因而有了认同与主张的立场，但所据以为正的形上学系统，其实皆已在先秦两宋诸儒学的系统中被表成了。因此他真正表述的哲学思想，就是真实实践的立场。他借以表述要认真实践之立场的哲学命题，就是借由大学中心的相关概念之文本诠释而立说的。掌握了这个轴线，阳明的所有命题皆同一宗旨、同一模式，没有什么复杂的思辨，只有同一套思路的不断重述而已。当然，阳明所说仍是一套哲学观念系统，但却是讲究实践为要的功夫论哲学。至于涉及三教辩证的若干意见，则仍是宋儒以实理实行于家国天下的同一套思路，阳明亦并没有新见。阳明学可以说是把儒家哲学的实践精神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套系统。在当代中国哲学重视以实践为标义中西特质的哲学风气中，阳明学正是儒学史上最足以代表实践特质的哲学系统，因此受到重大的肯定。但是，儒学当然要求实践，更须是以实践为目的。不过这并不表示儒学不需要形上学原理以作为实践之理据，而形上学原理可以由实践之进入而证成为真，依然不表示实践意指本身等于形上学命题的陈述。因此阳明学故因实践之特长而掌握儒学之精义，但不能说儒学之理论要旨以尽全于阳明学。北宋周张二程及南宋朱熹的形上学体系，都可以是阳明接受并预设的形上学系统。阳明有别于诸儒的，并不是提出了新的形上学问题与理论形态，而是更能陈说实践的宗旨。而其余实践宗旨的更能陈说，当然与他成就于天下的具体事功之实证经历更有关联。依阳明自己的立场，他的事功无异不是成立于他的功夫，而他的功夫无异不是将儒学的价值予以实践而进展的。因此他言说他的实践而成就了儒家的功夫理论，他的功夫理论预设了他没有系统性铺陈的形上学理论。因此他的功夫理论不能视为与他儒的形上学理论有所对立冲突，更且
他的功夫理论也不能视为与他儒的功夫理论有所冲突对立，只能说是有不同的语义约定或问题意识。这一部分就更需要有良好的理论工具以为分析讨论了。总之，阳明以实践的体悟而说出了他的功夫理论，但是他的功夫理论之理论意义的成立，则仍是基于儒学史上的形上学理论，只是他的实践依据他的功夫理论，而他确实实践有成，因此他的实践证实了他的功夫理论为真实有效验的理论，但是这也就同时证实了他的功夫理论所预设的形上学普遍原理。5. 王阳明的重要哲学命题。王阳明于30多岁在贵州龙场驿站体悟格物致知说之后，即以此说之宗旨逐步衍生出其他命题观念。实际上他的格物致知说即是对大学格物致知概念的新解，以此为宗旨，提出对于心意之物概念关系的说法，因而于晚年有四句教的提出，其中还包括对于知行合一的倡说，对于穷理概念的格物致知义之解说，提出致良知说，深化格物致知说，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说，落实格物致知及致良知说，提出必有是焉说，还是为落实知行合一意旨，提出心即理说，以畅说实践。而这一切都是本体功夫的观念系统，就是提出本体功夫的观念并要求实践落实的意旨。此外，本体功夫预设了本体，这就有了形上学意味的哲学讨论。就此而言，阳明倡说最立的就是良知概念，良知就是本体，就是心体，就是道，就是性。良知有种种特色，因此展开动静、善恶、有无诸说，但亦都是为了治良知之本体功夫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提出的。另外，阳明亦倡说天下万物一体的意旨，这也是为了治良知的功夫论作理据的意旨，但这一条已经是张载、程颢皆已提出的观念了。阳明当然有提出有别于朱熹的说法，最主要的重点在于指摘朱熹之说法有悉心与理为二的缺点，以及求至善于事物之中是意外之说，以及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于朱熹的诠释。但阳明又编朱子晚年定论，意图将诸学同于己学。阳明因着实践的倡说，有若干话语似乎涉及到存在现象的唯心论解释，但究其实，王阳明的思想还说不到形上学的唯心论问题，只是实践哲学的主体性认识的强调而已，或说的有些溢出，却仍不能算是形上学立场的命题。本文之讨论将主要放在阳明由格物致知说所引申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说、致良知说诸义上，其他问题另待他文之讨论。本文之讨论将主要以传习录文本为据。6. 本体功夫论的格物致知说。格物致知原是大学文本中的功夫次第项下的第一项，阳明以本体功夫思路解之，格物致知变成不是研究事物之实事实理，
而是实践本体价值于事事物物之上。参见传习录上，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德。阳明解格物，以去其不正归于正，说此格物之意。因此格物即使正事物，即是存天理去人欲以正事物，如此亦是其言于穷理之文义。所以格物是做本体功夫，穷理也是做本体功夫。穷理是把此理在心上实践呈现的本体功夫，格物是把事物的道理去其不正以归于正，还是一个在主体的心上活动的本体功夫。又见传习录上，心外无物，如无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说心发一念，即是主体心行要去有所作为，即是时有一事在实践进行中，故而凡意念之所在便是一物，故而格物即是就所意念而即知事之如何处置在心行上去其不正以归于正。阳明在念头上讲物概念，正见其在主体实践的本体功夫上诠释格物概念的特质，而不是在处理外在事物的客观知识的层面上将物置于心外来说。又见传习录上，先生曰：今谓无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谓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今为必时时用力省察克制，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之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者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者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致只做的各一席而取的功夫。阳明的格物致知之学，并不是拿来讲明知识之学，而是拿来心上实践的正其不正，治其良知之事。因此批评只知讲说却不能落实的进入是一席而取而已。又见传习录上，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此即以正物之实践活动本身解译格物概念，而不是以研究事物之道理的先知后行之功夫次第之意只解格物概念。又见传习录上，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先生曰：格物无见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说无见于动静时之静，亦是有念头在活动时之静，而不是一念死绝之静。因此必有事焉，在此处之解读是心理上有事即是有事。由此亦见阳明是强调心上时刻做功夫的意志。又见传习录中来书云：教人以致之明德，而借其极物穷理，
是使昏暗之事，身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之美而得名乎？纵令静而有决，稍误本性，则亦定会无用之见，果能知时经，达世谢而没用于天下国家之时否乎？其曰：知者亦之枯，悟者亦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种成见，亦恐于道未相割合。区区论治之客物，正所以穷理，未尝借人穷理，使之身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未及物穷理，如前所云物外而一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淫之事，果能随事随物经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久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时乎？彼玩空虚静之徒，正为不抛随事随物经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既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事必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义。有之而后有义，无之则无义矣。知非义之体乎？义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是也。如义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义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义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义用于听诵，去听诵为一物。凡义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义即有是物，魔是义即魔是物矣。物非义之用乎？格，自之义，有义；志，自之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志训者也。然克于文祖，必纯孝徽敬，幽冥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使以文德旦夫而后格，则义兼有正，自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治自尽之也。家格其非心，大成何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义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治自谓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自谓训，而必以治自谓义乎？如以治自谓义者，必日穷治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治之在治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诚训，见于一词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及穷理之意，则圣人何不止口治之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其后世之辟邪？盖大学和物之说，字语义词穷理大旨虽同，而唯有分辨穷理者，间隔至诚正而未公也。故言穷理，则和至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克物，则必兼举致之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
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之。而谓格物，谓常有形，非为不得，克物之止，并穷理之意而使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之，行为先后两节，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亦以残秽者，其端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陈言讥袭，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本文说格物致知说，理论上有意义的重点在强调义与物之诠释上的同一立场，以及格物之格字义应为正字义而非致字义，又以穷理说在义传之本义说格物致知说之意旨。阳明言：义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是也。如义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因此事亲活动之出现乃决定于主体心意之活动，因此有此心意之发出，才有实事实理之落实，以此合心与理为一。笔者以为这是阳明的创造性解释，尊重可也。指其批评他人意见处不必接受即是。又言：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自谓训，而必以治自谓义乎？此即明确表示立场，要以正自义而非治自义说格物之格，因此成为知行合一的本体功夫，而非仅为认知义的功夫而已。以正训格亦是阳明的个人哲学立场，亦是尊重之即可。阳明以格物致知即是为了穷理，然而此说亦同于朱熹，只是两造在穷理说的诠释意见上大相径庭。阳明以穷理即实践了格致成正诸义之本体功夫，而格物则尚需致之成义正心，但穷理便即是彻上下一齐完备的本体功夫，而且这是义传原意。以义传言穷理亦为格物致知解之说是阳明的创作，但是以大学格物致知说解义传则是朱熹的创作。又见传习录下，先生曰：先儒解格物，谓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的？且谓一草一木一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的草木来，如何反来成的自家意？我解格作正自义，物作事自义。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之事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物视，耳非礼物听，口非礼物言，四肢非礼物动。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的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楷，常令廓然大功，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事；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的功？必就心之原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
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时时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时时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成，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诚意。功夫到诚意，是有着落处。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着谓人虽不知而以所独知者，此正是无心良之处。然知的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的不善，却不依这个真知便不去做，则这个真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无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一成？故致知者，一成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故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无心良知无私欲蔽了，的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成矣。诚意功夫时下手处在何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本文中阳明将格物之宗旨明明白白地与诚意正心说合而为一了。正心要诚意，诚意要致良知，致良知则要就处事之物上着实致此良知，因此即是格物。故而格物即是正物，正物即是正其心中善恶诸念，善恶诸念即是意念，即是对意之所在之种种事物之善恶意念，故而意与物合，格物即是诚意，但又多出个知字，所以阳明又把致知说成致良知，因此又是个与正心诚意同义的本体功夫。其实，既然心意之物都是心的种种状态，就说个正心已经诸事毕矣，加个诚意还是正心本意，再加个致良知也还是正心本意，再加个格物也还是格其不正以归于正，因此也还是格心中之意，只是此意已直接对象在物了，故而是即是而正心，也还是个正心功夫。关键都在阳明最在意的一直都是此心之善恶正邪，一直都是本体功夫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功夫次第的问题。即便是功夫次第的问题，阳明依然转向以本体直观之功夫为次第之优位功夫，因此并没有次第功夫的准确问题意识。于是格物之意涵还是本体功夫，则本体功夫以格物说，以诚意说，以正心说都是一指全同。中间多出个致知较难说，于是阳明创造性的以孟子之良知说为此处之知，于是致知成为致良知，则致良知就是正心，意涵人同。此事占干权曾有辩难于阳明，阳明则仍是以本体功夫一路回应之。依笔者之立场，赞成干权的辩难，但阳明是集大学文本以创说己意，作为哲学创作，理解阳明的思路并尊重之亦可也。但所谓尊重是尊重其哲学创说，而不是同意其文本解读。7.
阳明论心意之物的关系。格物致知说是在大学文本中的概念，它原是连结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四项功夫次第的观念，但阳明将四项次第功夫以一项本体功夫的意旨解读了，因此多出了心意之物的四合一的如何解释问题。于是心意之物成了同一个主体之心的四种状态，并以此发为晚年之四句教宗旨。参见传习录上，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是清，即是清便是一物；意在于是君，即是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人民爱物，即人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成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各成义；成义之功，只是各格物。阳明谈本体功夫，本体功夫以心理修养为进路，因此是心上功夫，故曰心是身之主宰。阳明对义字之使用只是一般的发位念虑层次之事，义就是一般的有善有恶之念头的义，念头之义有一个价值意识的主宰在，即是知，此知是知善之恶好善恶恶之良知之知，即是心之本体。至于物，即是事。阳明此说十分谦和于大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排比系统而勉强定义的，说物是意之所在的物，就是为格物是要正视物而说的。既然一切事理都是意念的对象，那么即正心诚意即端正了一切事理，因此又连接上心即理的思路了。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就是要说事理之呈现必在主体心行之内，因此还是一个要求做功夫的思路在定义心意之物的概念的，而心意之物的概念之所以被排比在一起，则又只是依大学文本之现实而做的定义。所以与其说阳明在做概念定义，或说阳明在做文本诠释，都不如说阳明只是为畅说实践而借由文本文字定义来提出。当然这不只是一套论述的策略，而是他自己已经确实如此的解读了文本。当然这就是因为他已经是这样的想事情了，因此才不自觉的这样的解读文本了。所以阳明的文本解读不必是大学原意，但也绝非没有哲学意涵，而是一套有哲学意涵的创造性的文本诠释，有推进儒学理论的功效，但不必一定要去争辩这是否就是大学文本之本意。若由阳明四句教旨来看，其意实是痛于此文之使用义的，由此则知其心意之物概念之使用义是为本体功夫的诠释而为之定义。参见传习录下，丁亥年9月，先生起复真思田，将命行时，德宏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宏曰：此意如何？汝中曰：
此恐谓是就近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亦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弘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备有善恶在，格、致、成、正、修，此正是复纳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是系是作天泉桥，各举施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滋味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立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盈无湍的，原是各未发之中。立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具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时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子去的尽时，本体亦明净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立根人的；德弘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未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夫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继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使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理，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立根之人，是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言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忘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各本体，一切事为具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迹，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弘，汝中具有审。在格物致知说的基础上，阳明弟子及心意之悟展开了魔善无恶还是为善去恶的争辩，此即阳明学说中另一核心命题。四句教说的来源，王龙溪以无善无恶开端。既然阳明曾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则意之物亦应亦其是无善无恶的。钱绪山十分不安，两人提请阳明正义。一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其以心意之物四个概念排比功夫论的一套新创学说。关键在于阳明是站在从未发到已发的历程上，使用心意之物四个概念说本体功夫，因此心意之物其实都是心的作用的四个历程之四种表意形式。就此而言，阳明在这个系统中所使用的新概念，其实是发为心意之物四个概念，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就主宰之心在未发时尚未有种种善恶意念而说的，不是说的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必是至善的，本体是说的终极价值，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之本体。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只是就着心之尚未有活动时的中性状态而说的。
阳明这种表达方式亦见于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6. 理之价值亦是仁义礼之至善的，但就其为义理体本身而言，说其有此理之存在之自身而非在义活动的状态时，其善其恶两不彰显，故说谓无善无恶，指其非在活动之自存之静止状态。因此是心统性情架构中的性的在未发之中的状态，未发状态时之此心乃无善无恶。此意亦差不多同于朱熹所说的理无动也者时的层次，理就其存在自身可说洁净、空阔、无动、无善、无恶，但理就其价值意识而言就必须是至善的了。说有善有恶气之动，就是说心之活动了，同于阳明自己的义概念之使用，是有善有恶的，即是一般人的一般心理状态，即是意念不纯实之状态。回到四句教说，有善有恶是义之动，显见阳明说义就是一般心理状态，不纯，故须对治，即是知善知恶的工作，知义是心之知，不会是别的主体的知，因其能分辨善恶，因此是心之本体之知，即是良知的作用。良知仍是主宰心的一个侧面，指其是本体的侧面，是天地之性之发动的侧面，即知善知恶即的为善去恶，为善去恶仍是心的活动，是心之对治于有善有恶之义的活动。依阳明，义即物，物即义之所在之事物，因此还是义，是心对治义而为善去恶，是心对治心中之善恶分成而以善去恶。对照于阳明连山中之花草都说成是心内之物，则确知其物字之用法确实就是义字义了。所以为善去恶是格物道，不再是对物字义做讨论，而是直接说格物功夫了。至于王龙溪所强调的无善无恶之意指，依阳明之意，人心本体原是明盈无湍的，原是各未发之中，所以其所说者就是心在未发时的状态而已，只是一个状态，未有相对之善恶意念，故说无善无恶。但一旦发动良知本体，则必是知善知恶，且能为善去恶，因此立根之人一物即入本体，此物却并不还是停留在无善无恶之意念处，而是至善无恶之价值意识了。王龙溪强调此一状态为就近处，正与其功夫虚玄之特质有关，无怪被批为入禅。阳明则因自己意志把握不清，遂与立根之赞辞，但说到自己的根本宗旨，则还是要回到四句教中，而不是四无教。另见传习录下，先生曰：习哉！此可一言而悟，为训所举言子是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事？听言动，心欲事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
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摄者处谓之物，只是一见。亦谓有悬空的，蔽者是物，故欲成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革之，去其人欲而归于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避而得志矣。此便是成意的功夫。久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上文即十分清楚地见出阳明所使用的心意之物之字义都是心的种种状态，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摄者处谓之物，只是一见。心是人性主体的本身，一切都是心，但心在已发时之状态有种种善恶诸念，此即以一说，亦谓有悬空的，蔽者是物，故而物即是意念中之事物，物与意二而异矣。其实心意之物在大学有其本来意旨，正心为本体功夫落实在有善有恶之心思念虑之意中，即是成意功夫。为成意功夫须有正之见，故须致之，致之须就事物而言，故言格物论指十分朴素，指阳明专主强调本体功夫，故而心意之物一义，而格致成正一事矣。8. 阳明良知说及致良知说。良知是孟子文本的概念，致知是大学文本的概念，致良知是即大学文本说孟子意指良知之实存对阳明而言是有真实实感的经验，而把良知说为本体则是先儒共有的意见。孟子以良知良能我故有之，即是以良知与性善本体等义并用，阳明就是继承此义而已。参见传习录上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思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人不可慎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思意障碍，所以须用致之格物之功，慎思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至则意成。良知既是性善本体自然即能发用，但是常人不免思意，故须用致之格物功夫。其实常人不免于思意之原因为何？这是形上学问题，当然也是功夫论问题，就是没有做功夫才会有思意流出，因此是功夫论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功夫思意即会流出呢？要给一个解释，就是形上学存有论的问题了。张载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朱熹的理气说，都是为面对这个问题的形上学系统。王阳明是不进入这个问题意识的细节去思辨形上学理论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儒学形上学的必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做功夫时可以不去意识这个问题，但不表示理论的世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笔者要强调不同的哲学家系统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就其所关切之问题而提出意见，而形成儒学一大系统的各个方面，
这都是有所贡献于儒学理论的哲学史进步的，不能因为功夫操作时可免于意识这些问题，就以为这些问题已被解消或不重要。张载与朱熹的形上学的意见在系统性哲学的理论建构中仍然有其重要的地位，王阳明可以不谈，任何一位学者也可以不谈，但不谈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不重要或无意义。即就阳明文本而言，为何要做格物致知的功夫？良知至善之本体岂非已经足够？事实不然，应有私意在。又见传习录上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的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谓学头脑处。阳明讲心体，心体即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即是道，做功夫都是做在良知上，故而说是要在心体上用功，这就是谓学头脑处。其实朱熹一样说头脑处，意指全同。儒家的功夫就是本体功夫，本体功夫就是心理修养的功夫，就是以儒家价值意识作为主体心行的意志以为贯彻的宗旨。此价值意识为良知说，为天道说，为本体说，为心体说，都是同指一事。阳明于此一行上道体的问题无有新说，阳明于此一本体功夫的意旨亦无有新说，唯一有新意的就是集大学文本概念的本体功夫解读来强调必须实作功夫，将致知说谓致良知，就是这个文本新意的解读。又见传习录上上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极易道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源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源不动，理源不动，即亦是复其心之本体。本文说性即是理，又说性源不动，理源不动，这些思路差不多就是朱熹的存有论思路了，连命题意旨都相同了。阳明说的性即理，即是朱熹之意旨，没有任何可以差别的。阳明说性与理之不动可有多义，朱熹亦持此义，但朱熹之持论主要印在说他们的价值意识永远不更易，至于阳明的持义主要印在主体心尚未发未行动之前的状态，只是纯性的纯理的，即是伊川所讲的未发只可言性的时机，此时性不动理不动，甚至亦是无善无恶的状态。又见传习录上至善者性，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只知是复其本然而已。性即是良知，性是至善，
这是就天道的价值意识说的本体。阳明虽有无善无恶心之体说，但那指的是主体的未发活动时的状态，不是就主体的本体的价值意识说的。9. 阳明穷理说。穷理是义传概念，朱熹严格物质之时，以认识事物之道理诠释之，同时将义传言穷理之概念带入此义中。阳明不走认识道理之路讲格物致知，反而是从实践价值原理的方式讲格致功夫，如此一来反而与义传言于穷理尽性致命的本体功夫意涵一致。参见传习录上梁日福问居尽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300，威仪3000，又何止两？公且道居尽是如何？穷理是如何？曰：居尽是存养功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各甚。曰：是存养慈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曰：如是亲，便要穷孝之理；是君，便要穷忠之理。曰：忠心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慈心之理矣。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人之理，真要人即人；穷义之理，真要义即义。人义只是无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治人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功夫。日福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一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日福悚然有悟。阳明弟子之言，居尽是存养功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此说与程颐涵养须用尽，尽学在致知的意旨相同。居尽、存养、涵养等是阳明的宗旨，即是本体功夫，故而无疑。但穷理概念在程朱之使用上却是尽学致知之意旨，此即阳明要反对的。阳明关心的是主体是否真要实践，而不是主体要实践的道理是否需要讲求。后者是程朱的格物致知义，前者是阳明的格物致知义。因此阳明亦将穷理解为主体实践此理而为穷理之义。故曰：穷理即是尽性，尽性是本体功夫，是把穷理之理直接以本体论的价值意识之仁义礼知来解读，故而穷理即是落实仁义礼知的价值意识，而不是去追问外在事物如何处置的客观道理。可以说这是问题意识的不同而有的不同的穷理诠释意见。此处阳明之诠释意见又是还原为一套本体功夫论的意旨而已。10. 阳明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
说亦引申自格物质之说而来，格致功夫是先知后行的宗旨，此亦无误。阳明以为割裂之行，实是误解，但阳明倡议之行合一之旨，亦是大有功于儒学。指其批评朱熹文亦是无甚必要，且有错误而已。参见传习录上，爱因为会先生之行合一之训，与宗贤为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是举看。爱曰：如今人仅有之的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之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为有而不行其知而不行，只是为何甚愧教人之行，正是要复纳本体，不是着你稚嫩的便罢。故大学指各真之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被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的，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之孝，某人之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之孝之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知之。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珊珊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各分晓一行作知的功夫，一行作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常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此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各名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的事。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所，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各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的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一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之的功夫，待之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经说各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的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记得甚是。只是闲说话。阳明说知行合一之旨，就是要求做功夫的意旨而已。有人能知不能行，这就是私欲作祟。至于古人先说知再说行，这是为免明行妄作，所以先说知再说行，这正是朱熹本意。阳明并不能以此说而有所对立于朱熹先知后行之说。至于后人呆之后行，这又是人病，因此要提知行合一以治此人病。然此人是人病，亦非法病，亦即并非先知后行之命题的法病。又见传习录中来书云：所欲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教养互发，内外本末，以寸知之道。然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路乃行。未有不见事物，先有事事，此亦毫厘疏忽之间，非未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既云教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功夫次第能不无先后之差，吾乃自相矛盾矣乎？知食乃食等说，此犹明白易见。但吾子未尽文章，必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义，即是行之亚矣。食谓之美恶待人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以先知食谓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即是义，即是行之亚矣。路其之险夷，必待身轻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轻履历而以先知路其之险夷者邪？知汤饮，知衣服，以此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欲，是乃所谓不见事物，而先有事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一察之上有未经。然就加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弟子明白问阳明功夫次第的问题，阳明以为弟子之问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此暂不论。本文中再度出现阳明对于知行先后的特殊解读意见。阳明甚至认为是要行了之后才可能有真知，所以必须是知行并进才可。而程朱意见是要先知了之后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问题何在？关键只在阳明所论之先有行动之后才能知道的事情是指的主体的善恶诸念。阳明在用兵治世的经验中，多少善恶念头交战胸中，真正成就大事者都是在此处见识透彻才能终成大事。
都是不断检讨自己的私心私意是否影响处事的决策，才真能顶住内外诸多交逼之痛苦。所以对于阳明而言，真正需要知道的就是自己的心念之正道与否，而不是对外在事物如何处置之事。那些对阳明而言都是简单的事，但是否坚守道德义事，则是惊心动魄利害攸关的大事。因此要真行为了以后，才能见到自己在更新的场面格局上是否还能守住原初的善念，而这正是要用功的地方。因此知行并进，才有尽德修业的成就。阳明此说虽特殊，但亦极为明白，说明于上。又见传习录中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之。此为学者吃紧立教，彼勿躬行则可。若真为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贻误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亦起圣门之行并进之惩罚哉？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经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节用功，先确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之。云知更乃实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就必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家事，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孤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贻误理，此盖先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无心，外无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以物理而求无心，无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无心邪？慧眼为人之所以为学者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以其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贻误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盈而不达之处，此告子意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意而已，以其全体测达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之行之着以二也。求理于无心，此圣门之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本文深度深说之行合一之旨，并给予对朱熹的批评，最后还是还原到心即理的命题上。阳明以为知行合一说之提倡，是因为时人将知行分作两节功夫。笔者认为提倡知行合一说甚有道理，但时人将知行分作两节功夫是时人的人病，并非朱熹有此主张。阳明以为持朱熹先知后行说者会批评他的理论会有一种专求本心，遂贻误理的缺点，
这是指的缺乏客观知识就要强调积极实践时会导致的明行妄作之弊端。此意阳明也是知道的，但这不是阳明认真关切的问题。阳明为此替自己辩驳，他的讨论重点却是放在心即理上，以及主张心要与理合一，也就是知与行的合一上。然而，有趣的是，阳明强调心即理时，却用上了性即理的命题，亦即被当代学者划为两绝的心即理与性即理命题，根本就在阳明学说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阳明之意即是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就是说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之性，即是天理，故而性即理。既然心中富有天理之性，则在心意中将之呈现及落实为一一具体的德行行为了。因此要有其心，才有其理，才有其事，所以专求本心，即有其理，即有其事，岂有专求本心遂一物理之事？此二说各有思路及概念定义，其实皆可成立。但阳明却要批评朱熹对心与理的讨论意见，未免以其学者心理为二之弊。阳明之批评没有什么根据，学者要有何种弊端自是他人之事。阳明学说亦其后人情时狂荡之弊，这也要阳明悔过吗？笔者不以为然。因此朱熹的言论其后人何种弊端亦无需朱熹承担，古今中外多少圣人言语一样，其后人无穷无尽之弊端，关键只是后人治不力，非关圣人言论。阳明以朱熹之说为外心求理，所以知行二分，而他的理论是知行合一，心即理。笔者对于阳明建立心说完全认同，亦不必从大学原意是否及此而认同或否定。阳明就是就着自己关切的问题及大学说道理而成一家之言，如此认识即可。理论问题已讨论完毕，至于文艺考据问题是另外的事了。11. 阳明讲心即理说。心即理说是在知行合一说中引发的较为深刻的理论。哲学史上以六王言心即理，程朱言性即理而为严格之对立系统，其实不然。就在阳明的文本中，心即理说与性即理说完成有机的结合。功夫论的心即理预设存有论的性即理，根本没有冲突对立的任何意思。参见传习录上，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是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必久矣，其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是父，不成去父上求各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各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各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顶外面天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是父便是孝。
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至民便是信与人。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醒悟处。但就说禅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是复一事，其间温庆定审之类，有许较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效，恐怕有一毫人欲见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效，恐怕有一毫人欲见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各成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各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各亲的道理。这都是那成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成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辟之树木，这成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变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欲于色；有于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作根，便自然如此。天下事理的道理在于天下事物之本质，这是朱熹格物致之说要追求的是事物物之理的思路，但阳明说心即理也的意思却不在此，而是事物物之道理的实践只在主体心的意志之愿意实践上才能实现完成。这又是孟子仁义内在说的意志之再现。王阳明想的问题不是存有论的说普遍原理存在于心内还是世上的争辩，而是实践活动的落实是完成在主体性的价值自觉上还是外在事物的本身。那么结论当然是完成在主体性的价值自觉之活动中。因此此心即此理，心即理即是心实现了理，此心即在如理的状态中，理的呈现只能因主体心的贯彻而有其可能，绝不在外在事物之道理的言义上。因此是复不成就求天理于心中即得而成之，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至于真要去世复实的温清定审之事，阳明亦非不讲求，而是要讲究头脑，即是使此心纯乎天理才是头脑。头脑定位好了，温清定审自然会去讲究；头脑未定，则就算讲究了温清定审亦是无效的。所以阳明的心即理是心去实践此理，使此理于心上呈现之意，不是什么形上学存有论的命题之以心之谓做功夫，即必以与理为一之命题意指。因此此理是活动的，而能有别于性即理说之理是不活动的意思。事实上，王阳明一样主张性即理，为性即理本来就是在说存有论，程朱畅说于前，阳明未有误解，因此实践哲学进路的心即理说及的与存有论进路的性即理说合一共处。又见
传习录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说虚灵不昧，就是在说主体之心的功能；说众理具而万事出，就是在说主体心之能辨析道理而指挥事物。既然如此，没有心之活动作用，就没有事理之呈现之可能，故而理亦在心内，事亦在心内。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并非存有论的说普遍原理，而是功夫论的说一切皆因主体心的活动而有其现实。又见传习录上，或问惠安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语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朱熹之意不过就是心统性情及求是事物之理，因此为学在心与理而已，善解之极无疑义。但阳明说心即性，性即理，却与朱熹倡说的性即理同一意旨。朱熹之心统性情，性即理，就是在说心概念包括了性的意涵及情的意涵，此与理气说一致，性即理气说之理，故而性即理，情即理气说之气。其中言于性即理，即是要倡说人性即天理，即是天地之性，即是天理本身。天理是善，故而天地之性是善，故而人性是善，就是这个性善意旨的强调而说出性即理的命题。此一命题亦在阳明言说中出现。性即理是存有论的说，心即性即同于心即理说，是一实践后的状态之命题。心即理与性即理根本没有理论对立的意味在。又见传习录上，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谓善，有谓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始其本体。此即阳明从主体实践与否来回答这个人之为恶的问题。从经验上说此说正确，从理论上说尚未就近，应该给予人之所以可能为恶的普遍性命题之说明，亦即形上学的命题。朱熹谓之大有贡献于儒家哲学系统，王阳明没有讨论，亦不必因此批评王阳明。个人有个人天分上适合谈的问题及兴趣上更关心的问题，但绝不能忽视别人的问题，更不能否定别人谈的问题，更不能的是因不解别人的问题而以为别人的答案主张有误。又见传习录上，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谓当理，便是私心。若悉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问：世事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者，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是谓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说无私心，即是当理，即是说心即理，故而笔者不断强调，心即理说是就功夫实作处说，性即理说是就存有论的概念关系处说。
至于说悉心与理，是指诸悉一指，即是不去即心即理的做功夫，因此心与理隔。然而诸悉没有这样的意指，是因为阳明自认为诸悉的格物致知穷理说是求理于心外，是不去实践光讲求。也许时人有此种人病，但是诸悉绝没有这等主张。12. 阳明对诸悉之批评。阳明对诸悉的批评包括意外说、知行分裂、没有实作功夫、心理为二说等，都是误解，本节欲与澄清之。首先就意外说言，参见传习录上。爱问知止而后有定，诸子以为是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立。先生曰：于是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意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得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意未常离却是物。本著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诸悉谈修其至平的是功需求格物致知之功于先，是一先之后行的功夫次第说。所谓功夫次第，即是次第之先及次第之后皆一齐完成，才是功夫的完成。其中次第之先须以格物致知谓之，即是先之后行的主义。此先知之功夫，即是求是事物物之理；此是事物物之理，即是实物实事之公共政策之知之理。之后即去行之。此事物客观之道理，含文见之之意，亦含德性之之意。实践之即是成正修其至平诸相。王阳明割列诸悉一大学次第讲功夫之意旨，单提格物致知为求是理于外之说，实际上是以为此求外在事物之理之功夫，只为求其理，不为求实践此理，不求实践即不于心上实现此理，而实践是心上之事，故其求是理于外之事，即是外于此心之事，因此是告子的意外之意。王阳明当然是误解诸悉，但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之意，即是预设形上学的性善说，以此性善之本体发为心行实践之功夫。此亦同于孟告之辩中的孟子以仁义为内之说之意旨。可以说阳明是在谈主体实践的功夫是为由心体内发出的本体功夫论，而朱熹是在谈社会实践的事物客观处理原则。问题不同，意外之说却是一记重击，因为朱熹辨析，阳明此说畅快淋漓，却于文艺的客观认知有所偏差，对朱熹是一大误解。就分裂之行言，参见传习录上。问知至然后可以言成义。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的克己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宣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格不自见，私欲亦格不自备，如人走路一般，走的一段，方认的一段。走到其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见能到的欲到之处。今人于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
且只管筹不能尽之。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的自己无私可克，方筹不能尽之，亦未迟在。本文不是直接批评朱熹理论，而是对朱熹先知后行说在后人的曲解下的不当行为之批评。朱熹理论关心的是治国的事功要先讲究方法细节才能去实行，以免贻误了天下事。一般人的毛病是不去实践，却借口要先知道方法细节再来实践。王阳明关心的是，真正在实践上产生障碍的是自己的私心，因此就已经知道的道理去实践之后，接着还是会产生私欲，这时就要继续克制私欲，所以才说走的一段，方认的一段。依朱熹是要先知道往哪里走，才去走，这就是外在事物的客观知识说。王阳明谈的是自己的私心私欲，要碰到了威胁利诱之后才会引发出来，出来就克制即是，未出来前也发觉不到，因此今人于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筹不能尽之。只管闲讲，何益之有？阳明问题方向与朱熹不同，因此命题重点就不同于朱熹，不可谓阳明有不同于朱熹的功夫理论，只能说阳明有不同于朱熹谈知行问题时的问题意识。至于就阳明的问题意识而言，朱熹亦不会反对其说的。又见传习录上问明悟度说，亦须先讲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的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终结之和，自然无失不可。即模式心，虽欲先讲的世上许多明悟度说，与己缘不相干，只是装坠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明悟度说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葵之乐，既之种，是他资性何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道的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弃，使爱既意义而为，当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弃。此为养的心体正者能之。明悟度说之讲求，即是朱熹先知后行的问题意识重点，阳明亦不反对，只是更关切成就自家心体的问题，以及是否在主体心行上立志实践的问题。至于明悟度说，亦不是将明悟度说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在大学中的知所先后，即是格物致知为先，至少是朱熹及其他阳明以前所有儒者的共解之意，包括象山亦持此解。大学却忽言于先后之道，而阳明之先后却是先立志于主体，则自然能于用上求之，故而格物致知变成致良知，几乎就是诚意正心之意。
对于阳明，人生的苦难磨练无一不是良知发动而后度过艰难，他自幼聪颖过人，明悟度数从来不是问题，倒是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遭受无限的痛苦时，是否仍能坚持仁义之心才是真正的问题。因此坚持仁义的本体功夫才是他以为的先后之先，因此要求做本体功夫以提起主体意及致良知才是他所关切的功夫实践之重点。不能说他与朱熹有对立的意见，但也不能说他与朱熹有共同的核心问题，同时也不能追究何者才是。大学正解只是一部大学，同时被不同的问题意识及思路观点所诠释而已。就没有实作功夫而言，参见传习录上，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禾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所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道的得胜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休6级，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所。文公早岁遍着许多书，晚年方悔世道作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物。又谓虽读的书，何益于无事？又谓此与手书籍，拟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事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本文直接批评朱熹一向只就考所著述上用功，而不能先切己自修，笔者不同意此项批评。考所著述是为了知识传承，本身即是儒门的大事业，有讲明有见履，都是重要的事。至于讲明之际，亦必有多少切己自修之反省事业在。切己自修指的考所著述是反省善恶诸念，这就是阳明要强调的本体功夫。朱熹之能够考所著述，是站在多少切己自修的意志上千锤百炼而出来的实功。至于朱熹多有书信言及自己修心反省的不够之事，此事阳明岂不亦然？指阳明在事功上切己自修，而朱熹在著述的生活历程中切己自修。关于朱熹的一生亦不少动心忍性的磨难，即如王阳明所言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本意，求知的著述生涯即是实践知识传承的行动。王阳明仅注意及朱熹提出修养不够的反省意见，就以为这才是朱熹真有实践的证明，甚至发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书，笔者不以为然。论断他人的实践是不容易的，研议他人的理论才是有明确工作对象的。朱熹的理论有不同于王阳明的问题意识，因而有不同的命题主张，不必因为反省自己的修养不足，即改定哲学意见，
这是不同的范畴，是阳明自己混淆了。就析心理为二言，参见《传习录》中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及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人取其厌烦就曰涵养本源，述说标示学者，只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诸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及物穷理是就是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无心而求理于事物物之中，悉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无之心邪？亦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无心遂无孝之理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于，亦在于无心之良之于。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于，其或可以守而园之于，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于，亦果出于无心之良之于。以是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悉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悉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意外之说，孟子之所生辟也，物外夷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有以为不可逾。若彼人所谓治之格物者，治无心之良知于事物物也。无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治无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物，则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治无心之良知者，治之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前之所云，与诸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本文批评朱熹的格物说，是及物穷理，故而悉心理为二，是告子意外之说。而阳明自己的格物致之说，是治无心之良知于事物物，使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与理为一。此说十分典型，是阳明说朱熹的精要之词。其中悉心与理为二之批评，即是以朱熹乃求理于外在之事物，即如求孝亲之理于其亲，然而此心未发，则无有孝亲之行。因此是悉心与理为二。这样的说法真是阳明自己的创造性误解，完全不在公甫次第一之格致成正修齐治平的脉络中阅读文义。朱熹求理于事物之中，是为处世之知之需，此事极为重要。阳明天资过高，可以忽略，但众人皆不能忽略之，否则即是迷行妄作，认真求知之后，继之以诚意正心，更继之以修齐治平，而为所有资质者之成圣功夫的完成。阳明何须发为言论批评此说？命题之意涵不决定于后人之妄行，阳明竟以后学者之妄行以定义朱熹之哲思，岂合理乎？13. 结论。讨论王阳明之行哲学问题，主要涉及的重要观念即如上述。
但是讨论王阳明整个哲学思想的要项就还不止此，仍应包括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宇宙论，近似唯心论的人与天地万物之关系，对道佛功夫论的看法，以及许多他对弟子教学活动中的特殊风格。此外，诸王关系之恒定与王阳明哲学在当代的讨论意见之反省两项尤为重要，此二项尤其直接关联。当代新儒家穆宗三先生对朱熹的批评意见，几乎已尽现于阳明哲学中，熹心理为二，意外说，割裂之行三项为其大者。然而特别的是，穆先生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两分诸王的架构，却在阳明哲学中同时出现且呈现完美的融合，显见阳明虽不主要讨论形上学存有论问题，但对存有论进路说的性即理和功夫论进路说的心即理却不至于混淆。要说清楚这个差别，此诚有赖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架构之功。传习录上98，朋友观书，多有斋意惠安者。先生曰：是有心求义，即不是。吾说与惠安时有不同者，未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惠安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希解的明当处，如何动的一字？以王阳明哲学是没有知识论意义的，这是哲学史的传统课题。但是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方法却是有知识论意义的，这是当代的课题。参见劳思光先生言，阳明学说根本未有知识论一面之探究也，页410。新编中国哲学史3上。2. 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传习录下。3. 参见传习录中来书云：元神、元气、元精必各有际脏发生之处，又有真阴之精、真阳之气，云云。夫良之意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人成宣之精，安可形象方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跟阳，阳狼阴，亦非有二也。苟无良知之说明，即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观、七反、九骸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4. 年谱27岁录，先生谈养生。5. 如王龙溪开其端，罗晋溪成其序。6. 3206 109 397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01 15:50 32 GMT 28:203 338-1 of 55年4月95 114 C19 FA 00003 Heights 6 109 397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宝柱锐器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首页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昆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程颢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颐形上学功夫论与易学进入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The Metaphysics of True Shape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宏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宏心性哲学、胡宏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宏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朱熹理一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者，辩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士公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新统性情与新集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鹅湖之会的伦理意涵，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易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以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摘要。名如罗清顺，号枕眼，在有名一朝批判阳明学说最立，攻击象山阳明等新学未禅，坚持心性二分说法，以为心学之心不知性，一确性理，即是事之心不知性，此其学说之大纲目，并以此肯定朱熹格物穷理的功夫论学说，然而却反对朱熹理气二分之说，主张理于气中任取，开启明代气论思维的先声，但是他仍需面对善恶现象的解析，故而提出理一分书说以为解决，究其实还是不能摆脱理气二元的思路。总之，罗清顺为辩证如佛而以儒学内部作义理重构，既无助于辩证如佛，亦造成儒学内部义理失调，但亦确实站在朱熹立场发扬成朱之学，亦仍有功于儒学。总其理气心性论之辨析，实为亦存有论进入的思考，故而与功夫论进入的心学思路大相径庭。本文即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进入，企图解析罗清顺理气心性论的存有论进入意涵，并对罗清顺辟佛说及批判陆王之说进行解析。
关键词：罗清顺、朱熹、陆象山、王阳明、辟佛、礼义分殊、心性为二。一、前言。明代气论思维的发黄，有着种种不同的径路，必须回到哲学基本问题本身来看，才能清晰厘清各家气论思维的真相。明如罗清顺被誉为明代的朱熹。二、他对朱熹有继承有批评，批评部分是理气论的二分，他主张理气为一，理在气中任取，迈出了明学气论思维的一步。但是在辩证陆王学方面却是主指定在朱熹学思，他言分心性，以六王之心不知性，即谓禅学无疑。以此指责陆象山、杨慈湖、陈白沙、湛甘泉、王阳明皆谓禅学。又批评阳明格物说，站在朱熹功夫次第的思路中，将阳明格物说也推向禅学。关键即在罗清顺所认知的禅佛学基本形态，即是以知觉为性而不知理，因此象山、阳明诸学之心学径路的思路皆被置于禅门学之中。罗清顺在理气论方面是气论本位无疑，在心性论方面就是两分心性，这是明儒对他的一般性认识。本文之作即将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径路，指出罗清顺的思路就是存有论及穷理义的功夫论思路，并未立功禅佛学，以致从整体存在界而言的存有论径路能腔理气合一，却在主体实践活动的问题上必欲两分心性，以为儒佛之别。三、可以说辩证儒佛是他的首要关切，而这本应该是本体论、宇宙论径路的区别，却被他狭窄化的从心性概念的存有论定位上切入，从而混淆了存有论及功夫境界论的界限，而将象山、阳明心学径路的功夫论视为心性不分的存有论问题，从而斥之为禅。所谓之禅，在罗清顺而言，亦即以心法起灭天地的本体宇宙论系统，从而在功夫上一己心而恣意妄为。罗清顺简单化的以禅佛学即是任心为性而至于如此，以此之故，遂立斥本来是在谈主体功夫的象山、阳明的心学。本文之作首先界定罗清顺气论中心的理气论思想，并说明他如何以理义分殊的观念整合朱熹理气二分之说法，并将之定位为形上学的存有论思路之学。其次界定罗清顺的心性论思想，说明他二分心性的概念界定意涵，并旁及到心人心二分以及人欲天理二分的概念界定之说。接下来再转出罗清顺对禅佛学的理解形态，以作为他辩证于陆王心学的义理基地，并介绍他如何指控象山学、阳明学为禅学。笔者并不站在罗清顺的立场主张儒学，也不站在朱熹、象山、阳明学立场主张儒学，而是站在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解析的立场，企图清晰疏解发生在罗清顺以理气心性说折冲诸王的儒学辩证的理论意义。儒学的心学也好，气论也好，存有论也好，功夫论也好，
每一种哲学问题都应该有它的明确的思维脉络，借由罗清顺的材料在此做出澄清，亦是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贡献。2. 整体存在界的理气关系。罗清顺论理气，最明确的意见就是理就是气之理，并认为朱熹始终认为理气是二物，而他要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就是从理义分殊观念入手，以为理义分殊弄清楚了，则理气位义也就清楚了。理与气是两个概念，朱熹论之最详，然此一对概念从张载到二程皆已纷纷使用之以讨论形上学问题，对焦在整体存在界的存在意义以及个别人存有者的生命意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三教辩证而建构的实在论的儒家形上学立场，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人性善恶的先天本体以及后天修养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现象实在，现象以气说，气之作用有理，有理即论其实有价值，即人义理之目的性价值原理。必有此理，故现象有意义，以此对辩于老佛之教。必说理与气实为二物，并非就现象存在物而言于理之另为一物，而是就实有此理之原理性存在而说为亦存有。此意朱熹辩之以详，可谓朱熹照管的问题亦是清晰且详尽，后儒少有能如其广大经纬的清晰思路，故而多有从各种不同径路批评朱熹的理论出现。罗清顺的批评主要在于以气说现象，以气中有理说格物穷理功夫的对象就在经验现实世界之中，以对抗被他视为入禅的象山，阳明心学，故而必欲使理于气中，认理于气中，这也是经由辨析三教至深的思路。此一思路其实无需与朱熹对抗，指罗清顺哲学问题亦是抽象度不如朱熹精微，故而以朱熹纯粹论于抽象存有的理气二分之说法为敌，并未解救朱熹二分理气之弊，遂以为理一分殊说可解之。罗清顺所说的理义分殊亦有三教辩证的作用，前说理即气之理，而整体存在界即一大气流行之世界，此一大气流行之原理即此理义之理，此理流行于万物，故人皆可谓尧舜。然此一流行中自有分殊，分殊中自有各物之不能呈现纯粹天理之时，此即须发为功夫，因其理一故分殊之意必能复其一理。由此见出，罗清顺说理义即是就整体大化流行说，亦是含着气；说分殊当是就着经验各物说，亦是含着理，故而皆是理气合一说。此说即是为辩证如佛而立，因有此分殊之人心，是为进行功夫前之人心状态之尚未如理者，却被禅佛学识之为即以为天理者，此即不实理一分殊之物。故而在批评朱熹理气二分的理气为一说中合而为一的理气存有，在理义分殊说中又被罗清顺自己给分开了，分开是为了要求做功夫之需，要求做功夫又是为了反驳陆王心学的心即理说，心即理说被罗清顺视为错误，
因为这样等于不必做功夫了，所以罗清顺又走回程朱的性集理说。由此可见，罗清顺整个思路就是形上学存有论问题的思路，所以形上学问题才是罗清顺哲学观念的基本立足点。以下细说之。一、气论中心的理气合一说。罗清顺认定朱熹是理气二分，并且视经验存在意义下的理之为气之外之独立存在物而为二分。罗清顺认为经验世界之物只有气之一物而已，气之运作原则是为理，其言。自夫子赞义，使以穷理谓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的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合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模矣。积为而者，有者复为。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思民之日用仪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小格，而促不克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除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复于气以行也。________ 思义也，为陈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诸子似乎少有为何？今其说俱在，必求所以归于之一，斯可矣。________ 所谓诸子少有为何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绝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4. 罗清顺讨论理与气各为何物，但显然他就是从现象世界的经验存在物上谈理气，因此主张只有气之存在是现象世界的经验存在物，而理只是此一现象世界的经验存在物的流行变化之原则，并非另有一物。罗清顺这个说法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他认为朱熹以理气绝是二物的说法是以理是气之外之另一经验存在物。5. 这就是对朱熹说法的错误认识了。当然，同样的错误认识的理学家或当代学人亦是不少，无人不能就此同意罗清顺对朱熹的理解。朱熹的理与气绝是二物，是说的理是一真实实有的存有，但并未说其为经验存在物，并且朱熹多次明确指出理无气不能存在，因此朱熹说其为二物只是欲说其原理实有。朱熹说气强理弱，是说的现实人存有者的秉性存在之实况，确实有贫富受夭至于贤不肖的种种气秉差异的实况，并非天理本具，人性本善就能于现实生活中如理呈现，因而有此说。朱熹说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其实就正是在说明他所说的理绝不是气存在物之外之另一经验存在物。就经验存在而言，理就是存在于一切经验存在物之中，即如罗清顺所言之气之作用即是理。笔者认定罗清顺是就经验存在物说理气论的思路，又见以下诸言。天命之谓性，自其受气之初言也；率性之谓道，自其成形之后言也。盖形直既成，
人则虑其人之性而为人之道，物则虑其物之性而为物之道。6. 夫人物则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气聚而生，形而未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7. 妾常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唯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8. 理即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明也。于故常曰，理须就气上任取，然任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议哉。9. 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近。其任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易绝也。则理气浑然，更无细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行而下者之中，悟行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10. 2. 存有论进路的理义分书说。罗清顺合一理气，但理气论是说明善恶现象之所以然，以及主体如何可被要求为善的良好架构。罗清顺亦须面对此问题，是以找到理义分书说以为补充强化之用。此命题尚且是罗清顺深思利变之后的引悟，参见其言。余常寤寐以求之，审前以体之，积以岁年，一旦恍然，似有一洞见其本末者。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义分书，4字，简而尽，约而模所不通，初不假于谦和安排，自确乎其不可议也。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为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谓性命之妙也。与其一，故人皆可以谓尧舜；与其殊，故上至与下愚不移。圣人复起，其必有取于无言矣。11. 本文前段即见出罗清顺如何看重理义分书说的理论效用。理义分书说本就是程朱所创造的观念，其有两路，从伦理学上说是价值原理为一，但具体得目各不相同，故而亦多不同。从形上学上说，是终极原理为一，但全幅落实于现象世界而未多，杂多之现象之价值原理仍与终极原理相同，故亦多相同。但是在罗清顺使用中的理义分书，却是指价值原理众物相同，而现象实然各物不同，以此说理义分书是谓一全体与部分有同有不同之说。本文后段即见出此意。罗清顺持天下为气而已的立场，就是站在经验事物的一边来讨论儒学。经验事物在最初聚气的时候，其价值原理皆是共通的，至于具体形成各个不同的经验存在之后，
则个别物性即显现出来，以是而各物不同，就其不同而说为上至下愚不移，就其相同而说为人皆可谓尧舜。罗钦顺此说，比起朱熹的理气论、命定论及心统性情诸说算是简单太多了。甚且既是上至下愚不移，则又如何人皆可谓尧舜呢？此意罗钦顺似乎辨之不详，而且这样的论述还重复出现，参见下文。营天地之间者为万物，人故万物中一物耳。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人由物也，我由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行直记句，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思其身；礼仪故皆备于我。12. 本文说礼仪，是由太极干道落实于各物性命中的，说分殊则是就具体各物成形而说。但重点是罗钦顺以个别成形之物者，既有其差异，即有其私己，即有个别不同的善恶。说分殊就是要说的现象各物之有善有恶，此意又详见下文。请以从古以来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客随绝游，则分之殊者，隐然欲乎其间。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也，相近也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谓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谓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谓极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谓极乎礼仪。臣张本思梦以言性，既专主乎理，复推气质之说，则分之殊者，臣亦敬之。但曰天命之性，故以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与中谓盈。诸子有恐人之事为二物也，乃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夫既已堕言，理气不容无下逢矣。唯以理一分殊蔽之，自无往而不通，而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岂不但其然乎？13. 本文前段说礼义者，全说的是性善一义；说分殊者，则有善有恶，则其礼义之理是何物？实是谓有一物，而谓尚未器具成形之价值原理而已。此说即是朱熹之理气二分说中之理概念的意涵，因此罗钦顺不说理义分殊则已，一说理义分殊，其实还是等于肯定了理作为真实存有的一物，只是此物非经验存在物，否则人人可谓尧舜的要求即无理论上的保证了。本文后段，罗钦顺讨论张载及朱熹等使用的气质之性、天命之性的概念，认为张载说出气质即是说了分殊观点，但一性中说有天命说有气质，则却谓两性矣，不如即以理义分殊说之可也。就罗钦顺提出理义分殊说以解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性说的问题来看，罗钦顺本身的语言表述清晰度是有些不足的。罗钦顺以天下为气，然气之转折流行之规矩即是理，于是的认理于气中，
因此当其说理义之时，也等于同时说着整体世界存在，只更指明整体存在界有着共同的价值原理。而当其说分殊之时，则亦是说着整体存在界，只更指向个别人物的善恶现实状态。这样的理义分殊说其实并没有比张载、朱熹的说法更清晰。事实上，在朱熹的讨论中，已经以气质之性来讨论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甚至植物与植物之间的种种差异问题，而罗清顺的一套理义分殊说，则就显得系统单薄，仅能处理极少的问题而已。3. 人性主体的心性关系。罗清顺、理气位移的思路是就着在现象界的经验存在物而说的，这是一个形上学进路的思路，是针对存在现象的结构做思考，讨论整体存在界是理气为一，理义分殊，是说现象都是特性个别，分殊不同的，只是有一共同整体的价值原理。一旦当这个思路就着人存有者来落实的时候，也将会是同样的结构，这就表现在他说明心与性、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等概念时的方式。这之中有纯善无恶及有善有恶的差别，此意义理义分殊，因此有着心性二分、人心道心二分、人欲天理二分的意见。这就是说，罗清顺讨论心性问题的思路也首先是一个形上学存有论的思路，这个架构就是有心有性，因为理义分殊，所以性由相同心则有别。其次就经验存在言，因为理在气中，所以性在心中，心性在存在上中是唯一，但此一谓亦只是就先天存在言，而非现象状态，也非呈现结果。现象状态是心性有别故而善恶不一，人须格物穷理，知所是非才能呈现而为全善，亦即须有功夫操作之后才能论于合一。以下分心性概念、人心道心概念、人欲天理概念三路来说。一、存有论进路的心性二分说。罗清顺的心性论以二分说为学界所知之主要意见，刘吉山即批评他既然理气可以合一，为何心性不可以合一？14其实对心性未言，就功夫论说时必是要说其为一的，说其做了功夫以致境界的完成而有着主体的心性合一，这也就是陆象山说心即理的时候的思路。但是罗清顺为了避免任意的以私意的执着为功夫，因此反对象山的心即理说，而从存有论进入说心状态是个别分殊，而性本体是共天下一理，故不可以心为性，或以性为心。因为个别人心有善有恶，不可以分殊之心说理义之性，更不可以分殊之心即以为理义之性而为功夫，这就是入禅之途，也正是罗清顺批判象山、阳明为禅的思路。所以罗清顺讲的心性二分是一个存有论问题意识的进路，至于讨论到功夫，则即的言于心即理，而就在论于经验存在言，则性亦即是就在心中，亦可不为二分之说。以下就罗清顺文字疏解来说。
先见下文。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亦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于书曰：人心为为，道心为为。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3月不为人。孟子曰：君子所信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变也。二者初不相离，而时不容相混，今之又今，乃见其真。其或任心为性，差毫厘而谬千里矣。15. 本文即明指心性不得混而为一，心是人存有者的主体灵明，是就具体成形的经验存在物一方而言，是气的一方，而性则是理的一方。但理在心中，心中有理即有此性。这样的概念区别当然是极为清楚的，这当然也是朱熹理气为二之说时的思路，就存在言理与气、心与性不相离，就所有可能的抽象存有及经验存有而言，则理与气、心与性是二。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存有论思路及功夫论思路之分别。存有论思考关于人存有者的主体架构，思考这个架构中的理气结构与心性结构的关系。因为是存有论的思路，所以心性说而为二，至于理气之为一为二，罗清顺就经验存在而言说而为一，但是就善恶不齐而言，还是的借由理义分殊说而为一多互异的关系。至于就功夫实践脉络义而言，则心与性宜心与理义之话又可以说了，参见下文。义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名义之，其理谓义名也。自道体言之，浑然无见之谓仁，截然有指之谓义。自体道者言之，心与理义之谓仁，事与理义之谓义。心与理义则该贯动静，思浑然矣；事与理义则动中有静，思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浑然之中，是之合理，即心与理义之行也。心与理初未尝不一也，有一兼之则二矣。然则何修何谓而能复其本体之意谐曰静？16. 本文即是从功夫论进入说心与理宜言，自体道者言之，即是就功夫实践主体在实践有成的状态时之言，做到了人就是心与理一。心与理一就是心与性一，甚至就是路向山的心即理，但这是就功夫论脉络说。若就形上学脉络说，则心与理初未尝不一也，这就是就着整体存在界说的理的即在与变在而说的心理初未尝不一。但是此意在罗清顺所讨论的问题中重要性并不高，而是心与性为二的重要性才是较高的，这就是理义分殊说的用处。说理义就性言且是善，说分殊就心言而有善有恶，故心性在存有论上是二，亦即心与理在存有论上是二。说其是一是就理义说，但经验现象世界是分殊的世界，分殊中人各不其有善有恶，故说心性是二。但即此时可谈功夫，
谈人存有者的功夫，从凡夫至圣人，则即是从分殊又回到礼仪，故而是从存有论的心性是二到功夫境界论的心性是一。这样的思路见下文更分晓。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专以格物为格此心，则不可。说卦传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后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穷理者即卦爻而穷之也。盖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当穷，穷到极处，却只是一理。此理在人则谓之性，在天则谓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处也。其可谓心即理，而以穷理为穷此心哉？良心发见，乃感应自然之机，所谓天下之至神者，故无呆于思也。然欲其一亦终结，非思不可。言己功夫，正在此处。故大学之教，虽以知止有定，必虑而后能得之。若此心粗粝，犹未及于知止，感应之际，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为即此是道，其不至于猖狂妄行者几希？17心以气存在于人之灵明言，性以天命存在于人之理言。心是理之存主处，但人心经分殊之气之具形化之后，则善恶不一。这指的是个别人存有者的现实存在状态而言，言其可谓心即理。此一状态故可有良知之发现，但要一一终结。人要经一格物穷理精研深思的历程，否则即为以分殊中善恶不齐的思义为本体其象而致为猖狂禅学。赤处禅学即是罗清顺两分心性的理论目的，参见其言。胡敬斋立功禅学，但于禅学本末未尝深究，动以想象二字断之，安能得其心服耶？盖无如之有德者，故是实践；禅学之有德者，亦是实践，但所见有不同，是非得失，遂于此呼判耳。彼之所见，乃虚灵之觉之妙，亦自分明脱洒，未可以想象疑之。然其一见之余，万事皆弊，卷书作用，无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于所谓有见于心，无见于性，当谓不义之论。使臣有见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物。唯就一物中剖分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学谓至于知性，天下之言谓义之也。18本文以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批评禅学。罗清顺所谓知性即是理，即是天理，即是一卦一爻之理。此理统体言是理仪分殊言是各物之性，但言分殊即须言各物具形，即于此中直接言心，故而心性是一也是二，故而心性至为难明。从现象经验存在上言，除却心即无性；从理一处言，除却性即无心，故而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因此需要知性，知性就转入格物穷理功夫，
但心性之是一是二的问题则确实是存有论问题，这正是罗清顺的思路重点。2. 存有论进入的道心人心说。人心道心一对概念，罗清顺甚为关注，其言人心道心之辩，仆于此用功最深，切颇自信。19. 罗清顺说道心与人心其实几乎完全同异于说性与说心，道心即性，人心即心，必两分此心，时圣人不得已而为，大抵还是如佛之辩之虚。参见其言。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意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20. 此句即是以道心即是性而不是心之最明确的概念界定，所以道心概念虽有心字，其实所指根本不是心而是性，因此道心、人心之别就等于还是性与心之别，而这是就体用二分观念言。再见下文。天地人物只是一理，然而与天道则曰阴阳，与地道则曰刚柔，与人道则曰仁义，何也？盖其分既殊，其为道也，自不容于无别。然则鸟兽草木之为物，欲明其道，夫其可以一言尽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行义，必明乎一同之际，斯可以尽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明，非圣人强分别也，体之竞正有常，而用之变化不测也，须两下见得分明，方是尽心之学。佛是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见于人心，无见于道心耳。21. 此文配合理气合一说及理一分殊说及性心二分说。此文开头言语只是一理，其实已开理存在的独立为一抽象存有的意指了，所以纯粹存有论思路的概念解析之学的理气为二物之说法，其实永远是一正常且平常的思路，而会常常出现的。此道即此理，此道与此理即是那理宜，其名为道心，其实即天理。22. 但就现象经验事物而言，则是此理与此道的分殊落实于各物中之事。各物状态个别，但是皆同一理，名此同义，即是格物穷理之功，即尽了人物之性。本文后段言必分道心此心，人心此心，一心二明，是因为道心只是性，性是体，是理宜心是用，是分殊，使分殊的状态合于理义即是功夫的意义。罗清顺明以道心即性之思路在见下二文。书之所谓道心，即乐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绝不可作以发看。若认道心未已发，则将何者以为大本乎？于此不能无少异于诸子者。23. 道心既然不动者也，至今之体不可见，故为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为。24. 罗清顺以道心为性，为未发，为既然不动之体，为为
为大本诸说，其实都是要端出理义之理，都是要端出穷理尽性之理之性，如此才得有一如佛之辩。而以禅佛只认心不认性，而此性之实理实事即是罗清顺辩证如佛的关键。讨论至此，笔者认为，当代学者要关切的，并不是道心概念一定要如何界定的问题，而是罗清顺在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在什么基本哲学问题意识脉络下思考的问题。他一定要面对如佛之争，他又已经认定禅佛教是只认心不认性，他所认定的禅佛教的心是一上有思欲思义的分殊具行之心，因此不得一理之正，而如佛之辩者即在儒学上有一理在，此理在人谓性，亦谓道心，此道心是现实事物的实事实理，认识此道心方能尽人物之性，实际上也就是格物，也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言分道心与人心，只要不去顺此而割裂人心，可在做了功夫之后可以回复至道心状态的功夫论脉络，此说就有其合理之处。人心道心一对概念甚且被罗清顺连结于未发已发的中庸文字义理系统中，而成为未发涵养道心，已发查实人心的功夫论，参见其言。为今是随时省察功夫，就人心而言；为一是平日存养功夫，就道心而言。盖人心常动，动则二三，故须察；道心常定，为是一理，故只消养。平日既之所养，又随时而致察焉，则凡人心之发，无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天人之所以异也。25. 由本文可见，只要回到功夫论脉络，罗清顺依然是道心与人心可以为一的意见，亦由此反之其存有论的脉络当然仍是合理的思路。3. 存有论进入的天理人欲说。天理人欲一对概念，在胡五峰、在朱熹、在陆象山各有不同的讨论，其实是就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在界定的。陆象山不许人欲概念存在，指出就是天理而已，其实陆象山是在做功夫要求人存有者的实践活动必须落实为只有天理没有人欲的状态，表面上看来像是不许有人欲概念的存在，或甚至以为不接受人欲状态为一现实状态，其实不然。象山只是在做功夫要求，而不许停留在人欲状态。至于人有人欲状态的事实，以及人也有天理状态的可能的存有论问题，并不是象山学思的进入，因此他化约的直接否定了人欲。然而就罗清顺而言，如佛之辩中的要点即是现实世界的安置问题，现实世界的社会体制由人的身心需要而构成，因此不能在价值立场上否定人欲需求，此亦是从张载、程颢以降皆有的立场，这是就三教辩证立场而言，这也是罗清顺关心的问题。张、程、朱子面对了三教辩证的问题，因此是一行上学进入的天理人欲观念的讨论。陆象山面对的却是儒门内部的是否能实做功夫的问题，
因此是一功夫论进入的天理人欲观念的讨论。罗清顺面对的是儒门内部的佛学化问题，因此又要回到北宋诸儒面对三教辩证的脉络中，为欲辩证儒佛分殊的现象是实然的，只要原理、如理、合理即可，因此不能否定人欲，并且要为人欲存在寻一合理的存有论定位，只要能格物穷理，则自能复返天理，因此人欲不可无，因为它是现象的实然。这就是罗清顺讨论人欲及天理概念的思路立场。参见其言。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义理精粹，要非圣人不能言。象山从而疑之，过矣。彼盖专以欲为恶也。夫人之有欲，故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矣，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矣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唯其自情纵欲而不知反，斯谓恶矣。先儒多以去人欲恶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言，但语义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恶，如日月食，恶心之类，是固然矣。然日月之时，会备之变，未有不炫复其常者，兹不谓之天理而合。故人道所贵，在乎不远而复，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则循其本而言之，天人何尝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26。本文言有人之具行存在即有人欲之必然之虚，因此不可除欲、废欲，因为欲也是性之所有，整体存在界的经验现象的实然意识理义所落实之境欲，因此有此理，有此性即有此心，有此欲，故而欲亦性中事。重点在使此欲合乎当然之则，则即善矣。下文所言更明。人心、人欲、道心、天理。臣子此言，本之乐记，自是分明。后来诸公往往将人欲两字看得过了，故议论间有未归一处。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节无节，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纵乎？君子必慎其独，谓是故也。独乃天人之际，离合之机，毫厘之差，千里之远。口能摩所不至其甚，则天人亦矣。到此地位甚难，但讲学则不可不敬。27。此处引臣子所言之由人心说人欲，由道心说天理之说，从乐记系统来说，这自是一个存有论的思路，言说个别存有在尚未复器具行时其价值状态是一合乎天理的纯善状态，以道心说之其实还是说的天理，并未及于具体人存有者。至于复器具行之后，则是纷然不一，各依其性，此时为人心、人欲状态，这是说的具体经验世界的人存有者。以人欲、天理及人心、
道心之说亦可从主体状态而言，这是说的主体的两种不同状态，未做功夫前及已做功夫后，也就是人心状态及道心状态的区分是一个主体的人欲状态或天理状态的区别。由以上罗清顺的讨论中，可见出其所关心的问题是形上学存有论的问题。罗清顺的人欲概念只指人存有者的存在真实，是万物复形后之必然。复形是天道所为，天道复形分殊杂然而必有人欲在之中，因此人欲并非先天地是恶，而是后天地有节无节而为善恶之别。此说明显符合于程颢的天下善恶皆天理之说，亦与程朱言性之善恶说实为一致。但是却与佛教世界观以无明缘起天地而说为一切现象根本染污之说者大不相同。当然佛教各家并非皆持此说或只停留于此说，但佛教哲学中却有此说，而这就是罗清顺辩证如佛思路下所要建立的儒学存有体系。因此罗清顺以人欲之存在并非根本是恶，人欲就是人心就是分殊，天理就是道心就是理，一既是分殊则只是现象经验世界的实然，此一实然有其自然也有其应然，其自然即是其为摒弃复形而来的自然，其应然就是其秉理义而应谓之终结要求之应然。